火系兽夫负责生火做饭，冰系兽夫负责冷藏食物，风系兽夫负责钓鱼刷碗。生活在这样的兽室，做梦都要笑醒。然而酱酱酿酿的二人还不知道，外面的声音太大，竟让其余4人彻夜难眠。此时星河被磨得完全没了脾气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仿佛炸开的烟火。他炙热的气息完全将他包裹住，如同一张网，让他呼吸停滞。南希，星河忍不住的一直叫着他的名字。我在。温南希极尽温柔的声音响起，宠溺的眼神都带着浓烈的深情。然而宅院实在太小，4人被折磨得睡意全无。梅清晨本来要睡着了，此时却像炸毛了一样。难道就不怕我们听到吗？好你个心机蛇，你这是在借机宣战吗？什么温柔，都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他最近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星河的身影，偏偏今晚的声音更让他无法抑制。难不成温南希一夜都不准备睡觉了吗？星河那娇柔的身板能受得了吗？履行职责也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啊。梅清晨实在睡不着，直接起身去院子里练剑去了。萧继寒自然也听得很清楚，听着那娇软求饶的音调，冰冷的身体仿佛都被点燃了起来，脑海里不断闪现出星河的身影。妻主是极美的，就连温南希都失控了吧？越是回忆起与星河的点点滴滴，萧继寒就越是无法平静。寒正不允许有大的情绪波动，但今晚的他彻底乱了心神，轻叹一声，无奈的闭上了眼睛。异能最强的谢归雪，听得也最为真切。此时就算清冷如他，也无法克制心神，仿佛要黑化了一般。他只好起身端坐，开始静心凝气，防止心底那个黑暗的他冒出来。小狐狸是本场最煎熬的一人，本就心事重重的他，听着妻主软糯如撒娇一样的声音，更是整个人都狂躁起来。妻主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话，温南希就不知道温柔一点吗？他就是故意的，要是我，一定会很温柔的。随后一个储物玉佩出现在手中，这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。打开后看到了精美华贵的布料，还有各色针线，其中的一个大盒子他还无法打开，似乎需要达到一定异能才能开启。这上面应该是禁止，不过这些布料已经够用了。如果可以给妻主做一些衣服，妻主应该会喜欢的吧？这些布料只有花家才能织得出来，他甚至完全不用量尺，只需一眼就能知道妻主的尺寸。他不想睡觉，于是开始做起了衣服，裁剪缝制，穿针引线，手指又巧又细致。此刻他全神贯注地制作着衣服，仿佛忘记了一切，烛火悠悠，宁静平和。自从父亲去世后，他再也没有动过一针一线，但那些熟悉的动作仿佛刻在骨子里一样。等衣服做好后，我还要在上面刺绣，以后要做好多好看的衣服，让妻主每天都美美的。对不起了爹，为了留在妻主身边，我只能这样做了。他要抓紧做衣服，还要给自己做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一些，这样或许妻主才能注意到我吧。还有妻主想要的，我也都可以给他。星河自然不知道这些。南希，我们早点休息吧。不急，我们还有一夜的时间。要疯了。清晨的阳光洒落下来，看着星河恬静的睡颜，温南希眼神爱怜，轻轻地吻了吻他的眉心。星河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哑音中带着疲倦，别要睡觉，好不闹你了，安心睡吧。对不起，下次我想说下次不这样闹腾，但又觉得这种话像是在骗人。温南希给他轻柔地整理了下头发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此刻梅清晨就站在门口看着他，看着温南希身心愉悦的样子，梅清晨就感觉牙根痒痒。你倒是舒服了，折磨了我们一夜。温南希此刻更显从容，你只要在房间周围加上屏障，就不会听到声音了。梅清晨直接愣在原地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了一夜都没想过这个方法。你也不悠着点，折腾坏了妻主可怎么办？这种事情你不懂，我该去给妻主做饭了。他累着了，得多睡一会儿，等他醒来就可以吃到热饭了。看着他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，梅清晨就觉得牙酸。好了，你先让开吧。随着温南希轻挥衣袖，一股强大的气息随之而来。你异能又升级了，你上次才升到4级，这才一晚上就5级了。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梅清晨心神震动，他卡在3级好多年，每天勤奋刻苦也一直无法突破。温南希仔细感受了一下，不仅异能升到了5级，就连残存的神魂也被修补了。发现这一切的他心神震动，妻主果然无与伦比，是世间最珍贵最美好的人。梅清晨看着他的神色也明白了一切，我懂了。随后眼底一下放出璀璨的光芒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温南希也不再理他，直接去灶屋做饭去了。这边萧继寒也早就起来了，他一直在院子里挑水劈柴晒药，井井有条地安排着一切。刚刚他们的对话他也听到了，节气升级，整个兽氏大陆都闻所未闻。这种事情若是被人知道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可想而知。可以想象他会越来越耀眼。对了，妻主之前说要一个石磨，这样方便在家里磨东西用。随后他便走出院子去找石头了。他想亲自打造一个石磨送给妻主，不懂如何表达的他，只想着多做一些让妻主高兴的事就好。花狐狸依然废寝忘食地做着衣服，为了快一些，甚至用上了异能，针线在他手中都化为了一道道残影。星河这一觉睡得很沉，不过渐渐的身体越来越轻快舒适，周围的灵气也不断地涌入身体，有一股温暖舒适的感觉。恭喜宿主，异能从2级升到了4级，第一次节气，而且还是血脉强大的远古天蛇，所以让宿主直接跨越了2级。一想到连升2级，星河就很开心。打开房门就看到了极具冲击力的一幕。此时梅清晨正对着门口练剑，也不知道他练了多久，身上的汗水在阳光下带着蛊惑的光泽，剧烈的挥剑动作让呼吸带起起伏的胸膛。练剑就好好练不行吗？为什么不穿衣服啊？还要对着房间门口是干啥？猝不及防的一幕让星河脑中空白，瞌睡感也全都不见了，慌忙的移开了视线。梅清晨突然发现星河不看了，于是走了上来。妻主，你不多看看吗？要是不想看还可以感受一下的，我很有力量，包妻主满意的，肯定比温南希他强。星河顿感无语，你这算盘打的兽皇城都听见了。梅清晨，你我之间的情况你最清楚，更别提我们之间还没感情，我是不会跟你结气的。本想着他若要离开就给他放符术的，可眼下看他的样子，实在头疼啊。听着星河的话，梅清晨露出了迷茫的神色，是因为感情吗？梅清晨，你先让开，还有赶紧把衣服穿上，你这样简直是，妻主要是喜欢，我也可以一直不穿的。此刻梅清晨站着不动挡住了去路，星河
河真想一巴掌扇上去，可看着他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又不想让他得逞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梅清晨一副固执的样子，我就是想让妻主考虑考虑我，因为节气后妻主就不会赶我走了。我如今是自己想要留下来的，而且我还没觉醒家族的血脉力量，一旦觉醒后五感七窍才会接通，就能更好的保护妻主了。星河认真的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所以他如今是还没开窍吗？才会连感情都不懂吗？好在这时候萧继寒打了水过来，我来照顾妻主洗漱。说着就将洗漱的东西全部放好。梅清晨看看他，只能悻悻的离去，他也怕适得其反再惹妻主厌恶。萧继寒，刚刚谢谢你。星河忍不住的感叹，萧继寒真是默默做事的人啊，性格也很好。妻主不用如此客气，能为妻主做这些我很开心，只是希望妻主也能考虑考虑我。不对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看出星河惊讶的神色，萧继寒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是我平日表现的不够明显，让妻主没感受到我的想法，都怪我自己。他知道这时候不能嘴笨，否则就像沈慈安一样，连位置都没有了。萧继寒清冽的目光带上了坚定的神色，这几天妻主不在家，我会忍不住想念妻主，比我想象中的还在意妻主，我期盼能成为妻主真正的受妇。说着，萧继寒的耳根都泛了红，他不想再迟一步了。星河睫毛一颤，他没想过这个事情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萧继寒。对不起，是不是太突然了？可能我表达的不够明显，妻主不用着急给我答案，我会一直等到妻主愿意的那一天。星河有些沉默，萧继寒任劳任怨，沉默寡言。若说他一点都不在意，那也是假的。你身上还有很多伤痕，你面对我真的能不介意吗？听到这话，萧继寒也松了口气。妻主这么好，我该庆幸当年做了妻主的受妇，才能等到现在让我拥有最好的妻主。星河没有一点心理准备，他对温南希与他们不同，毕竟从始至终他都没想过离开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我现在4级异能了，先帮你解了寒症再说这些吧。看着4级异能的光芒，萧继寒神色都变了。原来不光温南希提升了，妻主也同时提升了异能。随后他立刻屏蔽了声音，远处的梅清晨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但那道光芒让他内心也掀起了海浪，久久无法平静。这是什么宝藏刺兽吗？节气后还能双双提升实力，如果实力提升让我觉醒开窍的话，或许就能懂妻主说的感情是什么了。可惜妻主对我还有意见，难不成还是穿的保守了？这个办法肯定行，妻主一定会对我满意的，要找机会让妻主看到。萧继寒震惊过后，又用屏障挡住了梅清晨的视线，他神色凝重，有些担忧。这件事不能让旁人知道，否则会给你带来危险。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未知区域，那里有怎样的兽人没人知道。星河明白他的顾虑，这种提升实力的方式确实不同寻常，系统也感受到了他的担忧。宿主别怕，必须是你自己接纳的受妇才可以，而且我昨天也跟着升级了，我就算拼了性命，也绝不会让人对你强行节气，所以宿主不用担心了，任何事都要你愿意才可以。我宿主不想做的事情，任何人都别想逼迫他。我说的。看着系统可爱的样子，星河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。宿主，你是受天道庇护的人，既然天道给予你独特的馈赠，那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这种方式伤害你，你是有大气运之人，放心吧。听着系统的解释，星河眉眼弯弯，你不是别人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你了，这样我才能治好你的寒症啊。真是5个受服4个病，还有一个头疼的要命，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哎。此刻星河更好奇了，温南希在竹林经历了什么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伤到他呢？萧继寒心头一颤，没想到妻主这么信任自己，他再也不受控制，一把将星河抱在怀里。妻主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突如其来的拥抱让他猝不及防。萧继寒，你先放开。看着他抗拒的样子，萧继寒神色又暗淡了下去。对不起，是我之前对你不好，妻主不必浪费异能为我治疗，我不要什么两不相欠，我会一直等妻主愿意的那一天。此刻寒意蔓延，星河侧影萌生的安慰起来，我会为你治好寒症的，你护着我还帮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都是知道的，只是刚刚有些突然，我本以为你是想离开的，没想到会听到这番话，是继寒不善于表达，以后妻主不喜欢的我都改，我不会离开，永远不会离开。他要明确的说出来，不想再因此产生误会了。再晚一些，妻主的心里就没位置了。连那个云青兰都差点做了受妇。星河还想安慰一下，可突然间他身上的寒气大盛。萧继寒，你冷静一下，不要情绪波动的这么厉害。萧继寒周身涌动着浓郁的忧伤，仿佛要碎裂开了一样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星河的心也硬不起来。你不想离开就不离开，情绪好一点，要不我先帮你把寒症控制下来，其他的之后再说。萧继寒似带上了一丝魅惑之色，去我房间吧，这里不方便妻主帮我治疗。看着他勾魂的眼神，星河的神色都恍惚一下。那好，先去你房间吧，在院子里确实没办法更好的治疗。紧接着萧继寒快速拉着他往回走，等星河反应过来时已经到了屋里，随后他衣袖一挥将门反锁，接着开始慵懒的脱下上衣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这一幕直接看呆了星河。不用卸甲，我知道用针灸的效果更好，所以妻主也帮我用针灸治疗吧，要不寒症发作我也会很难受。萧继寒的音调都变得低哑起来，随着手指一点点的解开衣袖，动作缓慢又撩人心弦。星河倏然瞪大双眼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解个衣服怎么还慢动作上了？这谁顶得住啊？星河条件反射的刚要转身逃跑，却被萧继寒一把轻轻拽了回来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似有情绪翻涌。萧继寒，你确定要针灸吗？难道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星河还记得上次来他房间，他还存着试探的心思呢。萧继寒瞬间明白了过来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不对。他克制着嗓音低头轻声，我之前说的话是认真的，妻主只要想要，我什么都会给妻主。此刻他的神色无比认真，如同古琴音调悠远清润，或者现在也可以。星河瞬间被撩红了脸，这一个个的都怎么了？镇定，
定，不要被狗男人带了节奏。突然，星河往前靠了一下，想看一下萧季寒的反应。你是因为觉得节气可以提升异能吗？萧季寒露出苦涩的神色，感觉刚刚的话都变得苍白无力了，但他没有后退，就那样低头看着他。星河又踮起脚尖，伸手试探地抱住了他的脖子。是这样吗？看着他歪头的样子，仿佛都闻到了身上的芬芳。萧季寒呼吸微乱，低声问道：“妻主想做什么？”季寒都会配合，所以妻主可以告诉我。星河看出了他的认真，反而大脑突然一片空白，连连退开几步。萧季寒有些失落。其实对于我冥王一族来说，亲密的安抚会容易更好的控制狂躁。星河没有顺着说下去，那个还是针灸吧，针灸好得快一些。萧季寒轻叹一声，乖乖的躺了下去。清冷寒霜的气质与此刻的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星河深呼吸了一下，定了定心神，时间可能有些长，你忍耐一下。然而萧季寒的目的何止于此，他现在都不在乎寒症如何了，所以在星河下针的时候，他竟发出了轻微的嘤咛声，似在隐忍着什么，眼中的隐忍藏着深烈的情绪，苍白绝美的神色带着脆弱和难耐。星河下针的手指都颤了一下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热血不断上涌。妻主，我没事，可以继续的。星河根本无法专注起来，手中的银针颤抖的掉落下来，只是扎在了萧季寒身体，轻颤带着一丝破碎的音调。啊呜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星河慌忙的拿起了银针，没关系，只要妻主高兴就好。我说了，妻主做什么季寒都会配合，虽然隔着一层布料，那个不会坏了吧？萧季寒看着他慌张的神色，反而眉梢轻微上挑了起来。我也不知道坏没坏，或许只有跟妻主节气，才能知道是否还好着。妻主要不试一试，可能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星河此时真的懵了，一瞬间口干舌燥的不知如何是好，一直到从房间里出来，星河才算真正的松了口气。要是再压不下去寒症，他都要无法冷静下去了。现在满脑子都是刚才的画面。梅清晨看着刚从里面出来的星河，忍不住的咬牙切齿。好你个萧季寒，还屏蔽声音，也不知道在房间里做什么了。妻主的脸都红成那样了。随后他快速的跑到星河身边，妻主是不是累着了？我没家祖传按摩技术，要不我帮妻主按一按可好？这可把星河吓了一跳。你快把衣服穿上，我现在看不得这样。梅清晨立刻伸展手臂鼓足力量，妻主你看看我这个。联想到刚刚屋里的画面，星河就觉得口干舌燥，不想看。看着星河离去的背影，梅清晨仿佛燃起了斗志，总有一天妻主会愿意看的，妻主一定会看到我的好。此时温南希正宠溺的看着星河，妻主过来吃饭吧。他知道星河去了萧季寒的房间，但作为受父不能干涉妻主，他更不能让星河有任何为难。节气后还要干涉，反而引起众怒。看到温南希的那一刻，他的眼里仿佛含着万千星辰。温南希赶忙伸手接住星河，声音无奈又宠溺：“慢点走，小心别摔着。”大概是节气的原因，星河很自然愿意的亲近他。没事，不会摔着的。坐下后，星河看向了谢归雪的房间。温南希察觉到了他的担心。早饭是萧季寒做的，大家都吃了早饭，不过花岭叶没有出来。萧季寒把饭送了过去。听到这话，星河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萧季寒又在默默做着这些，想不到沉默的人却也那么会撩人心弦。随后两人浓情蜜意的吃了早饭。就在星河准备去看谢归雪的时候，花岭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妻主，你可以来一下吗？星河看着他通红的眼眸，一副一晚上没睡的样子，而且身上还有一种不安的气息，这样的狐狸他从来没见过。花岭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妻主跟我进来就知道了。看着星河疑惑的神色，花狐狸神神秘秘的，放心，我不会随便做什么，我就是有东西献给妻主。他不会是想把自己献过来吧？吃不消啊！实在听不了这样的话了。随后就跟着花狐狸走了进去，一件精美的锦袍随即映入眼帘。妻主，这衣服怎么样？看到那刺绣花纹，星河惊叹连连，浮光引动之间那么的华贵耀眼。听到妻主说很美，花狐狸终于露出了笑容。这是我为妻主做的衣服，可否请妻主穿上看看？若是哪里裁剪的不好，我还可以再修改。一想到妻主能穿着自己做的衣服，他的内心就有一种成就感。星河震惊于他的手艺，更难掩对这件衣服的喜爱神色。这是你亲手制作的吗？花岭叶看到了他眉眼中的明亮，内心高兴的欢呼雀跃，是我亲手制作的。妻主喜欢吗？喜欢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美的衣服，巧夺天工，不论是布料还是刺绣，无一处不透着精美。小狐狸紧张的心神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妻主喜欢就好，请妻主试穿一下。好，那个你先转过身去。看着星河害羞的样子，花狐狸依依不舍地转过了身，听着身后稀稀疏疏的声音，脑海中不受控制的想象起来，只是越想越觉得喉咙发干。怕吓着妻主，又刻意的放轻了呼吸。星河发现不太会穿这件衣服，只好开始询问系统。系统，这个衣服怎么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宿主，这好像是寿氏大陆传统服饰，还有这布料也不是普通布料。宿主，你看那衣角的刺绣针线，有一条是红弧线勾出的纹路，这线带着异能力量可以保护你。可见花岭叶对宿主很是用心，他不会一边做衣服一边拔毛吧？那会不会很疼啊？反正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这么做，否则他也不会注入自己的力量了。这一刻，星河心间微颤，特别是想起精神失海的小狐狸，他离开这里真的就没有家了。花岭叶他其实会忍不住让人疼惜的，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都软了。花岭叶，这衣服我不会穿，你能过来帮我一下吗？听到星河的声音，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转过身的那一刻，眸光一颤，穿上华服的妻主是如此让人窒息。突然间一股情绪涌上心头，不该给妻主穿这样美的衣服，这还不轻易的就勾人心神，那还了得？怎么了？星河看他的神色询问起来。没什么，就是妻主穿上很好看，这老狐狸惯会哄人，总说好听的甜言蜜语，不过我爱听。花岭叶缓缓上前，轻轻勾住系带为他整理衣服。我父亲说，这是我们狐族祭祀壁画上的衣服，穿上这样的衣服就有狐
狐神庇佑，这样的衣服只有狐族才会制作。他只想让自己的妻主开心，让他受到狐神的守护。花岭叶神色专注地为他穿衣，可看到星河身上昨夜留下的痕迹，心神却不受控制地颤动了一下。妻主穿上这衣服真的很美，星河感受到了他的情绪，转过身来看着他。花岭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宿主啊，你的兽夫花岭叶都快碎了，你快哄哄他吧。这一刻的他好像受伤的小兽一样，身上弥漫着淡淡的忧伤。星河轻轻地抱住了他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精神海不舒服了？我可以帮你安抚，不要难过好不好？猝不及防的拥抱让他神色欣喜，只是一瞬间忧伤就被驱散，随即在他耳边轻轻地呢喃起来，是不是妻主还是在意我的？我以为妻主有了温南希都不要我了。星河算是明白他在想什么了，都有些哭笑不得。怎么会呢？你说过不会离开，那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也是我的兽夫。可岭叶有名无实，我也想节气，一想到昨晚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，这要是在，实在是吃不消啊。可眼前的花岭叶都要碎了，他也不是铁石心肠，等过段时间好不好？我先答应了归雪。花岭叶高兴得像个小狐狸，这可是妻主说的，妻主答应我的话可不能食言哟。你看你又急，会有的会有的，你别急啊。花岭叶用勾人的虎眼看着星河，我相信妻主，我可以等，只是妻主不要让我等太久哟。有了妻主的承诺，他就安心了，从此就真的有家了。妻主，我会努力变强，给你做各种精美的衣服，每天都可以给你做。不用不用，我不希望你累着自己，以后不要熬夜了。若你再熬夜做衣服，那我就不穿了。花岭叶赶忙保证起来，好，我不熬夜做衣服了。父亲，你看我的妻主跟母亲不一样，她会心疼我，不像徐家主只会压榨你。当他收回思绪看着星河时，突然声音酥哑起来，妻主，等节气的时候，我肯定不会像温南希那样折腾，我会温柔一些，保证让妻主。星河赶忙伸手捂住了花岭叶的嘴，心想真不该这么轻易答应他。别说这种话，怎么能这么说出来呢？对，我不说了，我到时候用行动表示。行，你真是演都不演了。花岭叶就这样一直抱着星河，舍不得松开，低头的瞬间又来个让人措手不及的吻。花岭叶，你别，没有妻主同意，我不会对妻主做什么。刚刚有点高兴过头了，妻主不要因此讨厌我。安慰完花岭叶，星河总算是松了口气。这一个个如狼似虎都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才刚刚开始啊，宿主，后面你要习惯起来哟。眼下你的体质发生了变化，接下来我也不会再劝你着急节气了。星河此时也有自己的考量，答应的事情自然会去做。就在思索的时候，谢归雪房间里溢出了黑暗气息，他的精神识海不会出问题了吧？来不及多想，星河快速地向他的房间跑去。此时谢归雪正在床上修炼，只是周身围绕着一股淡淡的黑气。谢归雪，你怎么了？明明之前的狂躁都被安抚下来了。宿主啊，他这可能是受刺激了，所以精神识海里那个黑化的他要冒出来了。黑化的他，一想到狂躁后的谢归雪，星河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他身体已经好了，是什么刺激他了？总不能是这里住的太委屈了吧？我滴个乖乖，宿主你难道没发现吗？他是因为昨晚你节气的事情受刺激了。看着陷入入定状态的谢归雪，星河神色凝重，眼下不能让他继续狂躁下去了。系统赶忙提醒起来，他实力那么强，不可贸然靠近，否则会被他周身的屏障给击飞的。星河顾不得那么多，直接伸手去触碰谢归雪。当抱住他的一瞬间，就被一股力量吸入了精神识海。虽然识海里还是郁郁葱葱的样子，但黑暗气息仿佛侵袭了这里。妻主来了，一个沁冷的声音响起，冰魄般的眼眸染上了一丝黑气。归雪，你是不是不舒服了？谢归雪走到他的面前，轻轻地整理好他的长发，沁冷的触感不断蔓延开来。星河正准备悄悄地注入木系异能，却被男人一把拽住了手腕。妻主是不喜欢这样的我吗？不是不喜欢，我先帮你疏导狂躁的精神海。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谢归雪一把抱住，微微的弯腰压下。既然妻主没有不喜欢，那就是喜欢了，所以不用变回去，这样就好。说着，谢归雪将他抱住，一个旋身带到了冰殿内，紧接着沁冷又炙热的气息将他缠绕。星河的呼吸都乱了起来，他看不清男人的表情，只觉得他的气息侵入了五脏六腑。此刻他眼中都出现了水雾蒙蒙。不，归雪不要，我答应你的一定做到，但现在不可以节气，你的精神海会崩塌的。此刻的谢归雪带着摄人的气息，仿佛瞬间要将他吞噬。妻主是不愿意了吗？还是说妻主不满意我的表现？为了不让他失去理智造成损害，星河只能不断的安抚着他的情绪。你不要多想，就是你身体现在还没好，不适合在这个时候。可惜黑化的谢归雪完全没有理智，他反而将星河抱得更紧起来。妻主，我也会本能的发疯在意，难道是归雪的错，没有让妻主感受到那份在意吗？说着转身抱着星河进入了水池之中，在他快要沉入水中的时候，一下子将他拖住。水中的冷意和落水瞬间，让星河本能的抱紧了他。归雪，你冷静一下。此时星河看不透他谜一样的想法，这是被刺激后的样子吗？惊魂未定的星河眼角带着泪水，看到他哭泣的样子，谢归雪的眼神似有了一瞬的清明。别哭，妻主若是不愿意，归雪绝不会伤害你。星河突然明白了，之前的话不够明确，让他产生了误解。我没有不愿意，只是担心你的身体。我现在异能已经4级了，可以更好的帮你治疗身体，想等你身体好了再节气。谢归雪黑化的神色有了一丝挣扎，对不起，让妻主为难了，我也很爱妻主。说罢便极尽缠绵的低头吻了下去。星河感受到了他的浓烈情意，不过还是趁机将木系异能运转起来。很快谢归雪就恢复了平日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没压制住心底黑暗的他，是不是吓着妻主了？宿主冰雪灵兽至纯至性，黑化的时候依靠本能行事，但醒来后又会自责不如，说白了就是玻璃心，不仅容易内耗，还会因此伤身，所以他身体一直不好。听到系统的解释，星河赶忙安慰起来，我知道的，不过不许再说自责的话了。
了，也是我之前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，无论你什么样子都不会吓着我。两人终于明确了彼此的心意，随后星河便开始为他治疗伤势。谢归雪的神魂颤动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渴望着什么。神魂的触碰往往比现实更为敏锐，好想抱住妻主，可刚刚已经很不对了，不能在这个时候再去抱她了。突然门外打斗声传来，星河赶紧收回异能，你先歇息一下，我出去看看。刚刚走出房门，就见到一个红衣鬼美的男子正在与温南希他们打斗。妻主就任由他们如此拦着我吗？你是沈慈安？星河的脸色变得凝重无比。沈慈安看似天生含情，实则最是冰冷无情。他的眼眸盯着星河，带着一丝玩味，却邪气横生。怎么，妻主连自己的受夫都不认得了？看着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，星河感觉到浑身不自在。他看不清对方的实力，只觉得有股诡异的压迫感。温南希察觉到了他的情绪，瞬间挡在了星河前面。妻主别怕，我在。此时沈慈安周旋在几人中间，倒是显得有些游刃有余。妻主就任由他们跟我动手吗？要是动了真格吓到了妻主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星河猜测他的实力在他们之上，赶忙大声的让众人停手。看着四人都停手了，沈慈安却是邪气一笑，妻主不但容貌恢复了，也会调教受夫了呢，倒是颇有些手段啊。星河刻意躲开了那双迷惑心智的眼眸，随后拿出了早就写好的放符书。我知道你不想做我的受夫，放符书给你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。接过放符书的那一刻，他的笑容收敛了起来。只见他手指一动，放符书瞬间变为碎屑，紧接着他身影诡异，瞬间将星河揽入怀中。他身上的米粒气息仿佛禁锢一样，让星河完全无法动用异能，呼吸之间让人身体发软。妻主怕是忘了当年是如何逼我成为你的受夫了吗？随后他撩起了星河的发丝，轻嗅起来，果然气息都不一样了呢。飘渺阴冷的气息缠绕在他的颈侧，星河似是想起了从前，为了得到沈慈安，前身用尽手段让他取消已有的婚约，甚至将他未婚妻一家全部陷害流放，真是要疯了。前身都是做了什么？造孽啊，简直是！不过这也引起了星河的猜测，女皇曾经偏爱苏家，如今年迈重病导致政权不稳，后来才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。沈慈安的声音再次拉回了思绪，怎么妻主想要的时候就要，现在腻了就想要甩了我吗？星河倏然的瞪大了眼睛，什么叫要？我们之间可没有实质关系。那就是我的错了，妻主是怪我没把一切都给你吗？沈慈安的神色越发玩味起来，星河哪里见过这样的？本以为给了放符书就万事大吉呢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有红纱，恢复自由后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妻主可是赶走了我的未婚妻，总要补偿我的是不是？妻主知道我的本体是什么，我可不能恢复自由身，要是没了妻主会活不下去的。星河知道他的本体是血族兽人，能力高深且拥有魅惑的能力，流放路上的杀手遇到了他，都会被诡异的手法全部灭杀。看样子妻主是想起来了，所以要不要？完了，被定住了，根本动不了。他不会是要吸我的血吧？沈慈安，你若敢动妻主一下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花岭叶愤怒的全身仿佛都在燃烧，这才多长时间，你就如此在意妻主了？看来妻主果然不一样了呢。看看大家都在紧张你呢。沈慈安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将星河抱得更紧了一些，挑衅的看着众人。按照规则，受夫跟妻主之间做什么，其他受夫可无权干涉。所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然而锁骨处的痕迹却吸引了他。雌兽节气的第一个受夫会留下这个受夫的本体印记，青竹蛇鳞片印记。呵。节气了，有意思。说到节气，他们的眼神都有些灰暗。虽然比不过温南希更早的走进妻主内心，但绝对不能晚过沈慈安。几人脸色并不好看，但顾忌着星河，也无法跟沈慈安真的起冲突。沈慈安，你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，如今突然回来挟持妻主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沈慈安慵懒随意的看着他们，这怎么叫挟持妻主？我只想跟妻主亲近一下，以慰藉我的相思之情，不行吗？说着就抱起星河往屋里走去。宿主，你这个受夫强大啊！宿主或许可以，他对我没有情面，否则你以为我为何这么安静？他应该是有别的目的。我就是想看看他要干什么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沁冷的异能冲击而来，沈慈安神色一变，一把放开星河迎击这股力量。温南希快速上前将他抱住，怎么样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星河连忙摇头，随即看向院中打斗的二人，他们都很强大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但星河没有感受到沈慈安的杀意，不过还是担心谢归雪的身体。你们别打了，沈慈安，你停下来。谢归雪来到星河身边，一副担心的样子，妻主还好吗？别担心，我没事，你不要再动用异能了。沈慈安也缓缓地走了过来，我知道妻主心疼我了，所以舍不得我打架是不是？星河突然一笑，用审视眼神看着他。沈慈安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我们说清楚吧。可我想妻主去房间里单独谈一谈。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星河，语调都变了又变。身旁的温南希周身气息瞬间笼罩下来，让沈慈安不得不收敛了笑意。你的内伤竟然恢复了一些，看样子最近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了。眼见周围几人的异能气势不断释放，星河神色冷漠起来。沈慈安，既然这是你想的，那你跟我回屋谈一谈吧。几人见状立刻阻止起来，谁知道沈慈安会对他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我有数，我也是妻主的受夫，难不成只允许你们霸占妻主吗？沈慈安轻飘飘的语调让在场的几人简直无法忍受，然而他又伸手将星河拽到了身边。妻主别离我那么远，我会受不了。这话让星河尴尬的要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有多深情呢。这人简直比花岭叶还会说，但他的话里显然没有一丝真诚。刚刚进屋，沈慈安就唉声叹气，妻主当初招惹了我，现在连我的房间都给了别人，我这心里痛啊！以前妻主那么爱我，现在都厌烦我了吗？拜托拜托，那可是前身爱女，可不是我好不好？星河强忍住动手的冲动，我以为你不想回来了，家里房间也不够用，所以就那样安排了。沈慈安随即使用了结界屏蔽，然后压低了声音靠近星河，我生是妻主的人，死是妻主的死人，怎么可能不回来？哎。
自古雌兽多薄情，这才几天不见，妻主就厌弃我了？难道妻主不想体会一下跟血兽结契的感受吗？我一定让妻主若先弱。你闭嘴！你要真想留下来，等我赚多点金币再说。这回没有房间，你先离开一阵子吧。沈慈安可不是讲规矩的人，他站起来一把揽住星河，我晚上没地方住了，要不就跟妻主一个房间吧，这样也省着再建房间了。虽然沈家重女轻男，但应该没虐待过沈慈安，他与花岭夜不同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问题才是。一想到这些，星河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沈慈安，我知道你对我没感情，直说吧，你回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沈慈安带着诡异莫测的笑容，我对妻主能有什么目的？就是想跟妻主一直在一起，当我是什么天真的女生吗？几句甜言蜜语就想让我相信？沈家环境复杂，他估计得有800个心眼。我以前给你造成了一些伤害，你想要什么补偿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给足你补偿。而且以前你也厌恶我不是吗？沈慈安感受到了星河的不同，走到面前别有深意的看着他，我是厌恶以前的人，可不是现在的你。星河脸色一变，仿佛被看透了一样，但打死他也不能承认，于是赶忙转移话题。你不是有未婚妻吗？我给你自由，你可以去找她了。沈慈安有些不耐烦了，妻主不要想将我甩给旁人，也不要想着让我离开，或许我现在跟妻主结契，妻主才会明白我的真心。本来确实想要休书恢复自由呢，不过现在的妻主可真是宝藏啊，我怎么会舍得离开你？星河发现他此刻神色认真，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。不用结契，我信你就是了。只不过家里没有房间了，要不你去住山洞吧。听到这话，他不禁邪魅一笑。我回来就是要跟妻主一起住的，除非妻主跟我一起住山洞。说着话又想要再次拉住星河，这次星河直接动用了4级异能，动作又快又准，带着冰冷的气息。4级异能，雌兽竟然拥有4级异能。此时星河手中放出的藤蔓朝着沈慈安攻击而去，哪怕只有4级异能，也不能按照沈慈安的节奏走。沈慈安接招的同时还在念叨：妻主怎好如此狠心对我，真是心痛啊！可我舍不得对妻主动手啊。但他也发现星河战斗经验十足，反应极为灵敏，妻主的能力还真让人惊喜啊！看来当年的冒险是最正确的决定了。星河发现他只是接招，并不反击，仿佛陪着他玩一样。沈慈安看到他不高兴的样子，却站着不动了。正好星河的招式打到了他的身上，你为何不躲？沈慈安轻咳一声，我躲了，妻主就不高兴了。站着不动或许会让你高兴的。星河也只好收了招式，你不要无故的动手抱我，我自然不会再动手了。然而男人不讲武德，再次将星河揽在怀里，只是不知道用了什么异能，让星河完全无法动弹。沈慈安，你这算怎么回事？我很不习惯。没关系，这会儿不习惯，多抱一抱就习惯了。现在的妻主可不一样了，再不主动点怕是留不下来了。妻主我心口疼得厉害，让我抱一会就好了。当年被流放我都没离开，这回到了北京我更不可能走了。星河不断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样吧，你暂时先留下来，在旁边加盖一个房间让你住。不行不行，妻主知道的，我这人认房间还认床，我就要住我之前的房间。这可触碰到星河的逆鳞了，直接严肃拒绝。不行，谢归雪救过我的性命，还是我心中认定的受俘。就算他哪天离开了，这个房间也不会再给别人。门口等待的几人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。花岭夜整个人都要炸了。不行，我要进去看看。那个沈慈安行事诡异，要是伤害了妻主怎么办？萧继寒周身也带着冷冽的气势，冰系异能涌动着，准备随时动手。梅清晨也紧皱眉头，靠在旁边，身上的本命剑都在嗡嗡作响。好在此刻还有冷静的人，大家冷静，别添乱。我们要尊重妻主的想法和决定。他既然决定单独谈话，便说明他心中有数。而且沈慈安不会对妻主做过分的事情。虽然此人看似不着调，但做事还是有分寸的。温南希看出了他的身上并无杀意，想必他是厌恶家里的婚约，反而是他算计了妻主，让妻主娶了他做受夫，以此来摆脱家里的控制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我想起一件事，他们血族兽人的秘法可以解除契约，但他却拒绝了，选择跟着一起流放。花岭夜更是深有体会，在沈家雄兽就是联姻工具，他要是回去还是会被利用。娘家没什么可回的话，他应该会选择留下来。狐狸的语气中多了一份自嘲，沈家主至少不会要他性命，但我的母亲是真的想要我的命。当年父亲就是对母亲动了心，以至于受到伤害也不肯离开。原来心动竟是这种感觉。梅清晨倒是有自己的见解，所以受夫这个身份对他有好处。他对妻主并无感情，所以不用担心他做什么。萧继寒看着他神色冰冷，那是你没感情才会如此冷静。就在几人争执的时候，星河和沈慈安从屋内走了出来。温南希上前温柔地为星河整理衣服，还好吗？他没伤害到你吧？梅清晨看着褶皱的衣服，仿佛受了刺激一样。妻主，他是不是强行对你做什么了？花岭夜急忙收敛了气息，柔柔弱弱地跑到星河面前。妻主，你可吓死我了，我很担心你啊。星河看着他们心中一暖，我没事，害大家为我担心了。沈慈安暂时会先留下来，不过房间不够住了，辛苦大家在旁边一起加盖个房间，晚上我给大家做好吃的。一听这话，梅清晨都要破防了。他不仅要留下来，还能吃到妻主做的食物，凭什么他一回来就享受这个待遇？花岭夜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，你当初回来对着妻主喊打喊杀的，没把你赶出去都算好的了，你还想要公平？有资格吗？梅清晨，你若是觉得不公平可以离开，若是做不到以妻主为重，就不要留在这里了。梅清晨身上的气焰一下子就没了，一副幽怨小媳妇的样子。我不离开，刚刚算我说错话了，妻主不要生气，我一会也会去帮忙盖房。看着妻主烦躁的样子，萧继寒赶忙上前安慰起来。妻主，我刚将石墨做好了，你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，如果哪里不对，我再重新做一个。一听到石墨做好了，星河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在哪里啊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在后院的地方。萧继寒很自然地拉起星河的手，妻主小心点，我扶着妻主一起过去。花岭夜斜眼看着身后的沈慈安，那副勾魂摄魄的样子让人不爽。你到底对妻主做什么了？让你留下来的同时还能给你盖房间？没做什么，就是没有房间的话，我只能跟妻主住在一起了。你们知道，我做事全凭心情。
既然留下来高兴，那就留下来。随后他又看向沉默的谢归雪，你对妻主来说倒是独特，我的房间要不回来不说，妻主还说就算是你离开这里，房间依然会给你留着，就因为你救了妻主。说到这个，温南希就接过了话茬，讲述了当时的经过。若非谢公子，妻主可能都……沈慈安听后也是一脸严肃，怪不得寿皇城内想杀妻主的人太多了，以后我会留下来保护妻主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当初苏家主交代过你什么事儿，竟然让你从未想过离开？至少妻主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所有人都想过离开，唯独你从未提过。刚刚还温和的男人立刻收敛了神色，这你无需知道。既然要盖房间，抓紧时间到晚上还能盖好，可不能让这小子钻了空子，到时以此为由跟妻主一个房间，那还得了？温南希都发话了，大家便开始各自分工干起活来。我去砍一些木材回来，你们实力都比我强，在家里保护好妻主。随后他就神色落寞的去了山上，梅清晨去弄石头，其他几人开始挖土打地基。这面星河也跟萧继寒来到了后院，你打的这个石磨真好啊，这样就可以给你们做豆腐吃了，只要妻主高兴就好，还需要什么祭寒都可以去做。星河看着他神色动容，不过想到针灸时的样子，还有落下的针，视线不由自主的看了过去，不知道到底坏没坏啊。看到星河的视线，他不由得喉咙滚动了一下。妻主要为我治疗一下吗？妻主可以为我治好的，对吧？一想到这个事儿是自己造成的，星河就有些心虚。这个不能治疗的吧？我不行的。然而他心虚的语气，竟一下缠住了萧继寒的内心。妻主什么都不用做，跟着我就可以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我尽量研究一下，再想想办法。你别着急啊！就在这时，角落里叫声响起，星河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眸光都亮了起来，竟然真的孵出了小鸡，软萌萌的小鸡看着真可爱啊！萧继寒突然意识到，妻主似乎对毛茸茸没什么抵抗力，如果可以让本体变小一点，不知道妻主会不会喜欢。此时的星河还沉浸在喜悦里，这回有鸡蛋可以吃了，还可以做辣子鸡炒鸡，简直不要太美味了。就在他低头的时候，却看到了脚边出现的一只小狗。哇，哪里来的小狗啊？太可爱了吧！星河抱起小狗来回的抚摸着，柔软的手感竟还带着熟悉的气息。被抱着的小狗也是呆呆的不敢乱动，但身体却忍不住的轻微颤抖。小狗突然伸出舌头触碰了他的脸颊，哎呀，好痒啊！别！星河被小狗逗得笑了起来。随着星河手指的触碰，小狗的气息渐渐的有些紊乱，紧接着竟不受控制的变化成了本体。刚刚的小狗是你，怪不得气息有点熟悉。萧继寒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只能暂时变换大小。若是妻主喜欢，我还可以变成那个样子。星河发现小狼的身体有些发热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滚烫的厉害！你身体是不是不舒服了？萧继寒极力克制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不要去想那些场景。妻主，我没事。说着，他变化为人形，细心的为星河整理起头发。我刚刚想要博妻主一笑，没想到却没控制好。听到这话，星河有些感动，变换那么小的样子，想来对你的身体也不好。谢谢你，我确实很开心。没事，只要妻主高兴就好。我只想让妻主高兴。星河明白了他的心意，不应该让在意自己的人担心了。对了，明天我想去山里狩猎，为冬季存储一些食物，而且开店也需要很多食材。一想到梦想，想到事业，他的心中就觉得畅快无比。萧继寒看得出神，妻主是那样的自信耀眼，明明就在我的身边，却让我觉得他隔着好远好远。星河刚准备去泡黄豆，却惊讶地发现已经提前准备好了。萧继寒，你好细心啊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磨黄豆了。看到他满意的神色，清冽的眼中噙着一丝笑意。妻主不必辛苦，我来磨就可以了。只要妻主满意，他还可以做得更多。萧继寒知道学不会花凛夜的招数，也不如温南希那么早的走入他的心中，更没有在关键时刻救妻主性命。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走进妻主。很快，星河就煮起了豆汁，芬芳浓郁的香味飘散了出去。好香啊！妻主肯定又做好吃的了。快，盖完去吃好吃的。看着梅清晨这激动的样子，沈慈安有些诧异，妻主会做食物，这是寿氏大陆的新笑话吗？花凛夜挑了挑眉，这是自然，妻主做的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，反正你也不在，没吃过也很正常。不过以后未必都能吃到了。沈慈安似笑非笑，反而别有深意的看向温南希。妻主以前可是不会做饭的，如今的妻主变化倒是挺大。温南希没有理会他，却看向旁边沉默的谢归雪。谢公子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要动用异能了，要不还是回屋休息一下吧。谢归雪压住喉咙里的咳意，无事，我想为妻主多做点事，大家不必顾虑我，这些事我可以做。沈慈安眼尾一挑，带上了邪魅的气息。我观谢公子气质不俗，定是来历不凡。谢公子应该是全家族的宝贝吧？家人是否同意你与妻主在一起呢？听到这番话，几人都是一愣，这人胆子可真大，这样跟谢公子说话。谢归雪手中石块直接碎成了泥土。我的妻主，没人能智慧，倒是沈公子，你的前未婚妻就被流放在不远处吗？话音刚落，他的周身就散发出冷冽气势。沈慈安嘴角勾笑，也不甘示弱，看着俩人剑拔弩张的样子，温南希只觉得有些头疼。好在星河及时的走了过来，大家辛苦了，刚熬好的豆浆每人一碗，都来尝一尝。哎，后院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刚刚的气氛就不太对劲，这以后可怎么是好啊？对了，你们不能打架，打架的话晚饭就不用吃了。沈慈安收敛了气息，快速的走了过去。妻主放心，我们很团结的，怎么会打架呢？说着就接过了星河手中的碗，同时还故意的勾了勾他的手指。星河嘴角抽了又抽，赶忙放下了豆浆，你们自己喝吧，趁热喝。说完就快速的离开了，他怕再留下来，沈慈安还不知道使出什么招数。花狐狸眼里带上了一丝锋芒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我还没多看几眼妻主呢，就被你吓跑了。沈慈安笑得更加妖异起来，怎么是吓的？那是妻主害羞了而已。梅清晨直接又补一刀，你一个狐狸兽人，都没一个血族兽人会迷惑人，反正我也学不来他们的风格。花凛夜虽然讨厌，但沈慈安烧包的样子真是欠揍，真想打爆他的头，可惜现在打不过。被刺激的花凛夜手中的木头直接碎成了渣渣。我们狐族和血族完全不一样，狐族异能光明磊落，血族兽人才是诡异莫测，至少我不会
会对妻主使用幻术，那是狐族不屑于用我的方式。只要妻主喜欢，我还有更多的方式让妻主快乐。你敢？花狐狸眼中翻涌着怒火，随时都会爆发。温南希只觉头又大了一圈。你们确定要打架吗？别忘了妻主说的话，还有你沈慈安，就算房间没建好，你也别想得逞。所以别想着拖延时间。温南希的话让他们冷静了下来，继续干起了手里的活。星河快速的往灶屋跑去，却不想一下撞进了萧继寒的怀里，撞得他鼻子都有些发酸，太硬了，不知道鼻子有没有流血。星河不住的揉着鼻子，以后可如何是好？怎么能受不了呢？星河不明白他这莫名其妙的话，以后小心一点就好了。不用小心，以后我会注意一些，会温柔的。萧继寒轻柔的为他擦着鼻子，手中异能悄悄释放，姨鼻子不酸了。你刚刚动用异能了，寒症还没好，你还是要少用异能。萧继寒唇角翘了翘，这才拉着他的手去了后院，将纱布打开后，露出了整整齐齐的豆腐。星河拿刀轻轻切了一块，递到萧继寒的面前，你尝一尝，看看口感怎么样。看着他手中的那块豆腐，萧继寒没有接过来，而是直接低头尝了一口，很香很软。星河快速的缩回了手，轻轻的甩了甩，似乎要将那股感觉甩掉。晚上可以多做一些菜了，现在人多了，要多做一些食物才好。妻主真的要留下沈慈安吗？对于这个决定，萧继寒有些不解，只是暂时的。这个沈慈安行事全凭心情，或许他自己会主动离开的。沈家情况比较复杂，他是被家族利用来攀附高枝的，所以他可能不会离开。星河似乎明白了症结所在，若是我能帮他解决沈家的事情，他应该就会愿意离开了吧。对他来说，沈慈安行事诡异和不稳定，最好尽早解决问题，让他离开。看到妻主对沈慈安没有感觉，萧继寒才算放心下来。随后二人便开始做起了晚饭。此时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，正当云管家准备敲门的时候，云青兰却阻止了下来。云叔且慢，我亲自敲门方显诚意。云管家满脸笑意地看着自家公子，要不是老爷催促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苏姑娘呢。自家公子就不能主动一些？听到敲门声，萧继寒起身擦了擦手，妻主我去开门。当院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萧继寒一下涌上了危机感。云公子，萧公子安好。青兰贸然前来，打扰了。云管家站在旁边真是着急，公子这么讲究礼节，这样怎么能争得过这些人呢？萧公子见谅，为了不给苏小姐添麻烦，我们只好带着公子过来治疗。多亏苏小姐的医术，让公子的身体好了起来。云管家说的的确在理，但哪有雄兽会主动去对方家里的？这老头没说实话啊。云公子稍等，我先跟妻主说一声。随后转身向院里喊了一声，妻主，是云公子来了。正在建房的几人手上动作都是一顿，梅清晨没控制好力度，刚贴好的石头直接裂开缝隙。你又捣什么乱？这眼看都要建好了，又得重做。梅老板感觉有些烦躁，干活还干什么活？这一个个的都冒出来干什么？是不是还要建一个给人？温南希直接用异能堵住了他的嘴，你不要口无遮拦，有些话是会败坏别人名声的，知道吗？云霄成云家公子吗？想不到啊，这小小院落里都是世家公子啊，看样子我更不能离开了，否则连加盖的房间都没有了。沈慈安阴阳怪气的说着，然而神色却并没有认真。先干活吧，别等晚饭做好了，妻主还有等着我们。温南希总能安抚住大家的情绪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节气后他心中的感情完全不受控制。当星河走出来的那一刻，素净简单的装扮却难掩他的气质。云青兰神色微妙的变化着，看来公子并不是无动于衷啊。星河姑娘那蓬勃的生机实在是感染人，竟让公子愿意去看看这美好的世界。星河发现云青兰换上了蓝色锦袍，看样子是不怕冷了。云公子你来了，苏小姐许久未见。青兰贸然前来打扰，给苏小姐添麻烦了。星河想到拿了人家的枕巾，自然要尽心尽力才是。这些时日比较忙，没有及时为公子治疗，若公子不嫌弃，先进屋让我为公子治疗一番。云青兰脚步一顿，保持着一定距离，生怕自己的行为会冒犯星河。星河看着几个房间有些犹豫，又不好随便进寿夫的房间。萧继寒看出了他的为难，轻声上前，妻主还是带云公子去我房间吧。星河点点头，不再多说，随后便带着云青兰去了萧继寒的房间。星河伸手为他把脉，神色渐渐舒缓开来。云公子身体好多了，半年后定会康复，我先给公子治疗一下，之后再为你调整药方。一听需要治疗，云青兰犹豫了一下，随后就将手放在了衣带上。星河反应过来，赶忙阻止，别，我异能升级了，这次不用针灸也可以了。真是在慢半拍，他就要跟萧继寒一样了。青兰的身体多亏了姑娘治疗，无论需要什么方式，青兰都会配合。星河连忙摆手拒绝了，这次不用针灸了，下次再用吧。自己的寿服还好说，要是给云公子扎坏了，银针不小心掉了，那可真是说不清了。若是我清醒着让姑娘觉得为难，我可以像上次一样昏迷过去。星河没想到被他看透了心思，不过他担心若是云青兰脱了衣服，只怕门外那几个会暴躁的打起来。紧接着星河开始注入木系异能，磅礴的气息瞬间涌入云青兰的体内。宿主你是对的，通过自己修炼得到的异能，在使用的时候就不会降级，若是通过外在方式提升的，用起来就会被消耗掉。现在我明白为何宿主习惯靠自己了，那是当然，靠自己总会更有安全感。现在这样真好，宿主再也不用忍受淬炼的痛苦了，要不统统都会特别心疼。系统软萌的语调把星河给逗笑了。你知道沈慈安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他非要留下来？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或隐瞒？宿主放心，沈慈安对你没有杀意，否则流放路上也不会拼命保护你了。所以我现在没有赶他离开，但他为何能将我定住？是用了什么秘术吗？宿主他之所以留下，是因为他有瞳术，或许通过读心
心术，知道了宿主不是前身，而且还用那媚术定住了你，那有什么办法能够破解吗？这太可怕了！我心里想的他都会知道，难怪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。宿主放心吧，他也不能一直施展能力，只要你不看他的眼睛就可以了。等我再升级，就能帮宿主屏蔽读心术。不过他实力强大，也能更好的保护宿主啊。反正只要宿主安全就行。那个沈慈安留下来干活也不错，跟系统沟通完后，注入的异能也差不多了。正当星河收回异能时，云青兰惯性使然的往后倒了下去，恰巧倒在了星河的怀里。云公子，星河本能的接住了他，却被刚进屋的两人撞了个正着。然而看着花凛夜的眼神，星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完了，这回彻底解释不清了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梅清晨顿时原地爆炸。七主为什么总喜欢病歪歪的？花凛夜眼疾手快的捂住了他，你可闭嘴吧！难不成想给七主找麻烦吗？我相信事情不是那样的。虽然心里有些酸涩，但凡事要以七主为重，这个道理他懂。星河有些诧异的看着花凛夜，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。不得不说，的确深得我心。若是梅清晨乱说，还真有些麻烦呢。梅清晨，你从小被宠爱着长大，有些话不可以随意说出来，否则会败坏别人的名声。梅清晨有些神色复杂，我之前有些话是不是给七主造成了伤害？星河看着他也是无奈。云家是英雄之家，他的母亲怀有身孕，还在为北境而战，因此受伤才会导致早产，所以我敬重云家，你说话前也要过脑子。梅清晨哪里懂得这些？这番话让他意识到乱说还会闯祸。星河知道他说话不经大脑，语气也柔和了起来。你其实可以回京城去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与他们不同，梅家家世显赫，还会极力宠着你的。别的事情他虽不懂，但这话他可听得明白。七主不要赶我走，我刚刚一着急就，我会改的。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让星河觉得头大。我不是赶你走，我是觉得你不是的。七主我不要你觉得，那不是我的想法。七主我很有用的，我在这里梅家就是你的后盾，我还能做很多事情，我也能节气。别说了，简直是越说越歪了。我没有赶你走啊，反正你也想不通，想留下就留下吧。一想到梅家自始至终都在帮衬着他，星河终究无法做到铁石心肠。先让云公子休息吧，我先去做饭。随后三人就一起离开了房间。此时云青兰手指轻动，眼眸里泛起了一丝丝波澜。院子里梅清晨却无比积极。沈慈安的房间已经建好了，七主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不看，他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至于房间好不好，我可不管，你们忙吧，我去做饭了。画面一转，此时云青兰坐在屋里，想着刚刚星河的话语，原来云家做的一切都有意义，都是值得的。此时云管家也走了进来，公子，看你的气色感觉好多了，不光如此，身体都轻快了很多，感觉有了很多力气。说话间仿佛闻到了食物的香味，他也一下子来了食欲。云管家的眼眶瞬间红了起来，真好，多亏了苏小姐，才能让公子健康起来。云青兰轻声安慰起来，云叔别哭，我真的没事，这些年辛苦云叔了。云管家悄悄地擦了擦眼泪，我就是太激动了，家主知道了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到了晚上，星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看着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星河只觉得头有些大，大家都坐下吃饭吧，然而却没人第一个坐下。温南希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七主先坐，我们再坐，那我先坐了，大家随意一些。星河坐在了平时的位置，左右两边是温南希和谢归雪，然而沈慈安却走了过来，七主让我坐你旁边吧。星河本就不想搭理他，你若是不想吃饭也可以，直接回你房间就行，知道自讨没趣。沈慈安只好悻悻离开，大家快吃吧，中间这几道菜都是豆腐做的，尝一尝口感如何。见到星河先动筷子，他们才开始动了起来。梅清晨动作最快，吃了一口就忍不住赞叹起来，好吃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豆腐这种食物，确实很好吃。七主辛苦了，花狐狸的情绪价值必须跟上，七主做的食物每一样都好吃，凛夜最爱吃了。萧继寒连忙补充起来，这可是七主亲自磨的豆腐，做起来也很繁琐。听到这番话，大家吃得更起劲了，但沈慈安却一副慢悠悠的样子，他本就不相信星河还会做饭，不过在吃了几道菜之后，却眉眼一动的笑了起来，不知道七主哪里学得出这样的食物，连皇宫都做不出来。我记得七主以前可不会辨认食材呢。沈慈安的话让众人都停下了动作，他们心中都有疑惑，但从未想过这么直白的问出来。此时的氛围很是微妙，大家都不由自主的看着星河，似乎在等他解释什么。星河猜测是他的读心术看出了什么，我在梦中学的不行吗？梦里学的不是神兽教导就是传承记忆，可据说七主还无法画出本体，我们也不知道七主的本体是什么呢，这可真遗憾啊。星河握着筷子的手颤了颤，我的本体吗？他记得小时候画出的本体是一团七彩毛球，那是兽世大陆不曾记载过的，可这个举动却吓坏了父亲，赶忙抱起他输入强大的异能力量，让他化为人形。别担心，爹爹的闺女是最尊贵的宝贝，你现在还没有觉醒，只是幼小状态，等你有一天觉醒后，你就知道你的本体是最尊贵最耀眼的，但现在你还很弱小，不要让人看到你的本体好吗？星河神色微动，这段记忆让他想起了父亲，可现在父亲去了哪里？这些疑惑又去问谁呢？此时众人还在屏息紧张地等待着，或许呼之欲出的答案就要来了。星河回过神看向沈慈安，神色淡然，随你怎么想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，就是如此。宿主的秘密不要说出来。沈慈安一直在试探宿主，刚回来的时候还试探过温南希，不过他的确沉着稳重，值得信任。然而沈慈安并没有适可而止，眉眼间带上邪魅之气。七主不想说就不说了，不过若要让江墨川他们知道七主的样子，不知道会不会惊讶呢？提起江墨川，星河周身散发出了杀意，凛冽的气势瞬间镇住了所有的人。你若还想吃饭，就别提不相干的人，或许那是仇人。温南希看到他真的生气了，也是气势全开。沈慈安，没人可以强迫七主做
做任何事情。你若不服，可以来战。沈慈安知道他动怒了，再看看其他几人的神色，随即就变了脸色。七主别生气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些七主，才能更好的保护你啊。说着就端起了排骨汤递到了星河的嘴边。星河勾唇一笑，沈慈安，若是你怀疑我，或者觉得我不符合你心中的想法，你可以随时离开，这是放符书。星河在空间里写了很多份，随时可以拿出来给沈慈安用。七主，这个对我没用，我是担心七主变成以前那样，所以才会问这么多的。若是七主不放心，今晚我可以去七主的房间，什么我都可以给七主。此时众人眼中都充满了杀意，花岭叶更看不惯他烧包的样子，就算是七主要结气，也轮不到你啊。沈慈安，你不在七主的心里，七主是不会接纳你的，结气你想都不要想。梅清晨似乎找到了安慰一般，可不是，七主连我都不接受呢，就算排队也轮不到你啊，你还想插队，想屁吃呢？一想到自己不是垫底的，梅清晨此时倒是自信不少。温南希和谢归雪都没说话，只是静静的坐着。沈慈安，我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今晚我需要修炼蛊护实力。说完这番话，众人也不再开口，都默默的吃了起来。晚饭过后，云青兰便离开了这里。星河还准备了一些豆腐和豆浆，让云管家带回去给老城主尝一尝。属下看公子今晚比平日多吃了不少，若是公子能天天多吃一些就好了。今日已经给苏小姐添麻烦了，以后不能再如此了。听了这话，云管家叹了口气。苏小姐身边那几个兽夫吃个饭都差点打起来，明显就与传言不符嘛。云叔，不可评判苏小姐家里的事情，也不要外传。第二天一早，山林深处就出现了星河的身影。随着星河凌空一跃，手中软剑扫过之处，野兽被一一击杀。他的动作轻快凌厉，这一幕让几人都吃惊不已。此时他的神色专注凛冽，一袭长裙在晨光中格外耀眼。宿主太美了，这才是宿主真正的样子。只怪之前异能太弱，无法发挥实力。现在我的宿主不用人保护，就能咔咔乱杀。星河转身发现都在看着他，怎么了？我脸上是有什么吗？温南希上前轻柔地为他整理头发，没什么。没想到七主的软剑用得如此熟练。星河的神色有些慌乱，总不能说是上一世学的吧？可能是异能提升自动就会了吧？然而沈慈安身法诡异地靠了过来，想到读心术，星河就条件反射地向后躲闪。谢归雪恰巧就在身后，很自然地将他接住放下。七主还好吗？对上他清澈的眼眸，星河又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气息，似是一种灵魂的熟悉感。我没事，放心吧。沈慈安看着他们，随即摆出一副伤心的样子。七主可真狠心，连衣袖都不让人家碰一下。看到沈慈安那烧包的样子，花岭叶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没赶你走就不错了，还在这里要求这个那个的。梅清晨顺势补起了刀，我回来的比你早多了，七主都不接纳我，你还想接近七主，想啥呢？萧继寒也用防备的眼神看着他，你那些秘法对七主没用，得不到七主的喜欢，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徒劳。说到使用手段，萧继寒内心也是五味杂陈，若是那样管用的话，我早就跟七主结气了，也不至于如此了。七主最重视感情，我总有一天会打动七主的。星河也索性挑明了，你想离开随时可以离开，如果想留下来，就别想着用任何手段，对我可不管用。沈慈安看出了星河的认真，邪魅的神色也收敛了起来。我可不离开，总有一天七主会看到我的好，我会重新追求七主，咱们重新来过可好？梅清晨悠悠地凑了过来，我们两个你是垫底的，但咱们比兽皇城那5个强多了，你就想七主对咱俩都如此，到时候还能原谅他们吗？沈慈安简直哭笑不得，这小豹子还真是生性乐观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所以七主越是如此，我越喜欢。然而欢乐的气氛被一股气息打破，众人皆是脸色一变。谢归雪一把将星河护在身边，沈慈安也变得严肃起来。是变异兽潮，有一股很诡异的声音，附近有人在催动变异兽。随后众人将星河围在中间保护起来，大家不用管我，我能自保。紧接着就看到变异兽朝着他们攻击过来，几人迅速的战斗起来。星河脚尖轻点，身影如电，直接冲进变异兽中，仿佛破开苍穹势不可挡。他的剑法如行云流水，没有过多的花招，却精准实用，所过之处沙石飞起。看着他战斗的样子和气势，几人竟震撼的说不出话来。不知何时七主竟变得如此强大，仿佛经过无数次战斗一样，冷艳又致命，不再像流放路上那样需要他们保护了。沈慈安一边战斗一边凝神听着什么，随后如一阵风一样消失在原地。看着他诡异的身法，星河神色一变，果然此人的实力深不可测。谢归雪本想动用强大的异能，奈何星河就在旁边看着他，但他也暗暗下了决心，如果七主有危险，他会不顾一切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变异兽倒下，远处那股奇异的音调也停了下来。紧接着沈慈安就提着一个人落了下来，就是此人在背后操控这些变异兽，我已经将他的异能废掉了。流浪兽人看着他们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吓得瑟瑟发抖。别杀我，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的。温南希的威压直接落下，说是谁指使你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人是晚上找过来的，他教我吹的这个声音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眼看问不出什么，梅清晨就打算再揍他一顿。沈慈安立刻拦住了他，再打人就死了。我可以用搜魂术查一查。看着众人诧异的神色，温南希解释了起来。搜魂术是传说中的秘法，只有实力强大才能使用，但每次使用都会消耗本源力量，而且有违天道，不能常用。沈慈安却不以为意，只要能让七主高兴，使用点搜魂术不算什么。宿主，这个沈慈安秘法能力还挺多的，让他留下是对的。而且他也没做伤害宿主的事情，不如那些放符书还是别用了吧。就在星河准备阻止的时候，沈慈安带着一股力量点了下去。七主是心疼我用搜魂术吗？放心吧，找到背后的人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让他们用阴谋再害七主了。当力量涌入流浪兽人的身体后，沈慈安的神色开始变得凝重起来。随后他抓取了一团黑影放在众人面前，怕七主不信我，所以七主可以自己看。哎呀，宿主，这个沈慈安还挺上道，这样就没有任何隐瞒了。然而记忆中只有一个全身斗篷的黑衣男子，完全看不出具体容貌，看样子这人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背后这个人隐藏
藏得很深，但的确是冲着妻主来的。星河此时嘴角勾起冰冷的弧度，既然有人不想让他活着，那也要杀个有来有回才是。随后他手指一动，一剑解决了那个兽人。然而沈慈安此时脸色苍白，随着他的身形晃动了一下，朝着星河倒了过去，却被身后的梅清晨一把推了出去。你要做什么？沈慈安却眼神幽怨。妻主，我身体疼，我觉得只有贴贴才能好起来。这一举动让系统忍不住吐槽，这是什么烧包的血兽啊？怎么一个比一个浪啊？跟着宿主见识了其他人的手段，路子这么野的还是第一次见。这边还不等星河开口，梅清晨直接一拳打了下去，只听一声闷响，沈慈安直接晕了过去。看着他倒在地上，梅清晨顿时慌乱不已。妻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都没用力气他就躺下了。宿主，搜魂术本来就耗费本源，而且他取出光影后更是虚弱。为了留下来他还真下血本啊！星河赶忙蹲下来查看他的情况，然而沈慈安周身围绕着一层雾气，虽然无法查出具体情况，不过他现在确实没有生命危险。接着星河从空间拿出灵水给他喂下，又用木系异能治疗了一番。梅清晨，可能要麻烦你把他送回家去，然后你在家帮忙照看他一下吧。梅清晨本能的就想拒绝，为什么是我啊？我还想陪在妻主身边帮忙打猎呢。上次打猎我就没在身边，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。然而星河却神色坚定，放心吧，有他们保护我呢，而且我现在有自保能力。沈慈安在这里我没法专注采油。花领叶也帮腔起来，他是你打晕的，你不送谁送啊？你要实在不愿意，那我去送。他现在可不管别的，一切都以妻主的话为准。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梅清晨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化为本体，驮着沈慈安往家跑去。接下来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。星河担心温南希他们不懂药性，索性就自己动手采摘起来。不过谢归雪却能轻松的辨别出来，妻主，我可以帮你采药，我会分辨药性。看着他认真的眼神，星河点头答应下来。当他采摘起来的时候，星河也是惊讶不已，你真的会辨认药材啊？采摘起来的速度比我快多了。谢归雪轻柔的解释起来，小时候总是住在老宅，那里有专门的药田，我好像天生就会辨认那些药材，再加上我从小体弱需要经常喝药，所以对于这些会懂得多一些。星河觉得他这是谦虚了，冰雪灵兽真是极为聪慧，今天这些药的药性不错，我回去给你熬一些喝，也能让你的身体快些好起来。我不希望妻主太过辛苦，我的身体不要紧的。听到这话，星河的语调温柔起来，之前黑化的那个人可不是这样说的呢。谢归雪不由得耳朵都红了起来，星河就想逗逗他，喜欢看他低头羞涩的样子，不过一想到黑化的他，还是觉得得适可而止。宿主，他可能有双重人格哦，一个是纯情的他，一个是偏执黑化的他。不过黑化的他战斗力应该更强，然而凡事有利有弊，院子里的生活也会让他的内心受到影响，尤其是他们争宠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可真不平静呢。星河明白系统的意思，他也希望在意的人开开心心，我会注意这些的，或许他还是适合回到绿洲去生活吧。谢归雪似是想到了什么，忍不住的看向星河，妻主，等过段时间我们节气后，我想带你回去见见我的母亲，她一定也会喜欢你的。星河嘴角微动，想到前身的名声并不太好，很多氏族大家都很嫌弃他，不过这方面梅家的确很好，虽然梅清晨脑子不太灵光，但他父母是真的很好。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星河眉眼弯弯的笑着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看到妻主的回应，谢归雪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来，星河感受到了他的动作，反而直接一把抱住了他。你想抱我就直接抱啊，或者我来抱你吧。谢归雪没想到他会主动上来，身体反而僵硬的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他努力的克制着强烈的爱意，轻轻的将他揽在怀里。现在的他还真是和黑化完全不同呢，不过就喜欢他这个样子，我没那么脆弱，你可以用力一些。星河只想多安慰他一些，不想因为大家的争宠而感到难过。随着身体不由自主的放松下来，听着他的心跳声就很舒服。归雪，让你跟大家住在一起，辛苦你了。他不想看到妻主的愧疚，直接低头堵住了他的嘴。星河的眼眸倏然睁大，整个人都愣在那里。然而谢归雪却像做错事的孩子，赶忙将身体转了过去。我刚刚一着急，舅舅不由自主的做了这样的事，你可以怪我的。我只想说，只有在妻主身边的我，感觉才是活着的我，才能感受到欢欣喜悦的情绪。他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了出来，说出这番话就是不想让妻主误解，更不想因为自己给他增添负担。星河心神一动，踮起脚尖抱住了他。我喜欢你告诉我这些，随后轻轻的亲了亲他的脸颊。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，仿佛给了谢归雪鼓励一样，他再次带着冰雪般的气息低下头来，那浸润温柔的感觉让星河不由自主的沉溺其中，似是一种无力感让他无法站稳。过了许久，谢归雪才轻轻的放开了他，随后用手轻轻的捂着他的眼睛。我怕看着你的眼神会失控，也会吓着你。星河眨了眨眼，嘴角带笑，那可不能失控啊，你现在调养身体最重要，不过你那么好，我怎么会被吓着？谢归雪无奈又宠溺的抱着他，努力将翻涌的情绪压了下去。温南希他们在外围打了很多猎物，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沈慈安还在昏迷状态，梅清晨也在认真的劈柴干活，随后就各自忙碌起来。野兽处理一番后放入了冰窖中，萧继寒则开始帮着晾晒药材，现在他做这些都很得心应手。几天后他们来到了云霄城，然而两个店铺却发生了变化。花岭业记得上次并不是这样，感觉门口的石头都重新铺了一遍，仿佛被重新修整了一样。温南希也观察了一路，应该是整条街都被重新翻修了。旁边店铺老板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你说的没错，前些天少城主让人将整条街都重修了一遍，还是少城主人好，凡事都为普通兽人考虑。对，只要少城主身体健康，
咱们就可以安心做点小生意，也不用害怕被人欺负了。提起少城主，周围的人都忍不住想多说几句。星河对这些变化很是满意，只要云霄城治安管理得当，就可以安心在这里开店了。云青兰给的2个店铺都很不错，室内宽敞整洁，后院有水井和单独灶屋，非常适合做吃食生意。温南希第一个开口询问起来：“七主，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？若是需要桌椅这些东西，我可以现在就做出来。”花岭叶也积极响应：“七主，我可以做一些碗筷。若是开店需要做饭，我还可以用火系异能帮忙烧火。”萧继寒也不甘示弱：“七主，如果需要保存食物，我还可以制冰。”沈慈安则轻笑一声：“我什么都可以帮七主做。”七主尽管安排就是。站在旁边的梅清晨斜眼看着他，这明明就是他想说的话。七主，我有的是力气，劈柴、挑水、揉面、切菜我都行。嘿嘿嘿，这些天厨房的活我基本都会了，看你拿什么跟我争。谢归雪并没有说话，只是无声的看着星河，只要他的一个眼神，星河就明白了他的心意。受夫多的好处体现出来了，这样宿主就可以轻松很多了。星河点点头，随后看向几人：“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，回头我给大家多做些好吃的，保证一吃一个不吱声。”星河开始分配各自的任务。萧继寒，辛苦你在后院打造一个冰窖，方便存储食物。好，我这就去做冰窖。萧继寒答应的爽快，能为七主做事就很开心，没有用的时候才会让他心慌。南希，这是我画的图纸，要辛苦你帮我打造一些桌椅和碗筷。看着桌子上的图纸，温南希神色惊讶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精细的图画。沈慈安站在旁边不住的叹气，没想到七主连图都会画了。若是以后回了兽皇城，别人都来争七主，可如何是好？这些话让几人都沉思起来。七主现在这么好，他们宁愿待在这里过简单的生活，永远陪着七主就好。星河却皱起了眉头，我学这些是为了所学所用，不是为了给什么人展示的。说着便又拿出了一些实物图画，不再理会沈慈安。花岭叶一看就来了主意，七主，我可以把这些图样绣在布上，这样挂在门口，就方便大家看清楚了。想到石海里他父亲的经历，星河还是有些担忧。这个想法的确不错，只是绣东西会很辛苦的。花狐狸却自信地保证起来，不辛苦，我喜欢绣东西，交给我吧七主，任何东西我都可以绣。虽然没给梅清晨安排活，但他自己就去劈柴挑水了。沈慈安则去帮忙砍木头做家具，谢归雪则来到旁边的店面，这里准备开一间药馆，需要准备很多放药材的柜子。星河回到灶屋做起了馅饼，正好搭配之前磨好的豆浆。最基础的食物更容易打开市场。就在星河忙活的时候，沈慈安却手捧着一束花走了进来。七主，这是送你的花，希望你喜欢。花香瞬间弥漫在整个厨房，星河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他喜欢鲜花，只要看到鲜花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在末世的时候，就连活着的植物都变成了奢望。沈慈安一直观察着星河的神色，看样子七主是喜欢的。星河有些警惕地看着他，就算他喜欢花，也不会轻易接受。你为何送我这些花？沈慈安含情脉脉地看着星河，这段时间我没有回来，是我的错，我想重新追求七主，让七主重新接受我。星河刚要开口说话，沈慈安似乎怕他拒绝，便继续解释：我知道七主现在不会接受我，但请七主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认真的追求七主，让七主看到我的诚心。他可不会像梅清晨那个呆子一样，他会用七主喜欢的方式追求他。这段时间我也不是无缘无故消失的，真的是另有隐情。星河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一时间还有点无法适应，这简直不像平时的他。七主也知道我沈家是什么情况，我娘后院的受妇多，儿子也多，以前我娘觉得我还有用，所以对我还算照顾，只是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嫉妒，于是就有人想让我死。星河突然想起了前身的记忆，在流放路上的确有杀手是针对沈慈安而来，你家里人想杀你。沈慈安有些自嘲的口吻，是我的那些所谓兄弟，还有我娘的第一受夫也想杀我。星河知道有些家族为了争夺资源，兄弟之间相互厮杀也很正常，但还是疑惑不解。沈家有慈寿继承家业，跟你无关，为何还要针对你？沈慈安邪魅一笑，接着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因为我长得像我父亲，而那些受夫都恨我爹独得恩宠，自然看我也不顺眼。星河神色震动，想不到后院宅斗竟带出了恨意和杀戮，所以你去解决他们了，自然都引出来杀了。只不过七主不用担心，我只杀该杀之人。我这张脸看着不像什么好人，但血族兽人天生美艳，要是七主不放心，我可以划破自己的脸。沈慈安并不喜欢这招惹是非的脸，如果能让七主欢喜，那还算有用。星河赶忙阻止了他，不用，你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别人要害你，你反击也是正常的事情。沈慈安却突然笑了起来，好像终于有人理解了自己一样。七主的话我真喜欢，七主可真好，所以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不求七主接纳我，只需要给我一个追求的机会就好。星河有些好奇，那你之前的未婚妻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个虚伪阴险的女人，是我娘的第一受夫挑选的雌兽，这样她既得到了好的名声，还能顺便借刀杀人。只是没想到我嫁给了七主，彻底脱离了他们的掌控。这么说来，星河就明白了，前身就是被这张脸给迷住了，所以你故意出现在我面前，让我把你抢过来。沈慈安眼中掠过波光，温柔地看向星河，七主不是那个他，过去是我不对，但如今我喜欢追求的只是现在的七主你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星河有些意外，七主否认也没关系，我心里知道就好。七主放心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实际上沈慈安观察了许久，并不是心血来潮。七主，这是我第一次追求雌兽，也是第一次送花，若是七主不喜欢，我还可以再去采摘别的花。系统也忍不住起哄，哇哇哇，七主，这才是认真追求你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还是这个沈慈安会追啊，他了解了宿主的喜好，才用了这样的方式啊。面对用心的人，星河也说不出冷漠的话，他伸手接了过来，你这些花是哪里采的？星河此时就想用鲜花装点店面，到时候做饭心情都会美美的。去砍木头的时候顺便摘回来的。七主若是喜欢，我就去多采摘一些。然而实际是他专门去山上找的。接着他又拿出了一个花瓶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花瓶，可以把鲜花放在里面。
宿主沈慈安特别擅长揣摩人心，知道如何讨好宿主。虽然他的家世比不过梅家，但优势就是秘法多，作为兽夫也能更好的保护宿主。星河思索着这些话，同时将手中的花束放到了花瓶里。沈慈安随后用异能修剪了起来，让花束立刻有了层次感。看到星河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沈慈安也笑了起来。妻主，我再去多采摘一些花。星河点了点头，没有拒绝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为妻主做事怎么能叫辛苦？最近我还学了一些厨房的事情，妻主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。哎，要是早点回来，房间也不至于没有了，只能后面多弥补一些了。此时星河揉面切肉速度都很快，厨房的事情他游刃有余。沈慈安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，随后就出门去继续采花了。温南希来到后厨，看到了摆着的花束，眼底掠过灰暗的神色，随后就帮星河擦了擦脸上的面粉。忙活这么长时间了，先喝点水吧。星河喝着温度刚好的水，感受到了他的细心，有温南希在身边就会很安心。中午的时候，星河做了很多馅饼摆到了门口，随即就吆喝了起来：馅饼喽，馅饼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很快就围过来很多兽人，闻着倒是很香。多少钱一个？馅饼6个铜色金币，豆浆2个铜色金币。听到价格后，那人却皱起了眉头。不过有老顾客却认出了星河。哎呀，这不是苏老板吗？你做的辣椒酱我妻主特别爱吃。星河没想到碰到了老顾客，不过今天没有辣椒酱了，你可以买几个馅饼尝一尝。那行，我买6个馅饼，再来6碗豆浆。看到有人先开了头，后面围观的人们也纷纷购买。苏老板，你的东西肯定没得说，多给我来几张馅饼。苏老板，你之前的药包真好用，还有那驱虫药包特别好使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不断议论着，都希望能再买点药包。星河眉眼弯弯的指着旁边，以后我会在这里开医馆，大家若是需要可以来店里买。听到星河的解释，他们才算放心下来。此时店里也坐满了人，大家都对馅饼赞不绝口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馅饼？真的太好吃了！老板，再给我来5个。几人没想到生意会这么火爆，脸上都忍不住带上了笑容。还是妻主会做生意，看着这么多人，感觉比打猎有成就感啊！就连气质出尘的谢归雪也因这热闹氛围带上了烟火气。花岭叶绣好帆布后也来后厨帮忙，萧继涵还在后院挖着冰窖，沈慈安和梅清晨帮着收拾桌子，温南希则在门口看着摊位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妻主还在后院做着馅饼，很快就出锅了。然而一个刻薄的声音响了起来：哎呦，这不是温公子吗？怎么和你那草包妻主流落到摆摊度日了吗？大家不怕他在食物里下毒吗？温南希神色漠然，手中竹片瞬间射出，朝着此人的嘴巴削去。然而女子的兽夫及时出手，虽然挡下攻击，却也受了伤。吴翠香狠狠地瞪着他：温南希，你敢动手伤我？别忘了这里是云霄城，竟然想让我毁容！这个温南希简直可恶。温南希看他的神色，仿佛看着垃圾一样。星河拿着馅饼刚出来，就看到了眼前的一幕。你说我家南希动手了，有谁看到了？你可别在这故意闹事，否则一样可以被赶出去。宿主，她就是沈慈安未婚妻的妹妹，吴家2小姐吴翠香。看到星河的那一刻，她直接瞪大了眼睛。那个丑陋的星河竟恢复了容貌，还变得这么美。苏星河，在这里我的确奈何不了你，但在北京这样的地方，你怎么死的可能都不知道。温南希此刻杀意骤现，正要准备再次动手，星河按住他，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不能坏了这里的规矩。随后瞥了一眼吴翠香，在京城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这里也一样。吴翠香知道兽夫都厌恶星河，于是得意起来。沈慈安可是我姐的未婚夫，你霸占了又如何？他的心可不属于你。然而下一秒，透着杀意的声音响起：是吗？谁说的？看到沈慈安的那一刻，吴翠香露出了惊艳的神色，那可是她心心念念的男人。沈慈安，我知道你厌恶他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脱离他的。这番话实在让沈慈安哭笑不得。当年是我用手段解除的吴家婚约，你还想让我离开妻主？不想死的话赶紧滚！这几条臭鱼烂虾可不是我的对手。吴翠香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竟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杀意。此时排队的顾客却受不了了，我说你这个雌兽可真不要脸，没看到我们在买东西吗？就是，人家都让你滚了，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人家苏老板的样子还用跟你比？你也不看看你的样子，人家能做这么好吃的食物，是个雄兽都不会离开，你会什么？只会骂人吗？吴翠香气得咬牙切齿，她恨不得让兽夫立刻暴打这些人。妻主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，这可是云家管辖的。听到云家2字，吴翠香冷静了下来，她还期盼入赘到城主府，让少城主当她的兽夫呢。在她说出不可挽回的话之前，还是被兽夫劝着离开了这里。很快这些馅饼就被售卖一空。关上门后，星河就带着他们数起了金币，若是多做一些，还能赚得更多，到时候就可以雇人开作坊了。沈慈安神色微动，这样的妻主还真独特呢。随后星河又来到了旁边的店铺，谢归雪已经将一切布置妥当，完全就是星河想象的样子。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，妻主说过的话，归雪都会记得。不知为何，与妻主在一起，就有一种灵魂上的熟悉感。最近的睡梦里，他总会感觉妻主抱着他，轻轻抚摸着身上的毛，那种熟悉的气息他不会认错。此时的星河特别开心，一切布置妥当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开医馆了。不过还需要一些捣药工具。花岭叶赶忙应和起来：妻主，我之前就按照你说的制作好了。星河想起来之前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他就记了下来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把14打出名声，过些天就可以开医馆了。随后一行人便准备回家，大家都争着要驮着星河。沈慈安则直接幻化出本体，让我带妻主飞可好？看着那仿佛彩虹的羽毛，星河惊讶不已，难怪沈家想用它联姻，的确美轮美奂啊。梅清晨有些酸涩，以前也不见你露出本体的样子，这时候你倒是开屏了。沈慈安早就发现梅清晨没啥地位，所以也没回他的话。萧继涵倒是有些疑惑，你不是血族兽人吗？据说血族兽人本体和人形差不多的，只是更加妖异艳丽。沈慈安当然不会说是为了争宠，于是解释了一下，沈家血脉是孔雀家族，所以我可以像我母亲一样变换成这个样子。
星河摇了摇头，还是不麻烦你了，龟雪带着我就行。谢龟雪立刻张开翅膀，轻轻地将星河带上，随后直接凌空飞了起来。沈慈安神色凝重，没想到是传说的冰雪灵兽，我们跟着一起走，随时护着妻主。众人自然听从温南希的安排，一同向森林跑去。突然间，谢龟雪带着他落了下来，妻主小心！感受到了附近的杀意，几人纷纷戒备起来。不料天空中俯冲下来4只巨雕，温南希几人迅速上前打斗起来。吴翠香坐在一个巨雕身上，观察着下面。苏星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都给我上，杀了他！随后那几只巨雕开始冲着星河攻击过来。温南希抬手挥出风系异能，漩涡中藏着无数竹刃，瞬间将巨雕击飞出去。花岭叶释放出火系异能，虽然火焰不断射出，但巨雕4级异能速度更胜一筹。花岭叶化为本体，9条尾巴带着火焰向空中攻击，这火焰是太阳真火，我们的实力根本无法灭掉。几个兽人都是震惊不已，他一个狐狸怎么会有太阳真火？不得已，那只巨雕斩断了一块翅膀，才得以保存性命。其实花岭叶在火焰中加入了自己的血，他虽然实力还不够，但也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妻主。萧季寒的冰系异能幻化出万千冰刃袭向空中，几只巨雕的羽毛也化为一支支箭，不断的向着星河射击，但都被其他几人阻拦下来。梅清晨和沈慈安分别对上了2头狮子和2头灰狼，其中一个5级，2个4级。梅清晨虽然只有3阶实力，但身形旋转成一道道残影，爪子飞过又狠又快。沈慈安手法诡异，直接让5级狮兽原地禁锢，随着他手指一挥，那头狮子轰然倒地。谢龟雪直接释放了冰雪领域，却被星河拦了下来。别！不能动用这些力量。随着巨雕和狮子的阵亡，吴翠香身上消失了2个节气印记，她歇斯底里的嚎叫起来：“你们该死啊！用血祭的方式让他们去死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”星河嘴角勾起诡异的弧度：“龟雪带我上去，吴翠香我要亲自来杀！”看着星河俯冲过来，吴翠香的脸色煞白：“快走，赶快离开这里！”然而飞上来的沈慈安却拦住了去路。就在这时，星河一跃而起，手中软剑随即刺出，只是一个瞬间，吴翠香就断了一只手臂，凄惨的叫声响彻天空。地面上他的兽夫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死死地缠着温南希他们。其他3只巨雕则直接燃烧精血，瞬间提升了异能等级。正当谢龟雪气势全开，准备战斗的时候，沈慈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谢公子可别动用异能了，回头妻主又该心疼了。他们交给我，你还是护着妻主要紧。”随后，沈慈安身形如电的冲了上去，直接牵制住了几只巨雕。此时只剩星河与吴翠香在空中对峙。吴翠香捂着断臂尖叫着：“你怎么可能有异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战斗？”星河借助谢龟雪的身体凌空而起，手中软剑精准预判对方躲闪的方向。星河眼中闪过冷意，随着一道寒光闪过，一剑封喉。吴翠香瞪大眼睛，直到死前也无法相信这一切。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，对于想杀自己的人，星河更不可能留着活口。随着吴翠香一死，他的兽夫全都口吐鲜血，从空中直直掉落下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星河神色微颤，没想到真的是妻主死，兽夫死。若是流放路上我死了，花岭叶一定会跟着我一起死。至于他们有底蕴的家族，一定有办法规避这种制约。众人都紧张地看着星河，此时他冷酷的眼神让他们还不适应，那种杀伐之气，只有在战场才会磨练出来。一声妻主让星河回过了神，我没事，大家都有没有受伤？几人也是纷纷摇头，大家都没受伤，妻主放心吧。只是星河的脸色并不好看，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开制约吗？花岭叶脸色一白，妻主怎么想着解除这种制约？妻主不会要解除关系吧？没有节气真没有安全感啊！梅清晨有些沮丧，妻主现在变强了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很没用？沈慈安却笑得邪魅，就算有这种方式，我也不要跟妻主解除，大不了我跟着一起死就是了。这一刻他是认真的，几人都是一副紧张的样子，生怕被休了一样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只是刚刚的场面过于残忍，会让我有心理负担。我一出事，你们都要受到连累，再一想到自己的仇人很多，战斗的时候又从来不顾生死，现在顾虑多了，反而对战斗会很不利。还有，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出事。对于这话，几人都很动怒。慈寿向来喜欢这种制约方式，而自己的妻主却想解除制约。没有这种方式，妻主若是死了，我也跟着去就是了。沈慈安一副不在意生死的样子。花岭叶有些神伤，若是没了妻主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，连家都没有了，生死更没有意义了。温南希轻叹一声，用疼惜的眼神看着星河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温南希其实知道，只是不能也不想说，更不会解除这种制约。梅清晨这次却很认真，妻主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所以你不用顾虑我们。这次他也暗暗下了决心，我要回去用秘法觉醒，觉醒后才能开玲珑心通七窍，那样妻主就不会嫌弃我了。萧季寒则神色坚定，妻主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就算有事我也会死在前面，不会让妻主有所顾忌。谢归雪则轻柔地宽慰起来，妻主一定不会有事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妻主一起。他不敢说同生共死，因为他即使不在了，也要让妻主好好活着。星河没想到他们的反应这么强烈，别，你们就当我没说吧，大家随意就好。就在众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花岭叶释放火焰清除了战斗痕迹，看到他的火焰，沈慈安眸子微眯，狐狸啊狐狸，你确定你是普通狐狸吗？你这可是太阳真火啊，只有传说中的神兽金乌才拥有的火焰啊。小狐狸却有些懵懵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爹只是普通红狐，花家也只是个小农户而已，太阳真火可不会无故出现，那可是只有血脉传承才有的。温南希也点头同意，确实如此，如果你实力达到，也会获得传承技艺，或许你的先祖并不普通。星河想到花岭叶的刺绣，还有之前提到的祭祀壁画，也觉得另有隐情。看着他皱眉的样子，星河语气轻柔，不要去想那些了，你只需要做自己就好了。花岭叶忐忑的内心一下平静下来，是啊，只要妻主不嫌弃自己，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。回
回到家后，星河依次给他们熬制了汤药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，几人的身体都渐渐好了起来。接着星河就开始晾晒药材，温南希也在一旁帮忙，沈慈安则拿着工具帮忙磨起了药材。梅清晨看着他积极的样子，干活更加卖力起来，可不能被沈慈安抢前面去。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会不会就是最后一个了？此时的他心事重重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捣药工具一下碎裂开来。沈慈安斜眼看着他，这可是狐狸辛苦做的，你怎么还帮到忙呢？梅清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紧张兮兮的看着星河。星河只感觉有些好笑，没事没事，重新再做一个就好了。梅清晨闻言，眸子里闪过一丝懊恼。七主，我有件事要单独跟你说。星河沉默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他。好，那就去我房间说吧。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，沈慈安摸了摸下巴，他不会对七主做什么吧？你们也不管吗？花岭叶正在用火系异能熬药，他不会。再说了，七主4级异能比他还高1级。萧继寒更是淡定，梅清晨不会强迫七主的，感情上的事情他还搞不明白呢。温南希没有说话，只是拿着油纸制作着纸杯，他们说的事情都是小事，根本不用担心。看着紧张的梅清晨，星河觉得有些好笑，没想到他变得如此拘束了。有什么想说的就直接说吧，你以前可是有什么说什么的。梅清晨摇了摇头，以前是我什么都不懂，说了让七主伤心的话，做事也做不好。星河赶忙打断了他，别，你最近还是帮了不少忙的，就是性子有些急躁而已。梅清晨神色动容，我都这样了，他还在安慰着我。七主真是最好的雌生，我想回去觉醒血脉之力，那样我就会懂得很多，不会再让你厌烦。星河听得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一下说了这么多话。梅清晨依然努力做着解释，我做的不好，七主不喜欢我也正常，但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的房间可不可以为我留着？此时他的内心有些焦虑，留下来也没有任何竞争力，可万一走了又怕房间都没了。星河想了很多，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若你愿意回来，你的房间还给你留着，若你觉醒后不愿回来，我也会给你放符书。梅清晨坚定的点头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会变强，一定会对七主有用的。星河叹了口气，我的兽夫不是要对我有用，兽夫也不是拿来利用的，也许以后你就会懂了。梅清晨很是沮丧，他总觉得自己很废柴，最近本命间也似乎是沉睡了，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。星河看出了他失落的情绪，梅清晨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爱自己，回去后也要照顾好自己，无论因为什么，星河都感激他们一路相护，都希望他们好好的。梅清晨一时语塞，声音沙哑，七主谢谢你，这是我梅家的机关鸟，可以快速传信，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去做，梅家永远是七主的后盾，这是他对星河做出的承诺。看着手中的机关鸟，星河觉得很是神奇，这就是机关术吗？一时还真看不明白如何做的。我家里还有一些机关玩具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带给七主。随后梅清晨就回去收拾东西，只是现在他有些舍不得离开，这里的每一处他都想刻入脑海里。就在这时，星河拿着腊肉走了进来，你别空手回去，把这些带回去给你爹娘尝尝，帮我谢谢他们对付了陈家。梅清晨眼眶泛红，他好想抱一抱七主，可终究没有说出来。随后他便离开了这里。星河站在门口目送着他，沈慈安凑到萧继寒身边，他怎么会突然离开呢？就这么舍得吗？萧继寒目光深邃，七主又没给他放符书，应该还会回来的。沈慈安无奈叹气，现在七主都不跟我对视，都使不了读心术了，投其所好是不行了，看来以后只能靠猜了。温南希知道其中的缘由，梅家血脉可获得通灵之力，如此就会拥有神性，到时候连气质都会产生变化。谢归雪刚刚喝下了汤药，想到梅清晨神色微动，再过一些天身体应该就可以节气了，要尽快好起来才是。很快大家就默契的忘记了梅清晨，都在忙着苏纪14的生活。画面一转，寿皇城陈家已不复存在，梅家也查到了幕后主使，原来背后是柳家人，那一定跟柳梦妍有关了。就因为他，星河的名声被败坏，甚至还被流放了。他想躲在后面不沾手，算盘打得倒是不错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立刻对柳家的产业动手，必须出了这口气。梅夫人有些担心，听说江家和燕家这两个家族都在护着这位柳小姐呢。虽然他们曾经是星河的受夫，但为了柳梦妍强制解除了契约。梅家主高深莫测的笑了起来，那就让他们护着，以后星河回来了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受夫了。所以就算梅家受到损失，也要替星河出了这口气，更好的为儿子铺好以后的路。梅家底蕴的确强大，柳家各处产业均遭到打击。柳梦妍拦住正要出门的男人，大哥不必去找人了，就让梅家动手吧。柳大少却有些着急，这梅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就对我们动手了？柳梦妍反而很是平静，梅家想替苏星河出气而已，大哥不必着急，这时候去找人反而落了下风，我要让人主动护着我们。一听这话，男人明白了过来，还是妹妹有办法。江墨川他们喜欢你，见不得妹妹受到委屈，到时候定然会站在我们这边。柳梦妍嘴角勾起一抹邪笑，梅清晨、温南希，让你们当初看不上我，很快星河就会死在流放地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与此同时，魏家少主也收到了安慰的消息，梅家竟然因为这个打击柳家。少主，我们可需要帮助柳家。魏景墨却悠悠开口，谁说我们要帮柳家的？暗卫有些疑惑，外面都传少主为了柳小姐才跟苏小姐解除契约的。魏景墨眼神愈发轻蔑，只是不想去北京，顺势解除了契约而已，但对外总要有个说法才是。只是我这位妻主倒是有些能耐，竟然活到了现在，不如我也去流放地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梅家不惜与江家作对。暗卫赶忙提醒起来，少主别忘了苏小姐可是心狠手辣的。魏景墨摆了摆手，不以为意，我这位妻主小时候并不是这样，其中或许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到时候一看便知。公子，
你的本体不能去北境那样的环境，还请公子三思啊。魏锦墨冷冷一笑，无妨。对了，暗中帮梅家打压一下柳家，让江墨川他们着急去吧。回到北境，这些天苏记14打出了名气，纸杯豆浆和肉馅馅饼也成为了云霄城热门美食，几人也是忙得热火朝天。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北市部落吴家却高兴不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你妹妹怎么这么多天都没回来？大型狩猎活动就要开始了，他们不再怎么存储食物。吴翠飞很是烦躁，娘，妹妹行事向来如此，出去几天不回来也很正常。再说了，9个兽夫还能保护不好她？吴家主内心隐隐不安。我听说苏星河也流放到了北境，他们之间曾有过节，别再出了什么问题。吴翠飞本就不在乎妹妹的生死，娘是过于担心了。苏家早就没落了，他一个废物能翻起什么风浪？吴家主皱起了眉头，他觉得苏家绝不简单，尤其是苏家主那种血脉碾压的感觉，让他一直心有余悸。娘知道你还记着沈慈安，哪想到最后不得已解除了婚约，你心里不甘也正常。吴翠飞阴冷地笑了起来，沈慈安根本不喜欢他，苏星河是看得到吃不到，他才是最受折磨的人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沈慈安正在努力地献着殷勤，不仅天天研究星河的喜好，还在医馆能说会道地招待着顾客。星河则与温南希一起卖着馅饼，俩人含情脉脉的甚是甜蜜。此时一辆马车停在了远处，一个男人从马车上走了下来。老板，我买2个馅饼1杯豆浆，一共多少金币？星河只觉声音有些熟悉，抬头看去脸色骤变。那人看到星河的模样，惊讶的说不出话。苏，这真的是苏星河吗？主子之前的妻主，怎么比寿皇城柳小姐还美？星河想起了以前的记忆，语气冰冷，不好意思不卖。他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。温南希认出了此人，再看向远处的马车就明白了一切。魏家吗？魏东出现在这里，那意味着魏公子也来到了北境。魏东有些吃惊，苏小姐，我是魏东啊，我家少主。别跟我说这些，你家少主如何与我无关？星河神色冰冷，当初撇下他不管不顾，强迫他解除了契约，就算是前身的记忆，那以后也不会再有关系。魏东怔怔地站在那里，没想到以前巴结魏家的女人，此时却冷厉且陌生。温南希握了握星河的手，眼神中带着疼惜的神色。魏东看出俩人的感情，更是感到不可思议。他对温公子笑得那么明媚，跟刚刚的态度完全不同。但我背后可是少主啊，这么区别对待的吗？此时后面的顾客有些烦躁，我说小兄弟，人家不卖给你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就是，肯定是你主子做了过分的事，人家苏老板才会这么对你。魏东的脸色很是难看，只能空着手往回走去。他本想说点少主的事情，但明显人家不感兴趣，甚至还有些厌烦，不知少主何苦来这一趟。魏锦墨看出了他的脸色，语气柔和起来，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少主，属下觉得你不该来北境，你现在身体都有些不适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他慢慢的放下了茶杯，语气里带着威压。魏东，说实话到底怎么了？魏东只好硬着头皮开口，属下想去买点吃的给少主，没想到摆摊的竟是苏小姐，但她不卖给属下，而且态度非常冷漠。魏锦墨看向远处的摊位，虽然看不到星河，却看得出生意的确不错，还有他似乎很厌恶属下。苏小姐不仅恢复了容貌，而且我感觉她变了很多，属下都没机会提起少主的事情，以前她可是很喜欢听的。魏锦墨轻轻地摸索着茶杯，也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魏东知道少主情绪内敛，一向无法让人猜出心思。少主，咱们回去吧。那苏小姐说的也对，在天道规则下，你们的确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寿氏大陆有着天道规则，辞寿娶夫需对天道行跪拜礼，而解除契约需要天道时盖章确认，否则就要受到规则制约。当年少主5人规避了天道规则，强行解除了关系，这在衙门也是有备案的。一想到此，魏东更是疑惑，少主反正也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来北京这个地方，甚至还要忍受着身体的不适？魏锦墨突然淡淡一笑，有些事情已经变了。寿皇城有一则古老的预言，只有极少的人知道，但它关系着整个寿氏大陆。苏家主当年让所有人敬仰，必有不凡之处，而他的女儿定然也是与众不同。魏东一时语塞，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他担心少主会后悔解除契约，更怕最后无法改变反而伤心。星河继续热情地招呼着顾客，完全没把刚才的事情放在心上。后院的韭菜长了出来后，他就做了很多韭菜鸡蛋的馅饼，没想到反而供不应求。此时远处却传来了争执的声音，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崽吧，求求大夫，我给你跪下了。一个妇人正盖着寿夫求着大夫，熊兽手中的少年也变成了本体，不是我们不救啊，实在是伤势太重，我们没有办法。这时候医馆却走出了一个人，他指着星河医馆的方向，都说那位医馆老板医术好，很多人都去那边买药包，你们去求求他，想必他肯定会救你们的。你不是价格便宜吗？正好让所有人看看你的医术，免得再抢我们生意。那对夫妇立刻带着寿仔跑了过来，此时周围也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星河仔细地看了看伤口，只是外伤并无大碍，随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让人进了医馆。随着众人进入医馆，夫妻2人神色忐忑，不知道这年轻的大夫医术如何。刚刚将小黑熊放到床上，星河就开始给他处理伤势，不仅缝合了伤口，还暗中输入了木系异能。星河随后淡定地看向他们，放心吧，没事了。2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，多谢恩人的救命之恩。他们看得出来，儿子的伤势减轻了不少。大夫，不知道诊金多少，我们都会补上。星河看了一眼他们的穿着，知道他们并不富裕，200个铜色金币就好。夫妇2个满脸惊讶，根本不敢相信刚刚听到的，这么便宜吗？其他医馆的看诊都不止这些，更别说
说治疗用药了。几天后，当他们带着儿子走出医馆的时候，直接引起了一片哗然。原本众人就等着看星河出丑，没想到竟看到了这样一幕。不是，真的好了，之前我亲眼看过，那么大的伤口呢，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？那妇人笑着解释起来，苏大夫的医术真是神奇，不知道他是如何治疗的，当场就不再流血了。最关键的是他人美心善，只收取我们200同色金币，他真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啊！小黑熊也憨憨的不断点头。苏姐姐特别好，还给我做了好吃的，我以后要好好报答苏姐姐了。众人见状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，以后大家要认准苏记医馆了。那是，我之前买的药包真的好用，没想到医术也这么厉害。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街头巷尾。寿氏大陆医疗本就落后，附近有个好的医馆，就能大大提高他们的生存保障。慕名前来的人实在太多，星河连续不断的帮忙治疗，看着妻主如此辛苦，大家也都心疼起来。不能这样忙下去了，你太累了，以后医馆的接待人员要有限制。星河看出了他们的担忧，以后我只接一些疑难杂症，简单的病症就不接待了，不过可以让他们随意买药。还有就是该招收一些徒弟了，为开更多的医馆做足准备。云霄城某处宅院里，魏景墨正看着寿皇城传来的消息，此时魏东走了进来。少主，苏小姐竟然连医术都那么厉害。属下让人观察了那个少年，的确完全恢复了健康。现在医馆放出消息说要收徒，那边已经人满为患的前去拜师了。寿氏大陆天道制约，一旦拜师成为师徒，徒弟就不能做出背叛师傅的事情。魏景墨听着这番话，神色也有些复杂，他还真是越来越不一样了呢。忙碌的日子很快过去，星河也为谢归雪调养好了身体，所以这天早早的关了店门。谢归雪带着星河飞入了高空，他们要准备回到绿洲别院了。星河抱着他飞在高空中，笑的是那样开心。妻主喜欢的话，我还可以飞得更高。星河非常喜欢高空的感觉，有谢归雪在身边，这种感觉更加奇妙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高空中的灵气都比下面浓郁呢。当星河抬头望向那层层厚云，似有什么光芒若隐若现。谢归雪不动声色的用意能挡去风力，让星河可以感受温润的清风。此时的星河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谢归雪轻动翅膀，很多鸟和蝴蝶围了过来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星河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。很快他们就回到了绿洲别院，这棵树也是他们拜天道的见证，两人的名字也刻在了上面。你还在树下种满了花草，之前的时候还没有，你之前提过一次，我便让谢姨他们布置了。这棵树对我们的意义不一样。星河轻轻触摸着银杏树，很是感慨。此时谢归雪已经用鲜花亲手编织了一个花环，这个花环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。星河脸颊微红的接过花环，好漂亮，我很喜欢。随后他拿起花环戴到了星河的头上，只觉得在阳光下，她是那么的美丽耀眼。妻主很美，妻主的灵魂很美。星河轻轻的笑着，虽然知道你在夸我，但我还是很高兴。不是的，是真的很美。他最近总会梦到模糊的场景，他能感觉到那模糊的身影就是妻主。星河看着远处种满的花，呼吸一下都是芬芳的气息。谢归雪知道他喜欢花，于是便在山上种满了薰衣草。星河疑惑地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薰衣草？男人的眉眼带着温柔的光泽，有种感觉妻主会喜欢。我还酿造了桂花酒，很早之前就埋在树下了，晚上我挖出来给妻主尝尝。桂花酒，星河神色突然恍惚起来，末世里他最喜欢的就是桂花酒。每当他默默喝着的时候，那只小猫总会安静地陪着他。想到那些时光，星河的眉眼都带上了柔和的神色。随即他拉起谢归雪的手，走，我们去看薰衣草花海。星河快速地跑着，脸上晕开了融融春意，是那样的无拘无束。慢点，别摔着了。谢归雪紧紧地拉着他，白色衣衫随风飞舞。此刻的他们如同一幅画卷。星河欢快地跑着，整个人的心都活了起来。上一世的经历让他太过压抑，此时他才真的放松下来。不对，种植薰衣草需要时间啊，怎么这么快就种出来的？星河嘴角上挑，一副调皮的模样，就是找人移植过来的。然而实际是他使用了特殊能力，只为让星河开心起来。星河转过身，主动地抱住了他，踮起脚尖，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。归雪，谢谢你，我很开心。不要说这些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随后便主动热情地回应着他，如同春风拂过花瓣，带着小心翼翼的真实感。不知何时，星河拉着他倒在了花海中，然而一阵咕噜声打破了氛围。星河觉得有些尴尬，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谢归雪宠溺地笑着，妻主是不是饿了？那我去准备晚饭。星河尴尬地低着头，你都不笑话我吗？我怎么舍得笑你？是我不好，现在还不到晚上，我先去做饭。星河又想要逗一逗他，故意凑到他的耳边，你怎么舍得丢下我去做饭呢？没有，那我抱着你一起过去。不要，我想要你背着我。不知为何，在他面前，星河就忍不住的想放纵一下。谢归雪宠溺的背起了他，稳稳当当的向着冰店走去，要抓紧准备晚饭，可不能饿着了他。谢归雪担心冰店太冷，于是全部改成了木质房屋，并且全部按照星河的喜好打造。我去准备晚饭，说着便去厨房忙活了起来。星河就在旁边笑意浓浓的看着他，仿佛怎么都看不够一样。感受到了他的视线，谢归雪眼中含情，我会一直陪在妻主身边，妻主想什么时候看都可以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会一直陪在我身边。星河喜欢他待在身边，有种让人心安的感觉。很快晚饭的食材就准备好了，他还挖出了之前埋的桂花酒。星河疑惑地看着他，总感觉他不太能喝的样子。你能喝酒吗？别一杯就醉了。放心吧，包没事的，而且我还想陪着你一起喝。就这样，俩人一边涮肉一边喝了起来，紧绷的精神也缓缓地放松下来。闻着花香，看着天空的星辰，不知不觉星河就有些多了。妻主，你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星河使劲摇晃了一下，他以前可是千杯不醉的，可如今的身体好像体质不同。不，我没喝多。就在谢归雪准备拿过杯子的时候，但星河不让，拉扯之间，他一下子靠在了他的怀里。归雪，我唱歌给你听吧，你是不是没听过我唱歌？星河彻底的放松了下来，不再收敛自己的性子，唱着唱着起身脱掉了鞋子，挥动着
衣袖翩翩起舞，裙摆如流水般飘动，舞姿更是缓慢柔美。谢归雪此时呼吸一滞，心中的情感再也无法克制，她飘落在星河面前，一把将他揽住，看着他的眼眸，这一刻他确实醉了。清冷的眉眼满是温柔，星河轻轻呢喃：“我们去花海。”好，谢归雪抱着他去了花海，两个人置身花海中，仿佛周围的温度都在上升。风吹过淡紫色的薰衣草，花香弥漫之间，将两个人裹进了芬芳的漩涡中。随着花海泛起波浪，他仿佛听到了心跳的声音。风越来越大，花全部簌簌飘落，花枝迎风飘荡，互相舞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靠在他的怀里沉沉的睡了过去。睡梦中，他再次来到了谢归雪的尸海，这一次他竟看到了一只猫的样子。星河全身一震，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：是兰兰吗？可他的宠物猫不是死了吗？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随着一声猫叫，他跳到了星河的怀里，就像以前的习惯一样，乖巧地贴着他。星河的眼眶一下红了起来：兰兰，你还活着对不对？是不是还活着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能带你出去吗？他看着星河担忧的样子，喵喵地叫着，似是安慰。星河抱着他，生怕那是一种幻觉。兰兰，只要你活着就好。可过了一会，兰兰突然间虚弱着昏睡了过去，然后变成了冰雪灵兽。星河震惊地瞪大眼睛：归雪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星河从来没想过会这样，虽然他们的确有些像的地方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星河有些着急：归雪，是你吗？突然一道力量闪现，直接将星河从精神尸海送了出去。他想醒过来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随后他进入了一团迷雾之中，顺着这团迷雾，他缓缓前进，然后就看到了上一世的自己。那是一次他回到老家祭祖，却发现了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猫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星河，挪动着虚弱的身体不断后退。星河看着这样可爱的小猫，心中愈发柔软起来：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你受伤严重，我房间里有药可以帮你治疗的。小猫看出了他的善意，逐渐地放松了警惕和戒备。星河将他轻轻地抱了起来，进屋将他的伤口处理了一下。此时他才刚刚觉醒微弱的异能，随着异能运转，不断地注入了小猫的身上。眼前的小猫很有灵性，乖乖地任由星河为它治疗。看着渐渐好转的小猫，星河神色柔和：你有主人吗？小猫很有灵性地使劲摇头，似乎能听懂他的话语。末世开始后，混乱的城市建成了个大基地，拥有异能的人负责清理丧尸，从而确保基地内人员的安全。随着异能不断提升，星河也帮助了更多的人，而那些为此牺牲的异能者，就是星河格外敬重的英雄。随着日复一日的过去，他也成了星河唯一的牵绊，甚至在星河生病的时候，他还会在身边照顾着他。然而在一次丧尸潮后，基地出现了危机，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，无数高级丧尸袭击而来。星河用了最禁忌的方式提升了异能，就在他准备同归于尽，牺牲自己的时候，是他的及时出现救下了星河，而他却被利爪穿透了身躯。那一刻让星河无法忘怀，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心结。看到这段记忆后，星河止不住的流泪。可此时一道光芒再次涌现，他来到了一处宅院里，不料谢归雪已经昏迷不醒。一个尊贵的妇人有些焦急：巫医，我儿怎么样了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。那巫医无奈地叹了口气：灵魂不全，昏迷不醒，他就是我的命啊！我可以给你跪下。妇人的声音有些失控，巫医也被他吓了一跳。别，谢家主这是折杀老夫了。若要探查灵魂原因，还是需要找到月族人，他们可以通过祭祀与神灵沟通，或许能让他残缺的灵魂归来。巫医说了很多关于月族的事情，谢家主不住的点头。星河感受得到，谢家主极为爱他的儿子。随着迷雾阵阵飘过，房间里多了几个模糊的身影，当空中漂浮的光芒融入他的体内，月族人的做法才算结束。谢家主不必担心，公子的灵魂已经融合了，只是那部分灵魂曾寄住在了一只猫兽的身上，而他似乎在牵挂着什么人，所以才迟迟不愿融合。谢家主实在疑惑不解，他从小性情淡漠，怎么会有牵挂的人？月族族老摇头叹息，那部分灵魂受伤严重，虽然我们治疗了他的伤势，但属于他的记忆也随之消失，画面渐渐模糊起来。星河此刻心神震动，原来猫的灵魂是他，怪不得会有灵魂触动的感觉。此刻他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，心口涌上一股窒息般的疼痛，渐渐的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看到旁边沉睡着的谢归雪，原来是你，对不起，我竟然一直不知道。可此时星河突然意识到了不对，之前节气的时候他是那么炙热，怎么身体会突然变得如此冰冷？归雪，你快醒一醒！归雪，你别吓我啊！星河不断的呼唤着他，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将木系异能全力运转，却依然无济于事。系统，星河不断的召唤着，然而系统为了回避他们节气，屏蔽了一切信息，呼呼大睡。星河快速的将他带到了冰殿，谢意也将巫医请了过来。星河的内心很是慌乱，不想他再一次因他而出事。如今只是节气，怎会出事？他的身体应该已经好了，而且特意选择了这个别院，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。巫医把过脉后不断叹息：6年前公子突然陷入昏迷，就是灵魂出现了问题。月族族老曾经说过，他灵魂后期或许出现不稳的情况，看来只能找月族人治疗了。听到这话，星河很是难受，此刻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气息。系统赶紧询问起来：宿主，你是不是不舒服了？宿主不要难过，你就是考虑太多太累了。不过说来奇怪，节气应该提升2级异能，可你这次只提升了1级呢。星河将识海里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系统，怪不得那只猫有了灵性，所以那只猫就是宿主的心结。星河看着他们神色坚定，我去找月族人，他记得曾经解除婚约的月无痕就是月族少主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不料此时大门打开，谢家主却走了进来，不必麻烦苏小姐了，我这就带我儿回去找月族族老。谢家主直接掠过星河来到床前，归雪，娘来看你了，娘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。谢家主呼唤了几声并无反应，接着便让人将谢归雪带了出去。他神色复杂的看向星河，你是叫苏星河吗？星河对他行了个礼，是。
星河见过谢家主，他神色缓和了起来，叫什么谢家主？叫伯母吧。看到你就想到了年轻的自己，只是归雪不该动情，如今他随时都有危险，还是离开这里，先把身体治好。你说呢？星河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自然不会去叫什么伯母。谢家主，我只希望他能好好活着，若是需要我做什么，星河定会全力配合，不管他的态度如何，我和归雪的感情都是真的，哪怕会付出什么。谢家主的眼眸泛红，随后将自己的镯子戴到了星河手上，这是伯母给你的，你跟归雪的情况我也知道，我承认你们的关系，不过他就是我的命，我希望此刻他不再动情，不要再有波折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承认与支持自然是不同态度，星河如何听不出来？只不过就算为了爱情，他也不想委曲求全。谢家主，这礼物太过贵重，我不能要，不过你说的话我明白了。为了说服星河，谢家主继续补充起来，这是归雪父亲给我的，是历代冰雪灵兽的七主所有，然而他的体质异常特殊，若无法浴火重生便会陨落，只有灵魂彻底稳固，才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，而你们之间有着天道制约，你若危险他便危险，而我不希望他有任何闪失。星河知道不能纠缠下去，但他还是想坚持一下。我明白谢家主想要放夫书，只是这样对归雪很不公平，难道不要问下他的意见吗？可是谢家主却轻蔑地笑了起来，他很孝顺，自然会明白我做的一切。如果苏小姐有什么条件，你可以尽管提出来。星河自知尽力了，很多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，随即就按照谢家主的意思写了放夫书。好孩子，若你们有缘还会再相见的。说着他便拿着放夫书直接离开了。星河看着他们离去，感觉心都空了一块，他强忍着翻涌的情绪，没让自己失态。这时候谢依走了过来，苏小姐，你别怪家主，他被族中之人暗杀的时候，是公子的父亲救了家主，而谢家竟得知了冰雪灵兽，随后派出了很多杀手追杀家主和林公子，最后关头林公子献祭精血化为丹药，才让家主提升了异能得以脱险。星河此时震惊的说不出话，没想到冰雪灵兽竟然会献祭自己。谢依还在继续讲述着，家主为此杀了很多谢氏族人，他总是自责没有早些写放夫书，而他也是为了公子才选择活了下来，否则早就追随林公子而去了。这一刻星河似乎释怀不少，让谢归雪好好活着才最重要。随后将那枚吊坠也拿了下来，这个回头给你们公子，也不必提我，只是刚刚的镯子却无法摘下，为何一直拿不下来？谢依有些为难，只有7级异能才能拿下来，我只有6级也没办法。星河定了定心神，我知道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谢依知道此时说什么也无用了，我送苏小姐回去吧。随后谢依带着星河往回飞行，然而一阵弓箭震战的声音立即传来，无数箭矢直接爆射而出，朝着星河杀了过来。苏小姐小心！谢依释放异能挡住了第一波攻击，星河果断运转5级异能，从谢依的背后一跃而起，身影旋转的同时，手中剑花宛如一道银色屏障，无数箭矢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箭雨一波接着一波，毫无减弱。谢依疯狂的释放异能，可恨不知道什么人在此埋伏。星河感受到了对方异能的强大，到底是谁想要杀我？不知针对的是我，还是我背后的兽夫们？苏小姐，我拖住他们，你快逃！此刻谢依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，他知道公子有多爱星河，一定会为了星河回来的。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公子一定不会独活。伴随着谢依异能全力释放，无数石柱破土而出，随后他便迎着这股力量冲了上去。星河看到了他身上的血迹，绝不能让谢依牺牲，哪怕拼着反噬的危险，也都要好好的活着。此刻星河手中凝聚着一个灵气漩涡，周围的灵气疯狂的朝着星河涌去，灵气的快速膨胀让他到达了6级。宿主，你快停下，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炸裂开的，受到的反噬太厉害了。宿主，你就不能心疼下自己吗？此刻系统都快哭了出来，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星河却神色愈发坚定，他们的目标是我，谢依拖不住他们，别怕，我心里有数，为了我的兽夫们，我也不会让自己出事。这种情况只有战斗才是唯一生机。谢依用尽了全部力量，鲜血不断的从他身上流了下来。当星河身上的裂纹变成了红色，他的异能也直接升到了7级。随后他便直接踏空而出，将地面无数箭矢拔了出来，紧接着便射向了那些躲在暗处的兽人。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响起，放箭的兽人一一坠落。随后一个瞬移来到了谢依面前，他们交给我。这一刻的星河极为冷酷，谢依有些恍惚，苏小姐竟然如此厉害吗？藏在暗中的杀手也爆射而出，瞬间就将星河围了起来，给我杀了他！领头人大喊一声，杀手们瞬间便涌了上来。星河眼神带着蔑视的神色，随即软剑横扫而出，划出一道道致命的荧光，一个个杀手应声倒地。谁说他只有4级的？这么多6级高手都殒命了，这是个女杀神啊，太恐怖了！此时北罗部落宅院内，温南希一直感觉心神不宁，突然间伴侣印记一下灼热起来，他直接从房间爆射而出，朝着一个方向瞬间消失。与此同时，宅院上空落下来了声音，七主有危险，速来！沈慈安咬了咬牙，直接化为了本体，你们快上来，我带你们飞过去。花岭叶和萧继寒对视一眼，直接化为变小的本体跃了上去。此刻他们的心都紧紧提着，那种慌乱的感觉在心口涌动。谁若伤了七主，即便拼上性命也要不死不休。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息。温南希的身体一颤，内心翻涌着嗜血的感觉。他将异能运转到极致，逼迫自己以最快的速度前进。此时星河被众多杀手围在中间，随着他的身形快速旋转，手中软剑瞬间划出凌厉的弧度，疏忽间刺出数剑，招招直取要害。围攻的杀手一一倒下，而他的剑上也带着未明的血珠。此刻的黑衣人本能的胆寒发颤，给我上！杀不了他，我们也要死！给我杀了他！他们接到的是绝杀令，绝不允许目标还活着。星河嘴角勾起了蔑视的笑意，想死就成全你们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不期
气而至。七主，温南希心中无比震撼。这一刻温润不在，他知道5级异能还不够用，直接释放出远古天蛇的血脉之力。仅仅一瞬间，2个6级巅峰的杀手就被秒杀。远古天蛇，好强的血脉威压！同时他指尖一动，风系异能裹挟着无数竹片，直接化为漫天寒刃，如同离弦之箭朝着敌人飞射而去。这些剑快的没有破绽，只有一线银光刺穿喉咙。星河的剑招如暴风骤雨倾泻而下，避无可避之间收割着杀手人头。两人的配合极为默契，一攻一守间剑气交织成网。沈慈安感到这里激进疯狂，感动我七主，你们都该死！说着，他的眼眸瞬间变为血色，瞳术异能施展开来，随后身法似鬼魅一般，化为一道残影冲了过去。血色领域随即释放，直接禁锢了数名杀手，手中利刃划过瞬间，杀手一踉跄倒地。萧继寒和花岭叶此刻也燃烧了精血，他们就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很快，杀手们就被他们全部斩杀。回过神来的几人立刻上前：“七主，你怎么样了？七主，你吓死我们了！七主，你怎么突然变7级异能了？”几人都紧张地看着星河，生怕他有伤到哪里。星河连忙摇头：“我没事，用了点秘法提升了异能，不过会有点后遗症，昏睡几天应该就好了。”看着几人疑惑的神色，星河知道他们担心什么。我已经给了谢归雪放符书，他有属于他的生活，或许不会再回来了。这话如同惊雷一样震住了4人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星河随后来到了谢依身边，直接运转7级异能，很快就让他恢复了过来。苏小姐，谢依还沉浸在震惊之中，她无法确定家主的决定是对是错。可此时的苏小姐绝对配得上任何优秀的雄兽。谢依，你回去吧，还有这个镯子，辛苦你也带回去吧。说着便将镯子递了过去。谢依脸色一白，目光错愕：“苏小姐，这是家主给你的镯子，我不能带回去。”星河神色坚定，直接强硬的塞到了谢依手中。谢依明白了他的意思：“苏小姐保重，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来找属下。”星河摇了摇头，神色坚定：“不必了。”这一刻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是神色却愈发深邃。谢依刚刚飞走，星河就眼前一黑的晕了过去。七主，几人慌忙的跑了过去。北罗部落宅院内，巫医正在检查着星河的状况，4人都平息凝气的站在旁边，一个个的心都提了起来。古巫医看着他们叹了口气：“没大碍，睡几天就恢复过来了。”沈慈安有些不满：“那您老为何总是叹气？知不知道我心脏受不了啊？我只是在感慨，苏小姐以后必成大器，竟能忍受经脉强行扩张的痛苦，实在是心性太过坚韧了。”花岭叶看着昏迷的星河，只觉得心口很痛很痛。萧继寒的声音都有些颤抖，求古巫医想想办法，如何才能减轻七主的疼痛？我可以把所有异能奉献出来。古巫医点了点头，露出了赞许的神色：“你们几个不错，对苏小姐也是真心。她是木系异能，跟你们的不一样，不过虽然还有后遗症，但经脉扩展也能让身体容纳更多的灵气，就看她的造化了。”随后他又开了一些药，嘱咐了一些事情，才放心离开。温南希轻轻地握着他，声音低沉而沙哑：“别怕，伤害你的人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放过他们。”花岭叶有些懊恼，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什么势力，要是留个活口就好了。沈慈安眸色一沉，他们是死士，留着活口也没用，就算是搜魂术都没办法。一听这话，几人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。沈慈安拿出一把剑来，这是他们用来杀七主的剑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他们来自绝杀门。绝杀门是一个神秘的杀手组织，这么多6级杀手倾巢出动，那就说明这是1级任务。一旦下了绝杀令，那就意味着杀手会不断出现，不死不休。他忽然轻笑一声：“不过既然敢杀七主，我便为七主灭了他们。”温南希站了起来：“我们一起去。”花岭叶和萧继寒也看向了他，眼神也格外坚定：“你们不能离开，七主还需要你们的保护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今晚我便动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第1次任务失败，他们便会派出第2次人手，我不能让七主再次陷入危险。为了让他们安心在家。”沈慈安继续解释：“你们现在3级异能，去了只会送命的，听我的，留下来保护好七主。”他随后又看向了温南希，这一刻他的眼神，温南希似乎懂了：“你放心，就算踏着我的尸体，我也不会让七主伤到一丝一毫。”沈慈安有些欲言又止：“只是你。”温南希有些忧伤，他知道劝不住沈慈安，或许他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沈慈安也宽慰着他：“你知道我们血族兽人秘法多，不必为我担心，我保命的手法多着呢。对了，不要告诉七主我去了哪里。”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星河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告诉七主，我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，千万不要让他写休书啊！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活着回来的。”沈慈安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，但七主的仇人一定要杀，他不允许七主时刻面临着危险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转达你的话。温南希的心情五味杂陈，我若有幸活着回来，一定要好好追求七主，用他喜欢的方式，用尊重他的方式。沈慈安再次深深地看着他，仿佛要将星河刻在脑海里。他突然明白心疼一个人的感觉，不是因为契约，只是因为他。3人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空，心情很是沉重。花岭叶和萧继寒更是痛苦，他们觉得自己太弱了。花岭叶看着掌心的火焰，喃喃自语：“太阳真火吗？真能觉醒出强大血脉吗？”萧继寒也陷入了沉思，似在下着什么决心。此时谢家宅院里，谢归雪的嘴角正溢出血迹，而他似乎在忍耐着极大的痛苦。怎么回事？灵魂问题怎么可能吐血呢？快去找月族族老，属下早已通知月族了，应该快要到了。就在这时，护卫拿来了一个镯子，启禀家主，谢姨让属下将镯子奉给家主。谢家主先是一愣，神色又变换了一番，不敢置信，竟然摘下来也没有收下。罢了，冬草，你将镯子先收起来，或许以后用得到。谢姨没有受到家主的召唤，独自一人回了房间，不知道家主以后会不会后悔。公子若是知道这些，一定会很痛苦吧？温南希几人一直守在床边，3天后星河才缓缓醒来。七主，你醒了。这一刻千言万语
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星河看着他们憔悴的模样，心都提了起来。你们怎么都这样了？温南希的眼里满是担忧。妻主已经睡了3天了。星河有些恍惚，才想起昏睡前发生的事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休息？很辛苦吧？说话的同时，星河也站了起来，不动声色地为他们检查身体状况。他们如今这样憔悴忧伤，也让他很心疼。只要妻主好好的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去做。花凛叶小心翼翼地拉着他。妻主身体疼吗？萧季寒也有些愧疚和自责。妻主，对不起，我们去的晚了。星河摇头轻笑，我没事，不疼的。星河知道他们爱他，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他的身边。这里是寿氏大陆，或许思想也该转变一下了。该节气的时候就顺其自然。随后他看向几人，眼里满是温柔。以前我有一些想法或许不对，让你们很辛苦地表达心意。以后我们好好的生活。温南希轻柔地摸着他的头发，没有辛苦，妻主很好。对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妻主。凛叶最爱妻主。妻主不要说这些话，跟妻主在一起，我们很开心。星河发现沈慈安没在屋里，想到那天晚上他使用了秘法，很是担心。沈慈安呢？他去哪里了？沈慈安说去办一件事情，他说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温南希神色凝重，花凛叶和萧季寒也脸色难看，他们也想保护妻主，可此时的异能实在太弱。星河直接向系统求助，系统，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？我不希望什么事都被蒙在鼓里。系统也无奈的叹气，将事情如实的复述了一遍，随后又补充起来，沈慈安应该是8级异能，但他好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他对宿主你是真心的。这个沈慈安平时看着不正经，但认真起来还挺让人敬佩的。果然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啊。系统此时不断的感慨着，星河眼眶红了起来，他真想亲自杀过去解决他们，但身体反噬还无法使用异能。我的安危牵扯着大家，必须谨慎小心行事。就是不知道背后是什么势力在搞鬼。宿主，这个杀手组织并不简单，想来不是兽皇城能够动用的，否则流放路上就动手了。或许不是针对你的，可能是针对谢公子而来。星河有些神色复杂，你是说他们想通过杀我，从而达到杀谢归雪的目的？说起谢家，系统就忍不住想要吐槽，这也是我的猜测。冰雪灵兽来自神秘的地方，谢归雪9级实力应该是血脉天赋，所以他逼着你血放复数，就是怕你的安危牵连到谢归雪。星河眉头紧锁，将难过压了下去。我知道，只是我也不想让他出事。系统很是心疼星河，宿主，你别怪我多嘴。上一世你救了受伤的他，后来他又救了你，这一世也是相互救了彼此，你用不着觉得亏欠他什么。星河知道，若是他醒着，事情一定不会如此，但凡事没有如果。系统，以后不必再说这些了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要做的是珍惜身边的人。我就知道宿主内心坚韧，不过话说来，野花哪有家花香？家花知根知底多好啊。星河知道有些事光靠爱情是解决不了的，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沈慈安，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尽快变强。先收拾一下吧，我去做饭，准备一会吃饭。但几人哪会让他动手做饭？不多时他们就抢着做好了饭。这次星河给他们每人都加了菜，你们多吃点，吃饱饱的好好休息。3人满眼的受宠若惊，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待遇啊。妻主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？难道是他心里太过难受了吗？星河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心中也泛起了暖意。我突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你们别担心，快吃饭吧。花凛叶握着筷子的手都颤了颤，他感觉到了妻主如今的温柔，这一刻他的内心充满了安全感。萧季寒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内心说着俺也一样。温南希的感受更为细腻，他知道妻主从心里完全接纳了他们，而不是以前一直冷静理智的样子。谢归雪那边一定发生了什么，还是不要多问，让妻主担心。吃完饭后，星河就劝说他们快去休息，他昏睡了3天，他们就是3天没有休息。妻主，我不累，我还能再帮妻主做些事。对，妻主还需要做什么，尽管吩咐就是。星河脸上挂了怒意，听话，你们快去休息。难道你们都不听我这个妻主的话了吗？听到星河用了妻主这个词，几人都是愣在原地，心中有种莫名的暖意。他们去休息以后，星河就从空间中拿出了奖励，跟谢归雪结气后，不仅异能提升1级，空间还奖励了很多灵药。星河准备配置一些丹药，可以给他们补身体，毕竟战斗的时候他们都燃烧了精血。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竟然是千年玄霜花。没想到空间奖励还挺人性化，统统就是为宿主服务的，会根据宿主的需要进行奖励。而且梅清晨来北京就是为了他，正想跟梅家联系一下呢，问下如何解除妻主与受夫的生死之约。梅家既然能通灵，想必会有一些特殊办法。随后星河便开始写信，并将千年玄霜花用盒子装好，一并通过机关鸟送了出去。灵药的效果很好，正好配置一些毒药防身。与此同时，吴家主已经安排人手寻找吴翠香，奈何一点消息都没发现。翠妃，这都1个多月了，你妹妹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是不是出事了？吴翠妃内心实际很是开心，娘，咱们要赶在雪季前存储食物，没有人手在做别的事情了。而且我的确找过了，真的没有任何翠香的消息。吴家主脸色惨白，他感觉二女儿大概率是死了，否则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心中痛苦之极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吴翠妃赶忙上前查看，我知道你担心妹妹，但她的性子你也知道，她总喜欢惹是生非。吴家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你说会不会是苏星河害死了她？若是如此，我们一定要给她报仇。听到这话，吴翠妃内心暗喜，早这样不就得了？一个流放的苏家有什么好怕的？而且她的受夫实力才3、4级，我的受夫师风已经5级巅峰实力了，杀他们简直易如反掌，我绝对不会放过苏星河的。看着他阴狠冰冷的眼神，吴家主心里又慌了起来。先别动手，你先去试探一番，还是不要轻易结仇的好。我怕苏志宏给他女儿留了后路。传言苏家还有一支精锐暗卫。吴翠妃很是烦躁，娘，你做事总是犹犹豫豫的，我知道了。然而他可不管那么多，什么苏家势力，他根本没放在
眼里。刚从山洞里出来，正好看到师风走了过来。虽然他是首领的儿子，但他还是很嫌弃师风的出身，跟兽皇城吴家完全不能比。七主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你把东西放下，跟我去一趟北罗部落。师风有些不解，我们两个部落之前有些过节，能不接触还是不要接触的好，万一事情失控了，甚至还会引起云霄城的注意。吴翠飞眼底闪过一丝精明，有过节好啊，这件事就有操作的余地，最好还能借刀杀人。随即他柔弱无骨的靠了过来，一副柔媚的语气：你是首领的儿子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，我们就去问一件事情，又不是去找事儿。然而吴翠飞实则另有打算，最好能挑起争端。若是利用两个部落的过节灭掉对方，顺便杀了苏星河是最好的。结，星河此时已经配好了药，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，那肯定比普通药才管用。灵药对高级兽人也很有效果吗？星河眸光闪烁，如果能找人试试效果就好了，要不抓几只野兽试试？系统赶忙阻止起来，宿主不可，山林野兽众多，宿主又不能使用异能，眼下还是安全最为重要。星河也很无奈，只好先放到了空间里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去给他们做点面条，正好再卤一些牛肉放里。星河做饭的速度很快，揉面擀皮切面条，一切准备妥当就等下锅了。可是门口却传来嗲嗲的声音：这里是苏小姐家吗？我是吴翠飞啊。看着周围还有不少人，他又故意提高音调：我妹妹之前跟你有些过节，她已经消失1个月了，不得不来问问苏小姐了。星河此时眼睛都亮了，这不就有人来试药了吗？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啊！星河刚走到门口，就看到已经围了很多兽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北市部落的人吗？怎么敢来我们部落的？大家冷静，说不定就是故意引我们出手，他们好有理由来抢夺食物。听他话的意思，好像是苏小姐害了他的妹妹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星河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，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吴翠飞，这一副对人无害的样子，还真像沈慈安说的表里不一样。他不知道沈慈安有读心术，早就看透了他。星河双手抱着嗤笑一声：我怎么不知道跟他有什么过节？难道是因为沈慈安嫁给了我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特意跑来挑拨是非的？大家不是想听八卦吗？那就好好听一听怎么回事。吴翠飞看到他脸色大变，印象中丑陋愚蠢的苏星河怎么会变得这么美了？竟然还变得伶牙俐齿起来，以前可是只会大喊大叫的。苏星河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既然不认识我，怎么敢来找茬的呢？吴翠飞极度的怒火直接涌了上来，我妹妹就是被你害死的，你还敢不承认？星河神色冰冷，真当她是软柿子吗？那我苏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，你敢不承认吗？吴翠飞有些情绪失控，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。还不等他再说，星河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，敢来找事就是这个下场。吴翠飞的牙都被打掉一颗，差点直接摔倒。你敢打我，你找死！就在他刚要动手的瞬间，直接被一股威压压跪在地，他疼得尖叫起来。师风脸色一变，5级异能直接释放出来，不料却感受到了血脉威压。不知何时，温南希几人已经站在了身后。吴翠飞一脸不可置信，你5级实力怎么可能？你站着做什么？没看到他们动手了吗？师风神色并不好看，是强大的血脉威压，而且这里是北罗部落。吴翠飞心中带着恶意，他要让师风死在这里，才会挑起2个部落的争端。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，他们是在羞辱我们，羞辱整个北市部落。这时候围观的众人也站了出来，谁敢在我们北罗部落动手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师风此时头脑发胀，一股嗜血的冲动涌上心头，直接化为本体就要动手。星河跟温南希交代了一下，瞬间一股风力将星河的毒药送了出去，精准的落在了吴翠飞和师风身上。此刻师风感受到了异能紊乱，直接身体发软的跪了下去。他们这是跪下求饶是不是？既然他们跪下了，那还是放过他们吧。2个部落还是不要起争执的好。星河很是在意大家的想法，于是他让温南希收了威压。吴翠飞嫌弃的看着师风，废物，任由我被外人欺负，我要你这个兽夫有什么用？你为什么不用血祭的方式？星河嘴角抽了又抽，吴翠飞，你挑唆他故意动手，不就是想让他死在这里，趁机达成你的目的吗？你只是把他当作利用的工具吧？还是说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温南希带着杀意的声音响起，有些秘法在我这里没有用，该死一样要死。听到这话，吴翠飞心中一抖，他本想用秘法逃跑，此时却慌得不行。我们走。苏星河，今日的耻辱我记下了。看热闹的众人也随之散去。星河看到他们维护自己，心里也泛起一丝暖意。七主，我去截杀了他们，伪装成他们被野兽袭击的样子。星河赶忙关上院门，不用，我给他们下了药，他们回去后不用我们动手也活不成了，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。他们来这里的时候，北市部落肯定知道，所以不能在这里和路上出事，否则都会算到北罗部落的头上。温南希眼中掠过寒芒，吴家要找个机会彻底解决掉，不能留着这个危险。随后他又温柔地看向星河，七主刚刚的药很管用，竟让5级异能者气息紊乱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星河眉眼弯弯地看向他们，我还制作了不少，你们每个人都有，关键时刻用来防身。花岭叶连连摇头，这样好用的东西，七主留给自己就行，我们可以自保。萧继寒也赶忙拒绝，七主的安危最重要，好用的东西还是留给你。我没事的，七主，你拿着便是我们拿着，都一样。温南希神色坚定，绝对不会再让七主落单，以后我都会守在他的身边。星河可不管他们说什么，直接每人都塞了几包，你们都必须拿着，否则没有面条吃了。一听吃面条，花岭叶的眼睛就亮了起来。七主做的面条格外好吃，我都好长时间没吃到了。很快面条就煮了出来，星河又配上了青菜和红烧牛
牛肉，大家一起吃吧，趁热吃。他很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就这样简简单单。还是七主做的面条好吃啊，汤也好喝，凛夜都香迷糊了。萧季寒也不住点头，牛肉的味道真美味，口感真好。星河看着他们，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。既然争斗杀戮无法避免，那就变得足够强大吧。这一顿饭他们吃得很是满足，仿佛力气一下就都恢复了。对了，七主，天气渐渐变冷了，我们也要准备雪季的食物了。星河微微点头表示同意。这段时间抓紧狩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过明天还是先去云霄城看看，店铺已经好几天没有开门了。就在几人回到云霄城时，店铺门口竟围满了兽人。苏大夫，你的医馆还开门吗？我们挂的号还能管用吗？苏老板，我们每天都过来排队，等着买馅饼吃呢。看着大家急切的样子，星河连忙解释起来。放心吧，无论是苏记14还是医馆都正常营业。不过今天没有豆浆了，还有医馆的号，今天会一起都给大家看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才算放心下来。星河在医馆这边忙了起来，温南希他们也开始做起了馅饼。很多人还在关心收徒的事情，于是赶紧问了起来。苏大夫，您之前说收徒是真的吗？苏大夫，我可以跟你学医术吗？我会按时交学费的。像苏大夫这样医术高明的人能够对外收徒，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所以大家都盯着呢。星河正在忙活间突然一愣，学徒费？对，苏大夫，只要你收我为徒，学费你尽管说。此时众人也在期待着他的回答，感觉学费应该很贵。星河摇头轻笑起来，我这里不收学徒费，但做我徒弟可是有要求的，在医术上我会要求严格，同时要一边学习一边在这里帮忙。学成之后需要在医馆坐诊10年，10年之后可以留下或离开。不仅不收学徒费，还会有工钱，每个月1个银色金币。众人直接惊呼起来，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！对，在医馆帮忙学得更快了。大家激动的想当场拜师，不过星河还需要面试他们，从中选拔适合的徒弟。这2天先忙医馆和14的事，抽空还要写本基础的医书才是。与此同时，寿皇城梅家属下正在向家主汇报，启禀家主夫人，收到了传信的机关鸟。梅家主脸色一变，这是儿子留给星河的机关鸟，只有要紧的事情才会使用。梅夫人脸色变得凝重起来，别是星河出了什么事，快看看书信里写了什么。此刻梅清晨正在灵池中淬炼身体，为了觉醒仪式做着准备。梅家主刚刚拿出盒子，就感受到了浓郁的灵宝气息，药材真的是千年玄霜花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梅夫人也是一惊，这孩子真的有心了，他怎么会这么好呢？梅家主也笑了，这后面还有药方，跟千年玄霜花一起入药，你的身体就彻底好了。梅夫人声音温柔认真，星河的医术比御医不知强了多少倍。不过他问的这件事，真的能解除那种生死制约吗？从来没有雌兽解除这种制约，他可真好啊！越了解我是越喜欢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都要帮他解答。此时梅家主却神色凝重，这是天道强大的制约，我需要开启强大的祭祀仪式，才可能得到答案。不过这次需要心头血。梅夫人叹了口气，星河难得问我们一件事，我们一定要帮他一把。还有这千年玄霜花，据说有缘人才能找得到，更加说明这孩子绝对不凡啊！一想到梅清晨，夫人更是摇头叹气。清晨回来说了他干的那些事，要是我早就跟他解除关系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儿子啊！梅家主也是无奈，他是没有开窍，对感情的事情一窍不通啊。不过他的天赋是梅家几代以来最强的，所以觉醒的会晚一些。梅夫人眉眼满是心疼，她是爱上了星河了，早早觉醒才能在妻主心中留下位置，否则就要晚了。几天之后，星河开始面试收徒，经过层层筛选，终于选定了10人。14这边也选了10人作为徒弟，他们行了跪拜礼后，师徒关系就会得到天道认可，从此受到天道规则的约束。忙碌间听到几人正在谈话，听说了没有？绝杀门遭到了重创。是啊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绝杀门派出的杀手都被解决了，5个8级长老全部被杀，那可是8级的顶尖高手啊！这有什么？我听说他们的门主都被一个神秘的红衣人给杀了，据说那红衣人被所有高手围攻，也是身负重伤，生死不明啊！星河的心头仿佛被攥了一下，沈慈安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回去的路上，花岭叶小心翼翼地驮着星河，他感觉到星河有些无精打采，妻主是不是今天累着了？看起来脸色也不太好。星河抱着他的脖子，有些憔悴，还好，就是肚子有些疼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来大姨妈了，他差点把这个给忘了。系统，有卫生巾吗？宿主，这个空间里可没有，大概因为你灵魂回归后，身体出了点小问题，所以这么长时间才来。星河赶忙拍了拍狐狸，花岭叶，你先放我下来。花岭叶感到声音不对，妻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？随后小心的将星河放下，紧张的看着他。星河看着他们，觉得有些尴尬。我好像。温南希看到他脸红的样子，又看到他衣裙上的痕迹，不由得耳根一红。他快速从空间戒指里拿出兽皮，上前给星河围了起来。妻主别担心，说着又拿出一块油纸，里面不知道包裹着什么，红着脸递给了星河。那个妻主，我一会将这里遮挡住，妻主可以先处理一下。说着，他拉开2人，直接用异能将竹子围成一个圈，将星河牢牢地围在里面。星河看着严严实实的竹子小屋，心里又暖又感动。他竟然懂，真是细心温柔啊！不用我费力想着如何解释。星河打开油纸，就发现里面还放着棉花，干净又厚实。换好后，星河才松了口气。温南希听到声音才收了竹子。妻主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些不舒服？此时的星河脸色有些苍白，只是有一点。温南希一边揽住星河，一边用异能为他暖着肚子，这样会好一点吗？感受到阵阵暖意，星河的脸色也缓和起来。
起来。花凛夜和萧季寒似明白了什么，红着脸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小狐狸此刻灵光闪现，将手放在了他的后背上，火系异能直接涌入了星河的体内。七主这样会好一些吗？要不要再加点热度？星河点了点头，很好了，我舒服多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家吧。花凛夜重新化为本体，带着星河往家跑去。回去后，在三人强烈的要求下，星河才回屋躺下休息。宿主最近好忙，又要写医书，又要忙着修炼，都没好好躺下休息过。他知道宿主只是用忙碌充实自己，不让自己去想谢归雪和沈慈安。星河有些担心，系统是沈慈安灭了绝杀门吗？他没事吧？系统顿了顿，才开口说道：“反正他还活着，至于有没有事，我也不知道了。”星河缓缓地松了口气，活着就好，回来后我可以为他治疗，一定不要有事啊。紧接着，星河脸色变换了几下，他还好吗？系统知道他想问谁。宿主放心吧，谢家主挺有能耐的，他灵魂似乎得到了修补，等他醒来以后，实力还会得到提升呢，所以宿主不必担心他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请进。此时温南希走了进来，手中还端着一个碗。星河有些懵懵的，南希。温南希疼惜的看着他，我给你煮了点红糖姜水，你喝了应该会好一些。随后他轻轻的扶着星河，让他靠在自己的怀里。我记得你做红糖的时候说过，说慈寿来这个的时候喝了就会好很多。温南希一勺一勺的喂着他，看他一点点喝进去才安心。另一边的北市部落，自从吴翠飞回来后，他突然间得了怪病，脸上起了大片红疹，身上还散发着恶臭，这可把北市部落的人给熏着了。部落里的巫医说这是致命的瘟疫，要让首领赶快烧死他，烧死吴翠飞。他这个样子会害死所有人，对，还有吴家人，否则我们部落都会有危险的。我听说瘟疫非常可怕，只要被感染，所有人都会死的。首领，你不会因为他是你儿子的妻主，你就包庇他吧？首领更加愤恨吴家人。师风回来后身体就变弱了，异能完全无法使用，几乎成为了废物。不会，为了部落所有人的安危，那就烧死吴翠飞吧。听到首领的决定，众人纷纷都去准备起柴火。不要烧死我，不要烧死我啊！娘，你救救我啊！救救我！吴家主一棍子将他打在地上，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不成？吴翠飞又爬向师风，但师风连忙往后退了几步。不，师风，你帮我求情，你娘是首领，只要你求情，一定可以救我的。师风神色复杂，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动。你若不去北罗部落找人麻烦，我也不会变成这样。而且你当时想让我死在那里吗？师风并不傻，那个慈寿说的话，他回头琢磨了好几遍，终于想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不，我没有，说什么他也不会承认的。此刻他的受夫们纷纷要求脱离关系，吴翠飞却大笑起来，哈哈哈哈！我死了，你们都要一起死。然而在吴家人和巫医的手段之下，他还是不得不写下了休书。半夜的时候，吴翠飞被绑在了柴火之上，伴随着尖叫声淹没在了火海里。吴家人看着这一幕，不知道此刻在想着什么。星河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神色极为平静，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。从吴翠香要杀他的时候起，他就决定要灭了他们所有人。3天后，星河在屋内沐浴，同时也在凝神修炼，吸收着周围的天地灵气。系统突然极为激动，宿主，你的异能已经5级了，经过这些天的修炼，看样子马上就要突破6级了。星河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如此说的话，是可以结气了对吗？系统又开心了起来，反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当然可以结气了。星河担心花凛夜的性格敏感，你说我怎么跟花凛夜说呢？总不能直接说跟他结气吧？宿主啊，哪怕是你的一个眼神，他都会很激动的。他看你的眼神都不知道有多心疼呢。而且宿主，这个花凛夜来历不凡，或许跟他结气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。星河连连摇头，我跟他结气是因为感情，又不是图谋什么。不过若是有效果就更好了。我现在迫切的想要变强。星河此刻很是担心沈慈安，想要尽快的找到他。就在星河思索的时候，屋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七主，你洗漱好了吗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星河轻声的回道：门没锁，进来吧。花凛夜轻轻开门进来，一下子就看到了朦胧水汽中的星河，一头长发散落身后，烛火中的光影泛起诱人的光泽，仿佛空气中都流动着芬芳的气息。眼前的一幕着实冲击着花狐狸，身体里的情意瞬间就涌了出来，手中的东西也掉在了地上。七主我。此刻他的声音暗哑颤抖，没想到七主会在这时候让他进来，他当然想要结气，刚刚就是想来商量这件事的，万万没想到，他知道自己应该转身，可脚就像有千斤重一样，七主的身影让他不自觉的往前。星河轻轻的将水撩到手臂上，恰恰就在氤氲的水汽中增添了妩媚的气息，跟他平时都很不一样。花凛夜忍不住羡慕起那些水珠，可以那样的靠近七主。星河压低声音，仿佛带了几分钩子，我知道，只是我还没洗好，我够不到后面，你能帮帮我吗？花凛夜的耳根泛红，心跳得很快。好。小狐狸努力地定住心神，可他的情意怎么克制得住？他爱妻主啊！此刻的热血仿佛都在沸腾。星河感觉没什么动静，于是转过头来看他，怎么不过来？不想帮帮我吗？狐狸被惊艳的瞬间一滞，虎眼都闪烁着炙热的火焰，想做梦都想。说着他便走了过去，接触的瞬间手都颤抖了一下。星河有些昏昏欲睡，渐渐地感觉到了什么，呼吸都乱了起来。凛夜，狐狸眼此刻变得妖冶蛊惑，眼底带着浓浓的情愫。妻主可以吗？我想成为妻主真正的受夫，可以吗？此刻他不再掩饰心中的情念，仿佛又变成了撩他的狐狸，眼中翻涌着爱意。星河轻轻笑了起来，伸出双手抱住了他。就在这一刻，狐狸直接反客为主，紧紧地抱着他，他的气息瞬间缠绕起来。星河人由他引导着，他的心跳也快了起来。就在呼吸一致的瞬间，花凛夜才微微放开了一些。妻主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，我也爱你。星河表达了自己的情感，不再压抑内心的爱意。听到这话的瞬间，花凛夜九尾直接炸开。凛夜你，星河直接被虎尾带着悬空起来。此时有一种浓浓的失重感。妻主，我控制不住对你的情感，尾巴收不回去了。星河瞪大了眼睛，没想到小心翼翼的狐狸这时候却是捕获的样子。我不会伤害
害妻主，妻主不喜欢这样吗？星河心头一软，没有不喜欢，喜欢。花凛夜的火焰渐渐失控，此刻仿佛春风拂过柳枝一样，后来又如同狂风暴雨，渐渐的失去了控制。过了许久，星河才昏昏的沉睡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他额头的一道绿光冲天而起，只是那绿色却隐隐带着七彩的光芒。温南希第一时间感到了异样，他脸色一变，随即身影出现在了屋子上空，那道光芒照亮了夜色。萧继寒也从屋内赶了出来，这是天地异象。温南希神色凝重，必须遮挡这股异象，否则会引起整个兽氏大陆的轰动。他知道妻主绝非凡兽，立刻释放远古天蛇之力，形成结界，试图阻挡这股冲天的光芒。眼看温南希独自阻挡不住，萧继寒上前将力量注入到他体内，终于在二人合力之下，将这股天地异象隐藏起来。远在云霄城的某个宅院，魏锦墨似感觉到了什么，整个人一跃而起，朝着北洛部落方向看去。魏东也朝着远处看去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公子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魏锦墨强压心中的震撼，呢喃着。天地异象在兽氏大陆，七彩光芒意味着祥瑞，更别说还引发了天地异象。魏东有些担心的看着他，公子不会又想着苏小姐了吧？现在马上进入雪季了，公子我们早些回去吧，你的身体不适合这样的环境。看着魏锦墨一言不发，他将这些天的所见所闻都一一说了出来。不过苏小姐做的馅饼可真好吃啊！14现在都由他的徒弟主做，各种馅饼供不应求，而医馆也由徒弟看管，他们会根据病症拿出苏小姐提前配好的药。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医馆，据说他还要开更多医馆和14。魏锦墨压根没听他说什么，眼底却晦暗幽深，那是北罗部落的方向。兽皇城曾经的预言或许是真的。魏东不禁一愣，公子不会说的是苏小姐吧？怎么可能跟预言有关？魏锦墨悠悠叹息了一声，你不懂，我当初的决定或许错了，有些事已经发生无法改变，难怪梅家要让梅清晨一路追随。魏东不敢相信听到的话，公子你后悔了？可一想到苏小姐，她在云霄城如此受欢迎，不仅平易近人，更是救治了很多人。魏东又似乎理解了公子，任谁都会因此后悔的吧？魏锦墨看向魏东，一脸的严肃，今夜的事情不要跟人提起，那天地异象只是一瞬即逝，应该是他的受缚给遮掩住了。同一时间，老城主和云青兰也出现在了城主府上空。祖父，刚刚有天地异象，我的雷系异能有了呼应，云氏家族血脉特殊，北境的一些异象变化，他都能够感应得到。老城主心中也极为震撼，虽然被遮掩住了，但应该是七彩祥瑞之光，寓意着天道庇佑。云青兰也露出惊讶神色，那是北罗部落的方向，难道是他？老城主见多识广，悠悠开口，或许是什么契机打破了封禁，才会引起这种异象。那孩子果然不是普通凡兽啊！其实星河出生那一年，在未知区也有一道七彩祥瑞，或许那道光正是他。未知区那不是极度危险的区域吗？他怎么会出生在那里？老城主看着远方，回忆起了过往，或许只有足够强大，才能够探索那片区域。那孩子的母亲或许就来自那里。有人说苏志宏已经死了，可他的强大你们却不知道。很早以前，苏志宏就消失过一段时间，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在兽皇城带着他的女儿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星河的娘亲只是普通雌兽，因为星河无法变出本体。现在想来，这些谣言或许都是为了保护他。老城主越想心中越是惊奇。云青兰虽然沉默不语，但内心已经掀起了巨浪。祖父，他的出身是不是极为尊贵？老城主自然知道他的心思，但还是得实话实说，可能会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。雌兽本不会拥有异能，只有一些特殊的血脉可能拥有。谢家主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一些神秘地方的雌兽的确可能拥有异能。随后老城主又嘱咐起来，若是刚刚的异象被人发现，会引起怎样的轰动可想而知，所以我们要帮忙封锁消息。云青兰不断的点头，祖父，我明白了。老城主很是欣慰，看着孙子一点点变好，他很感谢星河，但无奈的是，那孩子什么都不要啊。为了不让孙子多想，他又转移了话题。最近绝杀门被灭的事情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云青兰压着沉重的气息，眉眼微动。他们修炼的功法跟认知不同，按照普通血脉来说，年轻一代5级都算高手了，但他们竟然有那么多6、7级杀手，我怀疑他们跟黑暗兽人有关。老城主若有所思，眸光微闪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，事情比我们想的复杂。云青兰周身也笼上了一层寒霜，快进入雪季了，要防止有变异兽攻城。雪季来临的时候，也正是北境最危险的时候，变异兽甚至是黑暗兽人，很有可能会发动攻击。每一年的雪季，云霄城都会戒备森严，就是为了防止兽人攻城。画面一转，星河此时已经沉沉睡去，在梦里，他看到了很多奇怪的画面。只见他穿着奇怪的衣服，站在一棵巨大的树下，而面前却是跪拜着的兽人，嘴里不知道高呼着什么。眼前的场景仿佛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样，好像他本就属于这里。星河只感觉有些头疼，似乎是某些记忆被封禁住了。此时他心中呢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道遥远神圣的声音响起，时机到了，你自会知道一切。声音响过之后，一道光芒遮住了画面。此时一个繁华的部落出现在森林里，很多兽人站在一个祭坛的周围，点燃的火把照亮了夜空。看着这些兽人的衣服，星河感到非常熟悉，好像花岭夜为他做的那件。他如同一个透明的身影，看着正在祭祀的兽人们。随后他走进了巨大的石柱，那柱子上雕刻着3足金乌，像是部落的图腾。此刻祭坛中站着一个金乌雌兽，他一身华服，看起来极为尊贵。接着他释放火焰，点燃火把，带着众人举行祭祀仪式。星河就站在那里，默默地看着一切。随即女人又高举手中权杖，嘴中念念有词，仿佛是在跟神灵沟通。星河感受着周围，竟有种心灵共鸣的感觉。突然间，雌兽朝着他的方向拜了一下。星河看了看周围，发现没有任何人看得到他，应该只是巧合而已。祭祀结束之后，金乌首领也回到了屋中，一个雄兽人正在缝制着什么，那缝制手法与花岭叶很是相似。星河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他
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？女人走到寿夫面前，目光温柔，不用缝那么多衣服，你歇一歇，别累着了。男人却开口笑了起来，部落上的事情我帮不上忙，也就擅长缝制这些衣服，多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些。女人却着急起来，谁敢这样说你？你可是狐族少主，为了嫁给我，你才放弃了继承权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你是尊贵的金乌兽人，还是部落首领？你不也是为了我？力排众议没有去本族兽人，也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是金乌兽人还是狐兽人啊？女人摸着肚子满是宠溺，无论像我还是像你，我都喜欢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深情。星河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能够看到这些场景。紧接着一团迷雾在眼前出现，只见原本祥和的部落，此时却死伤了无数兽人。女人抱着刚刚出生的九尾狐兽，将它交到了兽夫手中，兽夫却直接化为本体。妻主，你快上来，我带你和孩子离开这里。女人神色忧伤地拒绝了他，来不及了。随后她直接将男人禁锢原地，拿出刀来刺向自己的心口，接着用心头血画出奇怪的符文，打入了兽夫的体内。天道制约已经解除了，你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，忘了我吧。说着，他又将力量注入孩子身上。我族独有的血脉之力已经给了他，只是封禁了他的力量。答应我，让他去过平凡的兽人生活。若有一天他的后代天赋强大的话，在独特契机下就可解除禁锢，从而获得传承之力。说着，他便打开了一个光圈，将他的兽夫和孩子推了出去。然而就在他准备战斗的时候，男人却又出现在他面前。我当初说过同生共死，孩子我已经安顿好了，他会过安稳平凡的生活。星河就那样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最终死在了一起，整个金乌部落也被毁于一旦。星河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刚睁开眼睛，就看到花凛夜的眼中充满了柔情。妻主这么早就醒了，不多睡会儿了吗？花凛夜低头爱怜地吻了吻他，呼吸中都带着灼热的气息。昨晚他更是连升2级，身体里的封印仿佛都被打开了，更是获得了火狐和金乌的传承记忆。他的气息热烈如火，星河都被点燃了热情，红着脸低声回道：不困了。妻主既然不困了，那我们做点别的事情可好？说着，他将星河拥入怀中，气息如同一张网一样将他环绕。星河听着他低声沙哑的音调，情念如同藤蔓一般瞬间缠绕。一想到昨晚，星河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。凛夜，妻主，我很爱你，很爱很爱。他的胡言满是期待和渴望，不同于昨晚的小心翼翼，现在的花凛夜热烈又缱绻。他的呼吸有些炙热，我会温柔一些。可他知道，真正节气的时候，内心的炽热根本无法克制。星河感到他的气息仿佛都变了，就像极为了解自己一样。他的气息是如此温柔，无法抑制的让人心乱如麻。花凛夜就这样看着他，不可抑制的想要好好爱他。烈火被点燃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浓烈的爱意也在空气中弥漫着。直到中午的时候，花狐狸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。星河平复着呼吸，轻声地呼唤着他。凛夜，简单的2个字和动人的眼眸，让花凛夜手指一颤，几乎差点再次失控。妻主怎么了？星河将梦境讲给了花凛夜，然而他的神色却很平静。我也梦到了同样的场景，他们或许是我的先祖。有些事只有问过祖父祖母才能知道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花家就是普通的红狐兽人，很多事情还无法解释。好在花凛夜获得了传承记忆，知道以后要该如何修炼。星河认真的看着他，曾经那种不安的感觉都好像消散了一样。这便是获得传承记忆后的变化吗？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样的花凛夜仿佛更有魅力了，似乎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。妻主，我的火焰也升级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太阳真火。我的异能已经5级了，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了。星河看着他也笑了起来，你看，7级异能。花凛夜着实被吓了一跳，真的是7级异能。妻主，我在传承记忆里也获得了一些信息，几百年前的兽氏大陆，雌兽也是可以觉醒异能的。星河知道这里充满着神秘，或许有些东西被抹去了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此时温南希已经做好了早饭，就怕妻主起来会饿着。他们过来吃饭的时候，温南希说了昨晚发生的异象，星河还不知道异象的事情，于是赶忙问起了系统。宿主，太阳真火解开了你体内的某些禁锢，所以才激发了天地异象。没想到这个花凛夜竟颇有来历，而且这次他可是连升2级哦，说明他的血脉之力很是强大。这次的空间奖励也更多，宿主有时间可以看一看。傍晚时分，一只机关鸟从兽皇城飞了回来，星河从里面拿出了一封信，只是其中的内容让他内心一惊，原来这就是解除生死制约的方法。别说要用我的心头血，就算丢半条命也要解除。我希望他们都好好的活着。花凛夜看出了他的异样，狐狸眼里满是担忧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妻主的脸色不太好。星河摇了摇头，没什么。信上说梅清晨还在参加觉醒仪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觉醒。说话间，星河就将信件捏成了碎片，不知道梅家给妻主写了什么，但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妻主别担心，梅家是古老的氏族，幽冥黑豹一族曾是大巫的存在，他们的能力神秘且强大，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，才让他们的能力被封禁了一些。若是能彻底觉醒，可以拥有超越月族人的能力。星河神色一动，没想到梅家相当于月族的存在，那为何梅家的名声没有月族的大？关于梅家能通灵的说法，外界也都不太知道呢。花凛夜的传承记忆再次涌现，梅家的能力好像被封禁了，所以需要独特的契机才能觉醒，否则无法获得血脉之力。看来梅家是遭受到了什么打击，希望梅清晨不要出什么事啊。此刻星河倒是想要早点回兽皇城了，只是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才行。随后星河看向花凛夜，伸手抱住了他，你现在知道了那么多事情啊。花凛夜顺势将他揽进怀里，低头轻轻地靠了上来。星河的呼吸都乱了起来，现在还是白天呢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自从节气后，花凛夜反而有些小霸道，而且格
格外的缠着星河。星河连忙指向了水缸，我看缸里的水不多了，你先帮我去打点水，我一会熬药要用。花凛叶知道妻主是想故意支开他，还是温柔的答应了下来。无论他想让自己做什么，哪怕刀山火海我也会去的。此时温南希和萧继寒都在山里狩猎，他们要为雪季的来临做些准备。星河确认几人都不在后，毫不犹豫地将刀刺入了心口的位置，刹那间他的全身都抖了一下，脸色苍白，没想到这么疼。系统着急地惊呼起来，宿主这是要做什么？那可是心脏的位置啊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没命的。星河强忍疼痛却神色坚定，我要解除天道制约，他们愿意做我的受缚，我便要护他们周全，哪怕受伤甚至死亡，我都要他们好好的活着。系统的声音哽咽起来，宿主你千万不要有事啊。紧接着星河开始以血画符，符文是梅家主画给他的，跟梦中金乌瓷兽画的符文一样。星河画的一气呵成，速度极快，好像他本就熟悉这一切一样。梅家主还在心里告诉他，几百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有符文师，只有血脉天赋绝顶之人才能画符，而如今符文早已失传。星河很轻松的就画出了符文，并且周围还凝聚着灵气，散发着淡淡的光泽。当5个符文都画好后，星河感受到了沈慈安的气息，紧接着他将符文打了出去。去吧。花凛叶突然感受到了妻主的气息，身体的禁锢仿佛一下消失不见，异能也从5级直接突破到6级。突然意识到什么，他直接一跃向家中跑去，看到星河苍白的脸色，一把将他抱了起来。妻主你怎么了？妻主你不要吓我啊！花凛叶吓得不知所措，抱着他的手臂都不停的发颤。星河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，虚弱的摇了摇头，我没事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要不是异能达到了7级，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秘法。花凛叶的心口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完全掩饰不住心疼的神色。妻主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天道禁锢消失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解除了天道制约，以后我的死亡不会连累到你们。花凛叶整个人都慌乱起来，妻主怎么会这样？不能这样，你快收回去，快收回去！我是你的，生死都陪你一起。星河轻轻地抚着他，看把你吓的，我没事，你还是我的受缚，这一点不会改变。可花凛叶根本不想解除制约，我想生死都跟你连接在一起，凛叶永远是你的人。正在狩猎的2人也瞬间提升了1级，他们意识到了什么，心神都是一震，不顾一切地向家冲去。看到虚弱的妻主，温南希只感到一阵窒息，声音都沙哑了。傻瓜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傻，我很在乎你们，我不要这种制约方式，可是这种方式很疼，你怎么能？温南希心疼得说不出话，他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萧继寒颤抖着呼唤着他，妻主。曾经的他从未想过会如此爱一个人，终于明白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可又希望妻主能够自私一点，不要这么的好。他看不得他受伤的样子。星河握住了萧继寒的手，别担心，我真的没事，我想先睡一会。温南希给他掖了掖被角，妻主安心睡吧，别的都不用担心。就在星河沉睡过去的时候，脑海里不断的涌入着符文的记忆。与此同时，某处山林里，沈慈安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的走着，他已不记得战斗了多少次，身上的血也在不断的滴落着。此时肩头的花朵却开了口，主人会后悔吗？沈慈安虚弱的笑了起来，不后悔，只要他没事，我就算是死了又如何？主人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说不为任何人牺牲自己吗？沈慈安此时已经走不动了，他喘息了好一会才有一丝力气，所以我若是死了，你就吞了我的血力，替我去保护他。他抬头看着远处的方向，真的不甘心啊，好想回去，哪怕回去见他一面也好，只是这一口气怕是主人不要死啊！呜，主人身上背负那么多人的期望，背负着血族的仇恨，主人怎么会这么傻啊？沈慈安似是无奈的笑了起来，我不后悔，你不懂他有多好，我读过无数人的心，从未见过如此干净美好的灵魂，能做他的受缚很荣幸，可惜不能再陪伴他了，绝杀门还会卷土重来，我不能保护他了。后面的话他没有力气了，他的手在缓缓地落下，就在最后的瞬间，一股强大的血符之力融入到了他的体内，本来停止的心脏也恢复了跳动。主人，你的伤势在恢复了，主人的生机还在恢复。血花兴奋地尖叫起来，沈慈安有种亲切的感觉。血族兽人受伤很难修复，除非有血脉强大的符文之力，这是妻主的气息，哇哇哇！主人妻主的血脉竟如此强大，是他救了主人的性命啊！主人的力量还要再次突破了。沈慈安的内心无法抑制，微微哽咽着，真好，我可以活着回去见他了。回去之前还要处理好绝杀门。妻主，等我。兽皇城梅家，梅清晨进入了传承谷地，3级实力强行闯关，导致他身受重伤。突然有股让他思念的气息涌入，异能直接突破到了4级。妻主，他捂着心口的地方，隐隐明白了什么是想念的感觉。回到北罗部落，星河还在沉沉的睡着，此时他的周身都弥漫着七色光芒，3人都默默的守在他身边，但内心的震撼却并没减少。星河在梦境中来到一处地方，那里坐着一个正在画符文的女子，那女子似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朝着他这边看了过来。看到他的样子，星河都惊呆了，竟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看出了星河的疑惑，女子飘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只存在于你解封的记忆中，待全部封禁打开以后，你便什么都明白了。可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何我的记忆会被封禁？女子只是温柔的笑着，以后你自会明白，好好看看这符文的记忆，这本就是属于你的力量，未来要好好利用它来保护自己。3天后，星河才醒了过来，看到他醒了，3人才重重的松了口气。星河在梦里知道了很多事情，此时他的身体都变得极为轻快，检查了几人的身体状况后，才放心的让他们去休息。一段时间后，星河又购买了北罗的一块土地，用于建造丹药作坊。随后他又招了10个有医术基础的徒弟，并将写好的医书交给了他们。忙碌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雪季也终于来临。下雪了，雪季来临了吗？这段时间太忙，都忘记了时间。就在星河看着天空的
时候，他似乎感到了什么。只见萧继寒撑着伞走了过来，仿佛与雪都融为了一体。继寒，你怎么来了？萧继寒将伞撑在他的头顶。下雪了，我来接妻主回家。温南希、花凛叶也乐于给他这个机会。星河感到心中暖暖的，他们的无微不至他都体会得到。萧继寒认真的看着他，我想跟妻主待在一起，只要妻主别嫌我烦就好。星河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来将他抱住。怎么会？你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最近是我太忙了，今晚回去，今晚我属于你。萧继寒激动的伞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用力的抱着星河，呼吸着他身上的气息。妻主真好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是季寒太过贪心，忍不住想贪恋的更多。我想做妻主真正的受夫。星河紧紧地抱着他，将头埋在他的胸膛。不是的，你那么好，是我的贪心想让你们都陪在我身边。听着他的话，萧继寒的心好像被攥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他好受一些。可只有自己知道，他是多么的心疼星河，宁愿妻主任性一些，只要他能开心就好。萧继寒低头轻抚着他的头发，爱怜地看着星河，我会一直陪在妻主身边。温柔的声音里仿佛带着承诺，让星河的心里温暖了起来。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轻轻地踮起了脚尖，抱着他的脖子凑上前去，随即一吻落下。这一瞬间让萧继寒僵在原地，耳尖也泛起了绯红。看着他纯情的样子，星河在他耳边轻轻呵气。我其实是想这样，你害羞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萧继寒感觉到耳畔芬芳的气息，他的心开始砰砰乱跳。当转头对上星河的时候，他也温柔地笑了起来。妻主可真是调皮。星河只觉得他的反应很好玩，现在他可聊不过那俩获得传承的人，还不等说话就会被他们拆了。星河仔细地看着他，继寒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是吗？我一直觉得气息太冷会让妻主不喜欢，他也试过改变，可气息这种东西确实不太好改。星河不再掩饰内心想法，生怕这个憨憨又要胡思乱想。你就是你啊，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只要做自己就好，不用想着去改变。接着星河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我还记得给你下药的那个晚上，看到你的样子都觉得真美。意识到那个晚上，萧继寒有些自责起来。若是早知道他会如此爱妻主，哪还用下什么药啊？对不起，妻主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妻主的。星河真挚地看着他，我希望你做自己，希望你开心。萧继寒的精神都松弛了下来，原来他只要做自己就好了。对了，下雪天最适合吃火锅了，今晚我们就吃火锅吧。随后两人就有说有笑地往家走去。只是在他们离开之后，魏锦墨却从巷子里走了出来，看到刚刚的那一幕，他的心里竟有些酸疼的感觉，还有一丝后知后觉的悔意。魏东看着他都有些着急，公子我们回去吧，这么大的雪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。魏锦墨没有说话，就那么看着通往星河家的巷子。魏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公子，你虽然有重要消息想要告诉他，可苏小姐都不想见你，所以公子你还是醒一醒啊。魏东真怕公子越陷越深。魏锦墨此刻有些落寞，他轻声地呢喃着，你说真的有妻主对自己的受父这么好吗？在他的印象中，哪怕父亲是第一受父，都从未有过这样的松弛感，更不敢跟母亲如此亲近。魏东张了张嘴，终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毕竟他也没见过这么好的慈手。随后他也宽慰起来，以公子的地位身份，想入赘的妻主一定很多的。魏锦墨有些失落，真心最难得，若有一天没了这身份地位又会如何？你忘了段庭轩的处境了吗？一听这个名字，魏东脸色十分难看。那段公子为了白月光，竟然选择抛弃了苏小姐，结果白月光违背只娶她一人的承诺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后悔。可公子，苏小姐她肯定介意之前的事情啊。魏锦墨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的感觉，眉眼间满是忧愁和烦闷。回到家后，俩人准备起了火锅食材，跟花岭夜节气后，空间又放出了一些物资，这让星河很是高兴。就算是几个月的雪季，也不用担心食物问题了。就在星河准备切肉的时候，萧继寒走到了他的身边，妻主我来吧。看着眼前的火锅，星河想起了他，于是赶忙问了起来，系统，谢归雪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宿主，我感觉到他的灵魂已经融合完整，力量也应该更强了，或许是他屏蔽了所有人的气息，宿主就不用担心了。知道是这个结果，星河也就放心了很多。至于他以后的选择是什么，星河也不会去干涉。不多时，温南希和花岭夜都赶了回来，两人放下东西后，第一时间就来抱抱星河，看到他才有回家的感觉。夜晚的雪花簌簌飘落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起了火锅。吃过晚饭后，花岭夜和温南希也都自动避开，没有打扰他们。萧继寒虽然期待已久，但此时内心紧张的不行，生怕自己照顾不好妻主。他上前轻轻地抱起了星河，妻主，我照顾你洗漱吧。星河看着烛火中的他，凑到他耳边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好呀，那一切就交给你了。暧昧的气息让萧继寒呼吸一滞，差一点都抱不稳他。他早已经安排好了沐浴的水桶，不仅空间很大，里面还铺满了花瓣，而且旁边还安放了一个吊床，是他亲手用麻绳编织出来的。看到这个，星河的睫毛都颤了起来，也不知道他编织的时候在想什么。这都是你亲自准备的吗？萧继寒冷寂的面容泛起了红晕，是我亲手准备的，我一直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，所以想用特殊的方式让妻主记住我。然而他的内心却是，竞争实在太过激烈了，不搞差异化不行啊。星河知道他不善言辞，看着他隐忍的样子，星河也有些心疼。你不要这样想，你们我都很珍惜，我知道你默默地做了很多事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萧继寒轻轻地将他放了下去，眉眼间满是浓浓的甜意。妻主的话我记得了，妻主真好，这么在乎我的感受，我先照顾妻主洗漱吧。星河一把拉住了他，你打造的桶这么大，真就让我一个人洗漱吗？你不洗漱啊？萧继寒有些失神，脸上出现了一抹绯红。洗漱。待他落入水中的时候，花瓣逐渐的漫了出来，还不待星河再次开口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就将他拥入怀中，伴随着湿吻而至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，仿佛浓烈的情感被压制太久，如春日蓬勃生长的藤蔓缠在一起，让他们再也无法分开。萧继寒将头埋在他的秀发里，吮吸着他身上的气息，他们完全沉浸在彼此的世界里，忘了时间和周围的一切。吊床在空中轻轻摇曳，让星河更加紧紧地依附在他的怀里，烛火悠悠似为他们轻吻。
幕，雪花飘落，似是在为情意伴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吊床怎么就那样的断了？萧季寒看着怀里的星河，感觉心中的情意无限翻涌。他紧紧地抱着星河，只觉得她是那么的美。若不是妻主觉得累了，真不想就那么放开她。第二天阳光明媚，星河醒来的时候，萧季寒已经不在屋内了，听到外面的似有什么声音，于是星河起身向外看去，只见3个男人正在打扫着院子。看着他们，星河有些恍然，这就是血迹吗？末世的时候已经看不见了。感受到了星河的气息，萧季寒如风一样回到了屋里。妻主醒了，星河看着他笑了起来。我听到外面都在说着什么，大家都说要来感谢你呢。妻主教他们盘的炕可暖和了。早在血迹到来之前，星河就将图纸送给了部落众人，也送了一份去城主府。云青兰还送来了回礼。然而血迹的时候，北境就不太安稳，很多变异兽也会趁机出来猎食。时间来到几天后，这天轮到花岭叶陪着星河。半夜的时候，花岭叶突然被惊醒过来，他的手指不停地颤抖，脸色苍白。这个样子的他让星河有些惊讶。岭叶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星河从未见过他这么恐惧，可怎么会如此呢？如今他以6级实力，更是获得了传承机遇。花岭叶颤抖的声音响起，我梦到祖父祖母他们被一股神秘势力给屠杀了，这种感觉很强烈。梦里的场景是那么的清晰。花岭叶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们了。本来花家还算中等家族，但自从被徐家打压之后，花家只能偏安一隅的生活着，布匹刺绣的生意也遭到了排挤。可祖父祖母却让他不要担心，好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想到那晚金乌部落的梦境，星河脸色一变，那些都是什么人？穿着打扮是什么样子的？听到妻主的声音，花岭叶才缓过神来。他们都穿着黑衣，戴着面具，而且上面还带有诡异的图腾。星河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，这些人与屠杀金乌部落的人极为相似，难道这一切有着什么联系？来不及多想，星河快速地走到桌前，用纸笔将那个图腾画了出来。那是一种古怪的动物，是这个图腾吗？看到图腾的那一刻，花岭叶瞳孔紧紧一缩，是这个图案，无论是衣服还是面具上都有。星河意识到什么，目光一沉，走，我们赶紧去找你祖父母，若是去得早，还能救下他们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。此时星河的神色无比凌厉，他快速地将衣服穿好，头发也扎了起来，身上更是佩戴了很多武器，一副全副武装的架势。花岭叶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都提了起来。妻主信我说的话？星河没有一丝犹豫，当然信，恐怕不是做梦这么简单。你的血脉之力源自金乌兽人，那就是太阳神兽，所以这一切都是预警。但是先不要太过担心，他们现在应该还没事儿。此刻星河已经达到8级中介实力，若叠加秘法实力会更加强大。听着他的安慰，花岭叶也冷静了下来。对不起妻主，这次过去或许会很危险，不能让你去冒险，让我自己去吧。花岭叶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他不想给他带去危险。星河神色严肃，眉头紧锁，说什么傻话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先去救人。花岭叶有些哽咽，从来没有雌兽会为兽夫挺身而出，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妻主有多好。温南希和萧季寒也听到了动静，站在院中看着全副武装的他们。星河简单的解释了一下，他们也毫不犹豫的要一起去。妻主不必劝说，你去哪里我们去哪里。萧季寒不想让他有心理负担，于是直接开口，不光是为了妻主，花兄也是我们的兄弟，他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。萧季寒说的也是实话，平日争宠归争宠，真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要一起面对。星河看得出他们心意已决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当几人走出部落之后，星河直接拿出了符纸和符笔，时间紧迫，我们用传送符去。随后星河快速的在纸上画着，笔下的灵气凝聚在符纸之上，他的动作一气呵成，仿佛刻入脑海里的记忆。3人呆呆的看着这一幕，完全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。传说中远古时期的符文竟然可以一笔就画出来，让他们震惊的还在后面。星河不停歇的画了8张符文，每个人2张，来去各用1张，有危险的时候赶紧离开，一切以保命为重。星河直接将符文贴在身上，3人也是有样学样的使用起来。星河第一个到达一处寨子外，上方匾额写着一个胡字，只是此时的寨子已经火光冲天，还有打斗的声音不时传来。星河直接踏空而去，整个寨子都弥漫着血色，而远处几个黑袍人正在肆意砍杀着。面对肆意屠城的杀手，星河左手一扬，数十道银针激射而出，黑袍人耳朵一动，速度极快的挥刀格挡，谁知暗器上的力量竟震裂了他的刀。杀手摸着发麻的手臂，不可置信，什么人？这种低级破落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这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。这时远处一道白影踏云而来，那一瞬间仿佛神兽下凡。怎么会有如此美的雌兽？他怎么还会使用异能？不好，我们的消息有误，最低级的兽氏大陆怎会有雌兽觉醒异能？反应过来的杀手直接一跃而起，朝着星河狠狠的挥刀劈来。星河从空中落下，避开了攻击，同时转身足尖轻点借力而起，手中暗器顺势甩出，半空中他腰肢一扭，软剑如灵蛇出鞘刺向杀手。与此同时，木系异能正快速运转，将寨子里的人用藤蔓保护起来。杀手们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这个雌兽竟有如此实力。尽管无数暗器阻挡了他们的脚步，可身后的2个杀手也冲了上来，寒光与刀光相撞，不断迸发出火光。只见星河一手软剑，一手暗器，旋转躲避之间，暗器从长发中迅速甩出，一道银光划过，噗的一声刺进了他的心脏。杀手一掌快速的拍向心口，直接将银针给逼了出来。你的银针里有毒。星河勾唇嗜血一笑，不错。杀手的眼中充满了恐惧，好狠的招数，你是毒药师。星河手中异能不停运转，将射出的暗器全部收回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
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再次甩出淬毒的暗器。经过药浴淬体的星河，同级别之内是无敌的存在，即便8级的杀手也被打得连连后退，无法招架。就在他躲避的同时，星河脚下踢出一把匕首，直接射穿了他的膝盖。在他跪下的瞬间，软剑横扫而出，扑哧一声割破了杀手的喉咙。这一幕惊骇了身后的众人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绝对不是凡兽大陆的人，难不成是苍兽大陆的雌兽？对，只有苍兽大陆才有厉害的毒药师。星河眯了眯眼睛，苍兽大陆是什么大陆？看来得到了不少消息了。绝杀门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杀手眼中满是惊骇，一起上，杀了他，绝对不能让他活着。星河察觉到他们神色的变化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了。这种战斗的感觉让他久违又熟悉，正好拿这几个8级的练手，他的眼中寒光闪过，身形突然变得模糊起来，步伐诡异莫测，在围攻中如入无人之境。软剑在他手中化作一条银龙，剑光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只是一会功夫，几个杀手就已倒地不起，剩余的杀手立刻以血布阵，力量瞬间大增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：想杀他，问过我没有？风系异能带着血脉之力，形成风暴圈，向5个杀手席卷而去。花岭叶和萧继寒也同时出手，黑袍人被异能牵制，无法继续结阵。虽然3人的实力不够，但强大的异能力量都能跨级战斗。被火焰碰到的杀手满脸惊恐，他发现这火焰竟无法熄灭。果然是你，你是那个余孽。听到余孽2字，几人的神色都凝重起来。所以他们来花家是为了杀花岭叶吗？接下来在温南希他们的配合下，星河身形忽左忽右，如鬼魅般击杀了其余4人。剩下的1人知道要面临审问，他诡异一笑，竟选择了自爆。七主小心！3人第一时间想要保护星河，还不等他们上前，星河快速击杀了黑袍人，转身的同时将3人带离了现场。看着自爆后残破的寨子，花岭叶脸色惨白，是不是我的亲人都死了？星河用安慰的眼神看着他，藤蔓我已经加固了异能力量，里面的人应该没事。感受到七主的安慰，花岭叶才稳住了心神。这一刻他心里充满了力量。当大家看到花岭叶的时候，纷纷喊了起来：是少主回来了！姑娘，是你救了大家！姑娘，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寨子里的人纷纷跪下感激着星河，要不是姑娘的出现，只怕我们都要死在那里了。这是我的七主苏星河。此刻他的心中有爱意还有骄傲。当他们来到主屋的时候，只看到了一个倒地的女子。姑姑！花岭叶颤抖着跪了下去，他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，要不是姑姑暗中护着他，他怕是早就死在徐家了。姑姑对我这么好，怎么可以？姑姑，你醒醒啊！看到这一幕，星河赶忙上前查看，他还有一点呼吸，还有救。说着，星河就开始注入异能，同时封住了几处重要的穴位，紧接着为他输送力量治疗伤势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女子终于咳出了声，花岭叶提着的心才缓缓落下。姑姑！花晚秋惊慌地看着他，岭叶快跑，快跑啊！离开这里！快走！伸手就要推开他。姑姑，我祖父祖母呢？他们去哪里了？星河知道他在担忧着什么。姑姑，我现在8级异能，相信我一定能救下他们。若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花晚秋这才注意到星河，看到他的容貌就被惊艳住了。姑姑，这是我的妻主，我身上的火毒也是他解的，相信我，我们能救下祖父祖母。花晚秋神色惊骇，8级异能的雌兽，他们被2个黑袍杀手带走了，朝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本想阻止他们，但我没有异能被他们一刀。说着，他低头看向伤口，剑呢？伤口呢？8级异能起死回生的医术，这，花晚秋已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星河此时正通过附近的草木寻找气息，温南希和萧继寒也出去探查线索。反应过来的花晚秋猛然转过头，岭叶，你换了个厉害的妻主吗？你是怎么让他看上你的？花岭叶吓得脸色一变，立刻按住了他的手臂。姑姑，这就是我的妻主苏星河啊，永远都不会换的妻主，而且我们已经结契了。苏星河，眼前的一幕让他不敢置信。曾经的苏大小姐嚣张跋扈，根本不是眼前这个绝美的雌兽啊！花岭叶摇头苦笑，我恨徐家，我恨他们害死了父亲，可我还要谢谢他们让我替甲，否则我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。花晚秋很是激动，好，真想看看他们后悔的嘴脸。只是那个徐鹤景也极为出众，徐家会不会利用他来攀附星河？听到这话，花岭叶却笑了起来。我的妻主做事有自己的原则，徐鹤景再好也没有用。花狐狸内心无比自信，魏景墨那样的人物，妻主都不搭理，他算老几啊？2人说话的功夫，温南希他们也赶了回来，然而却没有任何发现。星河神色凝重地看向花岭叶，我需要以血为引，血脉相连就能连接到他们的位置。花岭叶按住要起身的姑姑，直接割破了自己的手腕，接着星河就快速画出了追踪符，不料符文却完全没用。这一幕让他想起了金乌雌兽，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姑姑，可能要用你的血试一试了。花晚秋丝毫没有犹豫，需要多少用多少。星河再次画出追踪符文，此时空中也多了一道灵气的牵引。好了，找到地方了，我们现在追过去还来得及。说着，星河又拿出一堆药材，留给花家众人治疗使用。花晚秋感觉像在做梦，哪有雌兽这么豪横的？顿了顿心神，赶忙开口，寨子里有飞马兽，你们做飞马兽速度更快。几人不再耽搁，立刻向气息指引的方向而去。为了加快速度，星河又画了几张加速符文，很快他们就到达了一个山林。只见山林里浓雾弥漫，不时还会传出怪兽尖锐的叫声。穿过这片迷谷森林，就是真正危险的未知区了。这里就是未知区的边界之地，未知区是兽氏大陆无法探查的地方，只因所有进入的人都死在了里面。飞马兽也感到了不安，本能的不断向后退去。星河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他们刚刚进入这里，正是好对付的时候。说着，手中的暗器直接飞射而出，带着尖锐呼啸声射向2个
个黑袍人。只听叮叮叮的脆声响起，无数暗器都被打了回来。黑袍人也露出了不屑的神色，不自量力的蝼蚁，还有胆子敢追过来？先杀了他们，解决掉尾巴，我们才好穿过迷谷森林。说罢，手中长剑嗡嗡作响，带着诡异的异能杀向了星河。温南希身形如风，拦在了星河前面，风卷残云。他大喝一声，风暴漩涡随即冲天而起。黑袍人迅速释放出9级异能，想要直接劈开眼前的风暴。消极寒冰系异能紧跟其后，无数冰柱破土而出，直接朝着黑袍人击杀而去。花岭叶知道不能跟他一起出手，于是用火系异能攻向另一个杀手。巨大的火墙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就在他挥砍的同时，火焰分裂成火蛇瞬间而上，直接将他的剑烧得通红。这是什么火焰？不对，是太阳真火！你该死啊！看着冲过来的杀手，花岭叶忍痛释放出全部力量，星火燎原。此时额头火焰标记若隐若现，仿佛火神降临，带着尊贵的气息。黑袍人放出诡异黑雾进行抵挡，岂料接触的瞬间就被烧去一半。就在黑袍人被牵制的时候，星河快速的在周围用符文布阵，阵法完成的瞬间，他脚尖轻点一跃而起，手中的软剑横扫而出。黑袍人想用异能威压震慑几人，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受影响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9级威压震慑不住？除非他们的血脉之力极为强大，9级威压才会失效。总不能4个人都是如此吧？就在2人分神的瞬间，星河的软剑与暗器随之而来，哪怕他们是9级异能，也被打得狼狈不堪，伤痕累累。休要猖狂！2人周身再次凝聚起磅礴的力量，卷动着树叶瑟瑟作响。面对黑袍人的疯狂攻击，3人直接迎面而上，混淆了他们的视线。星河身形如电，迅速绕至2人身后，带着符文之力的一剑一刀，直接从后面刺穿了他们。怎么可能？是符文师！此前的2人满是惊恐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星河手腕一翻，一张符文贴到了杀手的头上，正要搜寻记忆的时候，2人的身体却直接炸开，化为灰烬。温南希看出了端倪，他们身上被下了禁制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记忆。经过刚刚的战斗，星河一时间化了太多符文，只感觉灵气耗尽，全身虚脱。温南希伸手将他抱进怀里，七主你怎么了？别吓我啊！花岭叶脸色更为难看，若是七主因此出事，他绝对不会原谅自己。看出了他们的担心，星河赶忙拿出了几粒丹药，我没事，先把这些吃了，恢复一下精神。短暂调整后，星河检查了2位老人，没事，只是被下了迷魂药，吃了解药很快就会醒过来的。不过看着眼前的2位老人，星河发现花岭叶跟他们确实不像。当2位老人醒来的时候，花岭叶赶忙上前查看起来，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花家主却慌乱的一把将他推开，岭叶，你快跑啊！别待在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快走，别管我们，赶紧离开这里。看到眼前的场景，星河神色动容，哪怕他们不是亲祖父母，但对花岭叶的爱却是如此赤诚。花岭叶哽咽的安慰他们，爷爷奶奶，那些人都被我们杀了，是七主把我们带过来的，而且也是他的解药才让你们苏醒的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花家主才从慌乱中回过了神，你的七主，难道你是改嫁了吗？可苏小姐怎么会放你自由的？看着眼前的星河，花家主内心连连感叹，岭叶找的这个七主真好啊，不仅气场强大，还如此的亲和。花岭叶又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解释起来，爷爷奶奶啊，我可没有改嫁，我的妻主一直都是苏星河啊。说话的同时还紧张的看着星河，生怕妻主产生了误解。星河扑哧一声的笑了出来，只觉得2位老人有些可爱，看来前身的形象真是深入人心啊，也不知道如果再次回到兽皇城，还有几人能认出我来。2老齐刷刷的看着星河，神色中充满着不可置信。当年得知他被流放去了北境，花家主的眼泪都快哭干了，要是知道他的妻主这么好，应该早点庆祝才是啊。星河将一切尽收眼底，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涩，祖父祖母你们好，我是苏星河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拘礼。孩子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看到老人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星河也猜到了他们的担心，姑姑也没事了，寨子现在也是安全的。不等他们再次询问，花岭叶赶忙扶起了他们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爷爷奶奶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回去的时候，星河还用神识探查了迷谷森林，但诡异的迷雾遮挡了一切，让他没有任何发现。温南希大概知道他的疑惑，迷谷森林相当于一个巨大的结界屏障，彻底隔绝了2个地方。从未知区过来应该是使用了特殊的秘法，所以绝杀门若是跟未知区有关，想来也不能大量的随意出入。星河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绝杀门要派人刺杀自己呢？温南希能想到的就是他的身世，当初你父亲让我在身边保护你，而他却每隔一段时间外出一趟，据我所知是为了寻找你的母亲。星河若有所思，若是母亲来自未知区，他迟早有一天要进去查探一番。几天后，寨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星河还帮忙设置了机关阵法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花岭叶也去询问了祖父祖母。虽然2位老人还有一些顾虑，但是到如今他们也知道有些事是瞒不住的。孩子，你们的想法是对的，我们并不是你父亲花若泽的亲生父母，严格来说，我们只是鸿鹄族的侍从家族，世世代代的为鸿鹄一族服务，而你才拥有纯正的血脉之力。星河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意外，想来金乌慈寿的儿子就是他的父亲。此时的花岭叶有些难过，他无法相信奶奶竟不是亲奶奶。花家主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心疼，孩子不要难过，能被你叫一声爷爷奶奶我们就知足了，我们真的把你当亲孙子看待，只是这个秘密无法带入土中了。当年主子将你父亲托付给我们，虽然他的血脉气息被封印了起来，但你父亲极为聪慧过人，又擅长经商刺绣，很快就将产业扩大了规模，我们想着只要他喜欢就好，所以事事都顺着他，然而却事与愿违。
说到这里，祖父也擦起了眼泪。他们亲手养大的孩子，怎么就被害死了呢？花家主哽咽着继续讲述，可他没经历过感情，更不懂得人心险恶啊！你母亲连哄带骗的将他娶了过去，其实就是为了他的刺绣技艺，而只有他死了，徐家主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一切，从此再没人知道他龌龊的心思。花凛叶的心口被压得沉闷，像是被针扎一般的疼痛。星河温柔地为他擦拭眼泪，别难过，等回了寿皇城，我们去亲自报仇。星河忍不住的心疼着他，如今已经有了8级实力，也该找机会解除流放身份了。花家人惊讶地看着他们，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温柔的雌兽，凛叶真是遇到一个好妻主啊！花凛叶深深呼吸，定了定情绪。祖父祖母，你们继续说，你父亲没了之后，他们就拿你的安危威胁我们，我们只求你能好好活着。所以花家从此偏安一隅，不敢跟徐家去争任何。星河将这一切都记在心里，他一定会让徐家加倍偿还。为了得到更多信息，花家主又带着他们前往狐族祭祀的地方。一路上，星河发现了很多独特的作物，不仅有花椒树和辣椒树，更有一些北境没有的药材。当看到荔枝的那一刻，星河的眼眸都亮了起来。若是可以售卖荔枝，也算给花家找了另一门营生，总不能让花家一直被打压在这里。很快，他们就看到了远处的祭台，中央的古树上还绑了很多红丝带，在祭台的旁边还有一个山洞。点燃火把后，就看到了墙上的壁画，这是先祖刻画的祭祀舞蹈，以免被后人遗忘。星河看着这些壁画，脑海中竟出现了祭祀的场景，同时一种追溯时光的秘法出现在记忆里。只是现在他异能不够，还无法使用。几人还发现这里的灵气异常充沛，似乎跟这棵古树有关。它看起来不像我们大陆的树木，这是祖先从故土迁徙过来的族树，只有族人才能进来祭祀，外人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。星河发现树下的土壤也带着灵气，当他将手放在地上的时候，脑海里似有什么境界松动的感觉。突然间，他抬头向北境方向看去，北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温南希脸色一变，家里应该出事了，我出门设下的结界被一股黑暗气息破坏掉了。花凛叶也紧张起来，我听说雪季的时候，北境最容易遭到变异兽的攻击。星河一下想起了云青兰母亲的死，她就是为了北境才牺牲的，我们需要马上回去，整个北境可能都有危险。意识到情况危机，星河借助此地的灵气，迅速开始画传送符文，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北境。画面一转，北境的城墙上早已战鼓响起，云青兰一身铠甲，手握法器雷盘，此时她气势全开，带着摄人的锋芒。禁古关城墙是最北边的防线，可此时无数敌人正在向防线发起攻击，敌人的喊杀声仿佛要冲破云霄，地面都在跟着不断震动，墙上的士兵不停地向下射箭，试图阻止攻击过来的敌人。云青兰运转雷系异能横扫过去，所有想闯进城墙的兽人全被击落，双方你来我往已有数日，可是战况依然没有出现转机。黑暗兽人不仅人数众多，甚至还有9级的存在。云老城主只能带人前去牵制，守城的将领有些担忧他的身体。云公子，你还是休息一下吧，我们守在这里不会让他们越过边关。云青兰并未言语，他知道这次的情况比以往更为严重，他担心后方的百姓，更担心北罗部落的他。他现在明白母亲为何会义无反顾了，因为后面有爱的人，有他想守护着的人。经过10多天的连续战斗，已经死伤了无数士兵，云青兰也感到有些无法支撑了。云公子，有黑暗兽人闯入了很多部落，那些部落兽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可我们已经没有人手可以去保护他们了。云青兰心中无比慌乱，想问一问他的情况，但话到嘴边却无法张口，他怕死后那些话会给星河带去负担。这一刻他反而无比平静，虽然做不了他的受父，若能以死守护他和背后的百姓，也不枉费他的救命之恩。想到此，他看向士兵，跟魏公子说一声谢谢，要不是他在云霄城帮忙，我在这里也撑不了这么久。云青兰闭了闭眼，一声雷啸响起，只见一只巨大的雷兽跃向空中，雷电轰鸣而下，云青兰的雷爪瞬间踏破虚空，所过之处发出碎裂般的脆响，下方的敌军顿时慌了起来，快阻拦他，一定不要让他开启献祭仪式。随后4个8级兽人冲了上来，不震，他们知道云家的秘法，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打断他的献祭，从而达到击杀的目的。云青兰现在还是7级异能，只有献祭后才会达到10级。紧接着一道雷电横扫而出，他的雷爪划破身体，雷血即将落入手中的雷盘，就是这个时候他最虚弱，快去阻拦他。黑暗兽人来不及布阵，直接以自爆的方式攻击过来，8级异能的自爆让他遍体鳞伤，虽然有雷系异能护体，只可惜怕是要坚持不住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破空声响彻大地，星河随即释放全部威压，霸气的声音震慑九霄。想动他，问过我没有？看到星河的那一瞬间，云青兰整个身躯都颤动起来，真的是他吗？本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赴死，可见到星河的那一刻，他才知道对这个世界是如此不舍。或许是自己早已爱上了他。被突然压制的兽人有些惊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血脉威压？星河神色冰冷，此人没必要知道这些。云青兰压制住内心的情感，苏小姐，你快离开这里，太危险了。星河趁他闪神的瞬间，直接用符文停下了他的献祭仪式，与此同时将他从空中拉下来挡在身后，不必牺牲，这里有我。云青兰猝不及防的被拉下来，再听着他的话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了下来。挣脱威压的兽人也杀了上来，胆敢阻拦我们的计划，杀了他！星河推开想要上前的云青兰，直接从空间拿出一把古琴，手指轻划之下，音波化为实质刺向黑暗兽人。黑暗兽人修炼特殊功法，一般的攻击他们根本不会害怕，可此时却本能的想要后退，然而身上瞬间传来被丝线割破的疼痛。星河这套阴杀就是为他
他们准备的，如此才能打破他们的防护。随着杀伐之音汹涌而来，8级高手也只能狼狈躲避。直到临死之前，他们也想不明白这是哪来的雌兽。当黑暗兽人从墙上落下的时候，云家军士气大振，铮铮铮的琴声在上空回荡。星河的周身围绕着璀璨的华光，是那么的耀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的喉咙里涌上了血腥气息。他知道自己也受了内伤，可他不能停下。住手！远处一道射人的声音传来，接着黑影踏空而来。星河被10级威压压制，一口血吐了出来。云青兰闪身来到身前替他抵挡。苏小姐，我来。星河回头封住了他的穴位，让他无法再次陷阱。接着擦了擦嘴角，双手一动，开始吞噬周围灵气。他要用秘法提升异能。传送符的力量不同，温南希他们还没赶来，这样也好，他们不用为了保护我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。10级兽人轻蔑地看着星河，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你该死！境界的压制让星河再次吐血，但他不能也不会停下。然而一道咔嚓的声音响起，似有什么力量直接撕开了空间。只见一道绝美妖冶的身影落了下来，将威压挡出去的同时来到了星河身边。男人心疼地看着星河，七主对不起，是我回来晚了。看到星河受伤的那一刻，他身上的血液都疯狂沸腾了起来。星河有些不可置信：“沈慈安，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？”七主担忧的神色让他几近失控，低头的瞬间吻了下去，吻去了他嘴角的血痕。七主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真实的我，谁伤了你，我必让他百倍奉还。此刻他身上透着浓烈的杀意，10级兽人再次释放出磅礴的力量，直接朝着星河压了过来。沈慈安挥手阻挡的同时，另一只手悄悄地输送着异能。兽人冷笑一声：“他该死，你们都该死。”与此同时，空中凝聚成数柄飞剑，速度极快地向他们击杀过来。沈慈安却笑了起来：“那就看一看谁该死吧。”随后只见红色光芒暴涨，无数能量球瞬间迎上剑芒，双方力量在空中相互碰撞，激起的气流掀翻了下面的兽人。沈慈安轻揽他的腰肢：“七主别担心，我会解决掉他，等我回来。”刚回过神的星河一把拽住了他：“你一定要小心，答应我不要出事。”沈慈安突然露出一个笑容：“相信我，七主。”此时他已是9级巅峰实力，跃起的同时磅礴异能也随之释放。很快两人就缠斗在了一起，砰砰的炸裂之声从上空传来。此时战场上无人可以压制星河，琴声再次响起，击杀了无数敌人。云青兰调动异能冲破穴位，引动雷系异能加入了战斗。两人配合之间，黑暗兽人伤亡惨重。就在这时，温南希几人也到达了战场，他们的打法更为凶猛，使得战场的局势迅速扭转。溃不成军的黑暗兽人开始四散而逃。星河抬头看着天空，一道道残影不断闪现，完全看不清二人打斗的样子。地面的战斗很快结束。由于城里缺医少药，此时众多的伤员无法受到治疗，他们都沉默着，似乎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。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星河不仅从空间拿出了大量丹药，还将医馆的徒弟都叫了过来。徒弟邱飞带着众人向星河行礼：“徒儿见过师傅。”星河忙碌着没有回头：“不必多礼了，救人要紧。”“是师傅，我们立刻就去。”他们跟星河学了很多医术，打心里敬重自己的师傅。有了他们的加入，很多士兵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。然而士兵们却满眼惊骇，眼前的星河与传言完全不符，这哪里是恶毒草包啊，明明是神兽下凡才对啊！就是，以前还拿他来指小儿啼哭呢，这可真是传言误人啊！是苏小姐救了我们，以后若是谁敢说她的不是，我们就跟他拼命。星河明白，他在兽皇城的名声只会更差，现在不仅改变了众人的看法，还能借机为回归兽皇城早做准备。忙碌了1天1夜后，星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可他担忧地看着远处，沈慈安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温南希连忙宽慰起来，他如今9级异能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虽然心里知道他没事，但星河的内心依然满是担忧。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还想再等一会儿。我们不累，七主在哪我们在哪。对，我们也在这陪着七主。过了不久，沈慈安提着一个人影落了下来，人死了。说着他将那人扔在了地上。星河满是担忧地看着他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我先帮你治疗。沈慈安眼尾一动，轻咳了几声，握住星河的手放在心口，这里难受。对上他那双妖异的眼眸，星河被勾得内心一颤，这里为何会难受？撩人的话语在耳边响起，因为这里全是七主，想七主想得疼。星河害羞地低下了头，小声的呢喃：“我也想你。”这句话让沈慈安彻底失控，一把将星河抱在怀里。我在生死徘徊的时候，唯一想的人就是七主，我好害怕再也看不到七主。沈慈安不想再等了，若不能早点结气，他实在没有安全感。七主，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，好不好？面对男人真挚的目光，他又怎么忍心拒绝？好。听到七主答应了自己，沈慈安更是紧紧地抱着星河。温南希赶紧一把按住了他，你这样太用力了，七主会不舒服的。这一下子让他回过神来，对不起七主，我太高兴没控制好力气。星河回头看着几人，我跟慈安去一个地方，你们照顾好自己。花岭叶有些担忧，七主记得回来啊。狐狸的眼里满是不安，这家伙带着七主出去节气，还不知道如何缠着七主。萧敬寒也耷拉着耳朵，七主，我等你回来啊。星河脸上热得发烫，一个个的都怎么回事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很快沈慈安带着他来到一处秘境，任外面如何风雪交加，此处却依旧温暖如春。这里是我偶然间发现的，一直想着带七主来这看看。所以七主喜欢吗？这是温泉啊，当然喜欢了。如此寒冷的地方还有温泉，真是难得。那七主要不要试一试？泡温泉的感觉应该很美妙。星河已经羞红了脸，他自然知道这番话意味着什么。宿主，
我能感受到他对你浓烈的情谊。宿主不要害羞啊，冲冲冲啊！此刻的沈慈安等得着急，身体忍不住的发热起来。星河笑着看向他，缓缓的解开了外衣系带。沈慈安的气息瞬间紊乱。妻主这是慢动作啊，我来帮你吧。说着就要伸手上前，星河打掉他的手，转身走进了温泉池中。其实穿着衣服泡正好呢。沈慈安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好好好，妻主是在勾我的心魂吗？紧接着他也一跃而下，快速向星河游了过去。星河此时正在玩水，开心的不得了，突然就被沈慈安紧紧抱住。妻主可真会折磨人啊！此刻的衣衫贴在他的身上，勾勒出动人的曲线。这一幕让沈慈安看得热血翻涌，他嘶的一声倒吸一口冷气。星河转身贴在他的怀里，紧紧地抱着他的脖颈。你答应我不许一个人再去冒险，我就顺了你。我答应妻主，只是今晚妻主可别说求饶的话。好啊，我不说不，也不求饶。你可真是魔人啊！他紧紧地抱着星河，我的小星儿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，想你想得快疯了。血族兽人一旦动情，忠贞不二，他要用特殊的称呼让妻主记住自己。星河呜咽着回应，那你怎么舍得才回来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沈慈安深深地看着眼前的人儿，似是读懂了他的心。星儿一直担心着我，想着我对吗？星河知道他使用了读心术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沈慈安轻扯嘴角，星儿身上的秘密可真是多呢，所以我有没有受伤你是知道的。渐渐的温泉温度越来越高，在他炽热的气息中，星河逐渐模糊了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星河忍不住的想要后退。你老实说，你之前真的没有别的雌性？妻主可是冤枉我了，我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个人。说着还亮出了手臂上的朱砂，我是因为家族里有这门功课，这不如今就派上了用场。看来妻主是喜欢这样的。星河红着脸不敢说话，一开始是想聊他的，没想到根本聊不过这个妖孽啊！这人简直比妖精还妖精。当真正结气后，沈慈安才知道有多美好。如果我不离开家那么久，有读心术的加持，是不是我就能排第一了？哎，可惜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，沈慈安又将他抱进了木屋。星河没想到还带换场景的，看着眼前还有些不知所措。沈慈安眉梢轻挑，看样子我还不够努力啊，竟然让妻主还想着别的事情。星河简直欲哭无泪，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真没想别的事情，现在满脑子都是你，真的，哼哼哼！要让妻主知道我的厉害，怎么能被他们给比下去？沈慈安深情地看着他，我晚了那么长时间，要把一切都补回来。星河脸色瞬间泛现红晕，迷迷糊糊间忘却了时间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沈慈安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，就那样看着睡着的星河。然而周围的灵气不断朝他汇聚，经脉中充满了磅礴的力量，十级异能。此刻星河的周身围绕着道道七彩光芒，他也进入了9级的实力，感受着身体的变化。他也回想起了父亲的嘱托，慈安，你是我们血族唯一的纯血兽人了，不到10级之前，千万不要去探查血族被灭的真相。突破10级的契机可遇而不可求，无法突破就好好活下去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兽人就好。沈慈安很庆幸自己选对了妻主，接连2次的突破都跟妻主有关。他轻柔摸着她的发丝，这么好的人让我遇到了，真想将妻主藏起来，不给任何人看。虽然强压着躁动的心，但星河睡觉的时候很不老实，不仅乱蹬被子，手脚也乱动乱放，就算自己都要炸开了，还是舍不得再折腾妻主了。哎呀，这小妖精可太折磨人了。再次醒来，看到那张俊美的脸，星河的脸颊又红了起来。妻主醒了，正好我饿了，所以我们……星河赶忙开口，那个我确实饿了，我想吃饭。天知道他有多强悍，可不能由着他乱来，否则今晚都不用下床了。沈慈安看出了他的小心思，妻主缠我缠得可厉害了，难道妻主不想？说着不断用眼神示意起来。星河这才发现自己如同八爪鱼一样在他身上，慌乱间也不知道碰到了什么，只听沈慈安似乎闷哼了一声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沈慈安妖娆一笑，直接将他翻了下去。妻主是喜欢我昨晚的表现，想要再感受一下吗？星河有些无语，这狗男人撒娇求饶是没用的，昨晚已经试过了。想着便伸手抱住他的脖颈，语气中满是娇羞。再不吃饭我会昏过去的，你就不心疼我吗？沈慈安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就会折磨我？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做饭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星河的眼睛都弯了起来，所以是我好，还是温南希他们好？听到这句话，星河差点咬掉舌头。哄你的话怎么还较真了？他认真的看着沈慈安，我不想骗你，你们在我心中一样重要。沈慈安揉着他的头发，做了你真正的受夫我就知足了。你先歇歇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几天后，沈慈安才带着他飞回家里。下来的瞬间，星河腿都一软。沈慈安赶忙抱住了他，妻主还好吗？好个狗男人还明知故问，这几天除了吃饭，你就没让我休息过。星河嗔怪的瞪了他一眼，都怪你。沈慈安立刻温柔了起来，怪我，一会我给妻主揉一揉。可沈慈安内心却是，若不是妻主催促的急，这会儿我也不想带他回来呢。二人说话间，一个人影却跪了下来，苏小姐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公子吧。星河循着声音望去，没想到竟然是卫东。当星河看到卫东的时候，自然想到是魏景墨出了事情。早前他就听说过这次北境的战争，魏景墨提供了关键信息，才会让云家早做布局，而且他还将护卫派去保护了平民。于公而言，星河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你先别哭了，说说你家公子到底怎么了？卫东赶忙擦了擦眼泪，我家公子并不适应北境气候，然而守城时还动用了血脉之力，本就虚弱的身体又受了重伤，导致他现在一直昏迷不醒。苏小姐，求求你了，以前的确是魏家对不住你，但那不是公子的本意啊，他无法左右家族的决定，也要听从族老们的安排。星河并不想听这些理由，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听到
到门外有动静，萧介寒赶忙走了出来。七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时间他被思念折磨着，心中的不安让他都无法入睡。当他看到星河脖颈处的红痕时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这个沈慈安这么多天一定一直折腾着七主，可想而知衣服遮盖的是怎样的痕迹。随即他的狼尾一下卷了上来，将星河揽在怀里。七主还好吗？这么多天是不是把我们忘了？感受到他的气息有些狂乱，星河赶忙给他把脉，我先给你安抚一下，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？此时跪着的卫东暗自神伤，公子在苏小姐的眼中果然是没有一点分量啊。在安抚完萧继寒后，星河又四下在家里寻找另外2人的身影。七主别找了，他们现在在药房帮忙呢。这几天我们3个都是轮流看家的。看着家里没事，星河也放下心来，这才转头看向跪着的卫东。走吧，带路。卫东很是激动，苏小姐，我带了马车过来，请上马车吧。就在星河刚要上马车的同时，沈慈安立刻扶了上来。七主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别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，你们在家里等我就行。看到七主那么坚持，沈慈安低声叹气，那我在家里等着七主，我会想七主的。哎呀呀，可行了，这几天被狗男人折腾的，可趁机让我歇息一下吧。画面一转，星河就来到了魏景墨的别院。此刻侍卫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他，曾经有多瞧不起他，如今就有多打脸。当星河看到魏景墨的那一刻起，前身的记忆一下就涌了上来。魏景墨，你跟他们不一样是不是？你不会强行解除受父契约的。魏景墨，为什么你也要离开我？我恨你们，你们都是我的，我要杀了你们在意的人。即使前身如此疯狂，可星河的内心很是平静，在前身不断威胁下，魏景墨还是沉默着离开了，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。魏东此刻也不敢说话，他只后悔没有劝公子跟着流放。可如今眼前的苏小姐已经不是任何人能随意攀附的。星河定了定心神，上前为他把起了脉。他动用了本源之力，导致气息极为躁乱，而他的本体应该来自大海。魏东有些哽咽，公子这次的情况非常严重，求苏小姐救救公子吧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话音落下的同时，星河将木系异能注入到他的体内，但是他的伤势太重，星河还是出现在了他的精神海中。然而他的精神海里一片黑暗，只有星河那一道绿光照亮了这里。魏景墨，你能听到吗？星河不断喊着他的名字，可并没有任何回应。当走到一个干涸的水池旁时，一个重伤昏迷的鲛人躺在里面，这是魏景墨，难怪会不适合严寒之地，看来似乎来这里很久了。当木系异能运转起来后，他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紧接着星河又将灵泉水引入水池，让浓郁的本源气息滋润着他的身体。当灵泉水被吸收了之后，魏景墨才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看到星河的瞬间，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产生了错觉。回过神来后，还有些不可置信。苏小姐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已经没事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说完，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里。魏景墨想要留住他，可任他如何喊叫也无济于事。魏东看到公子醒了，有些激动。公子，你终于醒了。魏景墨来不及忧伤，直接从床上下来追了出去。苏小姐，请留步。他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出来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星河听出语气不太对劲，停下脚步，转头看着他，是身体还有不舒服吗？魏景墨心口酸涩难受，他后悔了，内心被悔恨所折磨着，没有不舒服，身体很好，谢谢你。魏景墨说的也是实话。木系异能正滋润着他的四肢百骸，境界也仿佛有所松动。不用谢，你也救了北境很多百姓，还有以前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星河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没想到世家大族的天骄也会道歉。你没有错，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在意了，你也不必为此多想。这番话让他明白星河放下了过去，心中也早已没有了他们。不是这样的，我错了就是错了，虽然没有资格，但我想弥补些什么。星河摇了摇头，魏公子不必如此，北境不适合你的身体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魏公子，后会无期，告辞。魏景墨感觉两眼一黑，还好魏东及时扶住了他。公子你还好吗？魏景墨看着星河的背影，终究是什么也说不出口。魏东赶忙宽慰起来，至少苏小姐还愿意跟公子说话，说明她也不希望你死去。公子比他们强多了。魏东的话还是起到了作用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们早点回去做些准备，或许能有机会帮上什么忙吧。回到屋里后，魏景墨仔细感受着那股气息，随着境界松动，竟突破到了8级，这可让一旁的魏东惊骇不已。然而星河刚出门就碰到了云管家，总算见到苏小姐了。老爷子请苏小姐入府一叙，是关于回兽皇城的事情。回兽皇城之前确实要做些准备，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问下老城主。对了，云公子休息过来了吗？身体恢复了吗？听到他关心自家公子，云管家有些激动。公子想亲自感谢小姐的救命恩情，可又怕给小姐添麻烦，便不让我们前来打扰。星河点了点头，上了马车。麻烦云管家亲自跑一趟了。待到云家之后，云老爷子便将奏折递了过来。一直没见到你，我已经写了奏折上表女皇，过几天皇城就会有所表示了。不过如今女皇身体不好，几位王爷为了那个位置明争暗斗，此刻的兽皇城也不太平啊。想到女皇让星河心头一暖，前身能够娶10个顶尖兽夫，完全是因为女皇庇护。若是谁家不愿意，他父亲就会进宫请旨赐婚，女皇就会直接下旨。女皇似乎一直护着父亲和我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自从他的父亲打了败仗牺牲后，女皇便重病昏迷，这才导致苏家被查封，星河也受此牵连才被流放。我刚得知的消息，女皇的身体似乎是好了一些，不过一直没在朝堂露面。那女皇为何一直不立储君呢？星河实在有些不解，不知道，女皇从未提过立储君的事情，没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若是有机会帮女皇治好身体，或许在兽皇城能多一层庇护。云老爷子又说了很多朝堂的事情，好让星河提前做个准备。说话的时候，下人送来了点心。苏小姐，先尝尝府中的点心吧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星河也没
没客气，直接吃了起来。的确是他喜欢的口感。看到他的样子，云老爷子笑了起来。这是青兰亲自做的点心，想必他已经做了一桌子饭菜了。不过我这老家伙就不陪你们吃饭了，正好有事要出去一趟。还不等星河反应，老头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星河觉得坐着无聊，索性就打算去厨房看一下。此时云青兰正在忙着做饭，发丝垂落间竟添了几分随性和柔和。当他抬头看到星河的时候，竟有些迷了心神。阳光中的星河是那么明媚耀眼，让人忍不住的想要靠近。你来了，那个点心还合口味吗？你做的点心很好吃。云青兰顿了顿，心神有些紧张。你喜欢吃就好，我可以永远为你做这些。不用了，你不必如此辛苦。我平日也不怎么吃点心。云青兰听到这话有些神伤，这些话还是她在画本上学的，她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内心的情感，大概过于忧伤，身体一下涌上了躁乱的气息，让她忍不住的咳嗽出声。星河立刻上前给她把脉，你的精神还怎么会如此狂躁？是不是你最近还没休息好啊？云青兰低着头没敢说话。雷兽动情后就会进入躁动期，这种事情她实在说不出口。你先坐下来，我为你治疗一下吧。你的身体异于常人，受了伤就应该好好调养才是。随后星河将手放在他的手心处，直接用异能为他治疗起来。看到这个治疗方式，云青兰露出了遗憾的神色。难道不是像上次针灸那样再脱一次衣服吗？自从上次康复后，他一直在认真锻炼，想着若是节气定要让他满意。可这一切还是我的妄想啊！他或许对我没有任何想法。感受到了异常，星河询问起来：你的心跳怎么这么快？还是要控制一下情绪啊，否则你的精神容易狂化啊。云青兰感受到磁性的安抚是那样舒畅，却更激起了他的渴求感。他强忍着想要轻喘的冲动，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出声。这边星河越是专注给他安抚，他就觉得越是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星河才淡淡开口：好了，这下子应该没事了。云青兰几乎慌乱地站了起来：我去做饭。星河也没多想，天色已晚了，就不必忙活了，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苏小姐，我是不是一直以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？没有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希望你身体好好的，多看看这个世界，让自己开心起来。云青兰，我很高兴在北京遇见你。星河发自内心的感谢她的照顾，否则开店之路不会如此顺利。这些话反而让他更感忧伤。苏小姐，我有些话想说，我怕以后没有机会，或没有资格再说了。星河看着他并没阻拦，他记得小时候来过云家，模糊的感觉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云青兰鼓足了勇气，我曾经听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，哪怕知道这是我的妄想，但我还是想将自己的心意说出来，因为我动了心动了情，我控制不住对你的思念，越是压制就越翻涌的厉害。星河有些不知所措，这完全不在他的预料之内。谢谢你愿意喜欢我，但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突然。你真的很好，我不想伤害你，可我没有想过再娶受夫。我不求名分，只要能有机会陪伴在你身边就够了。星河刚要拒绝的时候，系统跳了出来：宿主别着急拒绝啊，我感觉到他跟你有一些牵绊，等你回忆起小时候再做决定吧，别提前说了一些话伤了人心，恢复记忆后悔就不好了。听到这话，星河把话咽了回去。现在说这些还早，对我来说也很突然。云青兰感到了一丝机会，是我表达的不好，以后我会用诚意追求你的，那时候再回复我就好，多久我都会等。与此同时，寿皇城的朝会却暗流涌动，女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刻站队王爷的人神色紧张，他们没想到女皇竟然身体依然安康。女皇目光威严地看着下面。关于前段时间北境战事，大家难道就没有想说的吗？微臣以为保卫北境本就是云家职责，据说这次战事死伤了很多百姓，虽然云家军也牺牲了不少人，如此就算功过相抵了吧。林大人这番言论真是寒心啊！那黑暗兽人是云家军3倍之多，云家历代守护边关牺牲了多少人？既然林大人觉得这么轻松，不如以后林大人去守城好了。随即朝堂上便争吵了起来，战队两方的人谁也不肯让步。女皇看着下面，神色闪过凌厉，看来林大人有一套守卫边关的方法。那么从今日起，林大人就去西南关隘帮忙守城吧。林大人腿一软，扑通跪了下去。他可是文臣啊，那些敌军攻城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可就没了性命了。虽然是楚王的人，可楚王此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直到所有人都要为云家请功，女皇才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既然众爱卿都如此说了，那就依众爱卿所言论功行赏。苏星河将功赎罪，苏家解封，他可重新回到寿皇城。众人本来注意力都在云家，没想到重点竟在苏星河身上。不管众人什么心思，女皇的旨意正快速地向北京而去。刚从云家回来，几人早已做好了饭在等星河。吃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争着夹菜。星河好不容易的吃完了饭，刚准备松口气，就被温南希直接用蛇尾卷回了屋里。花岭叶手中的筷子瞬间折断，这条臭蛇抢的可真快啊！本来我的虎尾都伸过去了，哪想到温南希竟然这么速度。别忘了他可是蛇兽人，蛇性可越是压制越是强烈，还不知道他会如何折腾七主。沈慈安更是控制不住的还想，只见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的水，还是降不下身体的热度。你们随意，我去沐浴，我需要冷水冷静一下，再不走要炸开了啊！花岭叶心中醋意翻涌，他可是霸占了七主几天，难不成还不满足吗？萧继寒心里沉闷不已，传言血兽一旦结气，便会释放极大的情力，是成年雄兽的几倍。就他这样，七主怎么受得了？怪不得他要带着七主离家，要不是打不过他，我早揍他了我。此时屋内的星河还懵懵的状态，温南希的蛇尾并没有放下他的意思，那样悬空的状态不轻不重，让他无法挣脱又不会不舒服。感受到小腿蛇尾的清凉感，星河有些控制不住的发软。南希，温南希修长的手指一点点碾过，然后俯身吻上了日思夜想的人儿。这几天可有想我？星河感受到他周身浓烈的气息是那样的迷人，迷迷糊糊的应和着，想你了。温南希似是惩罚一样吻得更加用力。小没良心的，这会儿还在想别人吗？
没我想着你。他对温南希有着不同的依恋，此刻温南希的眼神都是炙热的，让他觉得周围温度都在升高。不知为何，今天的温南希一直是蛇尾形态，就那样将他卷在怀里。南希，我这几天没回来，你生气了吗？没有生气，他们也是你的受缚。说话的同时揽住他的腰肢，只是以前担心你吃不消，现在觉得是我想错了呢。我的小星星比我想的厉害呢，所以这2天只属于我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星河张了张嘴，有些不可思议。两天吗？之前不都是半夜才？温南希轻叹一声，以前是我怜惜妻主，可你不懂成年蛇兽的蛇性。随后他衣袖一挥，屏蔽了整个房间。这样也是晚上，还是妻主以为白天能自己待着？星河也不敢再说什么。今天这几个人都不太对劲，此刻他身上暴躁的气息让星河瞬间一怔。你身上怎么也有如此强烈的躁动？因为实力恢复了7级，同时进入了躁动期才会如此。想必他一定会非常难受。他主动的抱住了他，蛇尾的沁凉与掌心的炙热让星河有些恍惚。星河都瞪大了眼睛，要不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。温南希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别怕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？感受到他温柔的气息，星河觉得很是安心。然而当风浪席卷而来时，星河内心直呼狗男人不可信，至少在温泉的时候还有休息时间呢。怪不得你说之前联系我，原来是真的。男人温柔中又带着强势和霸道，嘴上说的怜惜让星河无法招架。星河很庆幸自己是9级异能，2天2夜让他明白了蛇尾原来还可以用度日如年形容外面的3人好不为过。这2天2夜3个男人都要疯了，2天多了，2天2夜啊！你知道这2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